这个男人穿越大明，成为朱元璋第18个儿子，被封为藩王，偷偷低调打造最强王国3年，吓坏朱元璋，直呼要把大明皇位送给他。父皇，岭南百姓过得苦啊！我从未想过岭南会是如此的贫穷。当本王3年前来到岭南，尽是满目疮痍，街上的百姓瘦骨嶙峋，本王心里痛苦啊！每见到食不果腹的百姓，本王就吃不下饭。大王，您怎么流泪了？没办法，今天中午胡椒吃多了。父皇，我从未想过岭南如此难以治理，粮食产量极低。当我看到空荡荡的粮仓时，我沉默无语。如果扔进去一只老鼠，都一定会被饿死。长史啊，今年粮食的收成如何？大王，今年又是大丰收啊！原先的粮仓不够用了，现在我们正在修建大量的粮仓，用来囤积粮食。目前粮食还在路上，只希望粮仓建快点，要不然容纳不下这么多粮食。朱骈点了点头，又写道：父皇，岭南情况复杂啊，地势高耸，语言复杂，南方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司50多个，可恨那些土司无法无天，经常劫掠我岭南百姓。太尉啊，今年的战事如何啊？禀大王，这次出征共攻占5个土司，有12个土司愿意归降，并献上粮食20万石，人口10万。现在这些人口如何安置，还请大王示下。大王啊，您每个月都往朝廷写信，可是为什么把咱们岭南写得这么穷苦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咱们岭南过得越苦，就越不会引起朝堂的注意，我也就越安全。你是不知道啊，朝堂想害我的人不在少数啊。咦，这大王是得了迫害妄想症吗？您算老几啊？离开京城3年了，恐怕现在朝中都不记得你这号人物了。大王啊，您在岭南做了那么多事，如果不宣扬出去，朝廷那边又怎么知道你的功绩呢？又怎么能表彰你呢？表彰值几个钱啊？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骑着骏马，在天下各地奔驰，结交各地的豪杰，吃各地的美食美酒，让各地的美人躺在。大王，从朝廷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太子逝世了，皇上处理好政事后，近期要巡视四方，到时候来了咱们岭南，这里不就被暴露了啊？我记得历史书上记载，在太子朱标逝世后，朱元璋悲痛欲绝，为了扶持亲孙子朱允文上位，一手掀起了蓝玉大案，株连杀戮者超过1万多人，整座京城因此血流成河。把心放到肚子里，我爹现在忙着呢，就算去巡视四方，也不可能来咱们岭南。来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大王啊，每日喝酒吃肉看跳舞，不是贤王所为啊。聒噪，我辛辛苦苦治理了3年岭南，就不能享受吗？陛下，再往前走就到了岭南的地界，咱们还要去吗？岭南，如果我记得不错，当初岭南分给了朱骈那小子吧？对，18皇子自从封到岭南后，每月都会往京城写一封信，这说明啊，他心里一直挂念着陛下。这些年来也是苦了他了。谁都知道岭南是不毛之地，山险水恶，也不知道他这几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瞎叫唤什么？你身为一个跟在朕身边几10年的带刀侍中，遇到什么是镇定点？朕不是在这吗？陛下，你看窗外。我操！只见前方是一条望不见尽头的黑灰色平坦大道，宽度足有8辆马车大小。路的右边矗立着一块1丈高的石碑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：岭南欢迎你。这是什么路？为什么如此宽敞？哪怕是朕新修的帝都南京，官道也没有如此宽敞平坦。修这条路要花销多少？难道岭南的所有财力都用来修路了吗？走，去岭南一趟。这是岭南吗？这莫非是桃花源？我之前巡视四边，所见城池大多暮气沉沉，可为什么在这岭南城中，所有的百姓都是一脸喜气洋洋的？朕真没想到，在大明朝竟有如此安乐祥和之地呀！朱骈那小子莫非说谎？陛下，可是前些年有不少从岭南逃荒的百姓，据他们所说，岭南确实穷苦，卖儿卖女之事很常见。那这真是奇了怪了。陛下，需要通知18皇子前来接驾吗？算了，咱们这一次就微服私访吧，一块进城瞧瞧，瞧瞧这岭南到底是真的繁荣，还是徒有其表。这城内繁华更甚，朕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两位，报纸需要来一份吗？报纸？看两位这样子，想必是第一次来岭南吧？这报纸啊，是我们岭南独有的书册，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事情。好，那给我来一份。
这报纸上面写了很多东西，例如什么时节该种什么粮食，养殖家畜的一些办法，还有近期岭南发生了什么事，例如官兵剿灭了哪里的毛贼。这记载的好详细啊，不知道哪位大才能想出这种办法，将岭南发生的事宣扬出去。陛下，您看这纸。朱元璋细细观察了这纸张，这才发现纸张和一般的宣纸不同，这纸张细薄通透，质量比宫廷内御用的宣纸还要好，这又是哪位工匠制的呢？你喊啊，继续喊啊，就算喊破喉咙，也没人来救你。朗朗乾坤，竟有纨绔子弟当街行凶，李文忠，拦下他。是。你是何人？怎么敢残害老者？赶紧给我让开，要不然连你一块揍。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年轻气盛吗？当街行凶，欺压老者，不是君子所为。我今日要代表你父母教育教育你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吕青，给我拿下此人，让他知道厉害。吕青，你这一个左正蹬，一个右边腿，看着不行啊，真是丢我的脸。喂，那个我看你倒也是条汉子，有没有兴趣当我的侍卫？呵呵，天底下有资格让我当随从的，只有大明皇帝朱元璋。我乃皇上的第18子朱骈，只要你跟了我，保准吃香的喝辣的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这纨绔子弟竟然是陛下的亲生儿子。犹记得当年朱骈幼年时期，每日在国子监用功读书，性格内向，不爱说话，对待所有人都彬彬有礼。可是现在的朱骈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宛然是一个混世魔王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，竟然是同一个人。喂，本王就算长得俊美，但也没必要一直盯着我看吧。你这侍卫多少钱？开个价，我买了。这人跟了我几十年，不卖。我们是从京城来的，来岭南做生意的。哎呦，原来是外地来的啊！本王最喜欢结交各地的豪杰了。来来来，本王宴饮你们。行，那就吃饭吧。大王，今天本店有上好的牛肉供应。牛肉？自从朕登基便已下令禁止宰杀耕牛，没想到啊，朱骈身为皇子，竟然知法犯法。那就来个葱爆牛肉、水煮肉片、红烧牛肉、爆烤小牛肚，还有你们店的招牌菜，再来10个8个的。我身为皇帝，常常以身作则，每日吃饭只有1荤2素。可这朱骈竟然违反禁令，不光吃牛肉，还这么铺张浪费，这番之事必须提上议程了。如果任由朱骈这样鱼肉百姓，恐怕用不了3年5载，岭南的百姓就要反了。你们是从京城来，怎么想起来岭南做生意了？听说岭南穷苦，所以我们想来贩卖些物资，没想到岭南百姓过得这么富裕。这全是本王的功劳。我听说朝廷下只禁止宰杀耕牛，你怎么敢吃牛肉呢？没事，该吃吃该喝喝，反正朝廷离了10万8千里，根本不知道。可是岭南过得这么富裕，京城那边一点消息都不知道。而且我听说岭南瘴气多，百姓容易得疟疾，常常不治身亡。疟疾早就消灭掉了。听说岭南百姓吃不饱，穿不暖。岭南百姓家家有余粮，身上的衣服从来没打过补丁。我听说南方有土司侵略，边境的百姓食不存衣。我岭南军队长驱直入百里，取百越之地，土司不敢北上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抱怨。整整3年，朱骈给朕写的信是胡说八道，亏朕还以为岭南百姓过得有多凄惨。这朱骈把朕当成傻子耍呢。岭南过得这么富，为什么朝廷不知道呢？实不相瞒，当今世道不太平啊，我不想让岭南百姓卷入是是非非，所以每次写奏折都对岭南的情况有所隐瞒。当今大明扫除元廷，革新弊端，天下已定，有什么不太平的？这里天高皇帝远，说什么话都无妨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给你们分析分析。你们说太子也就是我大哥，近期是不是逝世了？这个男人穿越大明，成为朱元璋第18个儿子，被封为藩王，偷偷低调打造最强王国3年，吓坏朱元璋，直呼要把大明皇位送给他。太子朱标逝世，这大明天下又要动乱了。难道你的意思是，当今大明有人要造反吗？这朱骈好大胆，竟敢妄言朝廷大事，而且还危言耸听。主要是大侄子想削藩，可是他的那些叔叔们南征北战，一个个本事大的不行，哪一个愿意？削藩？你这是危言耸听，我在京城根本没听到过这样的传闻。朝廷的事谁说得准呐？反正也波及不到岭南，我就在这里好好当个富家翁，就算外面洪水滔天，也不关我什么事。本王自幼喜欢结交朋友，咱岭南物产丰富，你们既然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这样吧，这里正好有点新奇的玩意，让2位见识见识。这是何物？你看这瓶子啊，它又大又圆；你看这表面啊，它又亮又光。
这可是岭南的特产，从极南之地挖出来，又经过138道工序烤制的纯天然琉璃瓶，二位不妨仔细看看。妙啊！这琉璃瓶晶莹剔透，通体没有任何杂质，就算是大明最有名的工匠，也制作不出来如此高品质的琉璃瓶。二位有所不知，这琉璃瓶制作起来极为繁琐复杂，通常一批产品中100个里面只有1个完好的。吕青，将咱们的宝贝琉璃镜子拿上来。哦，这镜子竟然如此清晰。朕如今用的都是铜镜，也就是将铜片仔细打磨，能倒映出人影。可那铜镜也就仅仅能照出人的大概面貌，这琉璃镜子竟然丝毫毕现，就像对面坐着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镜子竟然有1人多高，可想而知制作难度有多高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镜子连皇上都没用过。皇上乃是我大明之主，普天之下什么没见过，他竟然没用过我岭南造的镜子，这是我岭南的罪过啊！父皇日夜勤勉国事，已经很操劳了，我身为皇子，不能分忧解难，总不能让父皇用不上镜子吧？那我们这些当儿子的和禽兽有什么区别？哟呵，没想到啊，朱偏心里还记挂着自己呢。难道你打算将这些琉璃献给朝廷？献给父皇，献给朝廷，父皇也不接受啊！天下人都知道父皇心忧百姓，百姓不用这镜子，父皇怎么好意思自己独享呢？咦，那你打算？我打算和二位做一笔生意，把这琉璃镜子推向京城，不，推向全国，让全国的百姓都能用得起这镜子。二位觉得如何？那这琉璃镜子打算卖多少钱？不多，5两银子。5两，大明朝建国10余年，百姓生活的并不好，10文钱可以买1斗米，1两银子够一家人生活3个月，5两银子足够一家人生活1年多。这么一个琉璃镜子，竟然要5两银子，简直跟抢钱一样。这大王又开始坑人了。这镜子的制作过程没啥技术含量，也就是拿沙子在火窑里面烧啊烧啊的，成本不过5文钱，现在却翻了1000倍。这琉璃镜子有点贵，寻常家庭怕是买不起。那就卖给那些豪门大户啊，那些人手里贼有钱，他们肯定愿意拿5两银子买镜子。原来朱偏心里打的是做生意的主意，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腹黑了？这琉璃镜子虽然好用，但是5两实在是太贵了。你们有所不知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镜子，这是从数百米深的地底挖出琉璃，然后用人工打磨749天，磨得这么光滑。光制作这么一面镜子就要耗费上百人力，你现在还觉得贵吗？ Oh my god！ 这么算下来，确实不算贵。既然如此，那何不合作呢？不瞒2位，这镜子只有我们岭南有，而且还很稀缺，只有500块镜子。我们带的银子少，只有500两银子。无妨，我们岭南最新推出了贷款业务，只要你签字画押，把福牌压在这里，我们就能贷给你们3000两银子，利息低至10厘。福牌类似于古代身份证，你们这不是强买强卖吗？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就不是强买强卖。好，我将福牌押到这里，贷3000两银子。皇帝微服私访，自然早就准备好了备用福牌，将福牌交给朱偏，然后自有手下人带路，将500块镜子装好。咱们这叫做互利共赢啊！你们这几天在岭南随便逛逛，正好见识见识我们岭南土的风人情。大王啊，那镜子在咱们岭南满大街都是，您却卖给他们5两银子一个，这不是败坏您的名声吗？说的也是，可是本王乃是皇子，他们胆敢败坏我的名声，本王就把他们头砍下来。这个男人穿越成朱元璋的儿子，偷偷打造最强王国，老爹朱元璋微服私巡，当场吓傻，直呼要把皇位送给他。老张，我们商队初到此地，有些问题要问，方便吗？你问吧。这岭南的街上为什么不见乞丐？这要感谢我们的大王啊！记得他刚上任时，这街上到处都是乞丐，短短3年，乞丐都没了踪影。难道他安置了那些乞丐？哟呵，没想到啊，不靠谱的朱这终于干了一件人事。我们大王心善，见不得乞丐，那些能动的乞丐都拉去挖河打井去了。我记得从前岭南山里的贼寇很多，现在还有没有了？现在这里绝对没有贼寇，不光这里，整个岭南都没有贼寇。哦，老张为何如此确定呢？看来朱这就算内政不行，好歹扫荡贼寇方面也有可圈可点的优点。老夫曾在山里做了30多年的贼寇，对贼寇是非常熟悉的。大王自从来了岭南后，致力于招安，还给老夫安排了一个理政的位子，这可比当贼寇强多了。当贼寇的时候，天天在树林里面乱窜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还有生命危险。现在当了理政，每月从官府领银子。好家伙，官匪一家呀！
这还是大明的藩地吗？整个一贼窝呀！那这里可有猛兽？有啊，之前我们经常组织人手猎杀猛兽来吃，后来猛兽变少了，这时大王颁布法令，要求保护猛兽，叫什么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这数字，大明每年因为猛兽伤人要死伤数千人，可他竟然颁布法令，要求保护猛兽，简直把百姓的性命当儿戏。还有比他更离谱的藩王吗？撤藩，必须撤藩！那你们大王颁布法令要求保护猛兽，你们心中一定很不满吧？大王英明神武，我们一致赞同大王的决定啊！上次有几个游侠在街上说了大王的坏话，被官兵听到后，听说那几个游侠被拉去试药了。哪里？试药是什么药？就是大王研究治疗疟疾的药。你们大王会配药？我曾听大王说过，这药啊，也就是几种草药配在一块，没什么难度，多找几个人试试，也许就是出来真正的配方了。好家伙，这朱棣把他封地的百姓当小白鼠了呀！草菅人命，这岭南呢，恐怕用不了多少日子，百姓就要揭竿起义了。可话说回来，朱棣在岭南胡作非为，为非作歹，可岭南百姓为什么过得这么富裕呢？真是让人想不明白。陛下，撤藩需要三思啊。先找一家客栈住下，明日启程回荆州。欢迎两位客官，打店还是住店啊？住店。好嘞，本客栈的客房分为1、2、3等房，3等房50文，2等房100文，1等房1两银子。不知道二位住哪一间？2等房100文，1等房1两银子，翻了10倍，这么离谱的吗？你这客栈的房间怎么差这么多？是不是专门在外来的客商？客官真是说笑了，本店保证童叟无欺，这1等房比2等房强100倍。只要住了1等房，再住2等房可就不习惯了。哟呵，好，那就开1等房吧。二位客官，您尝尝这茶水，我们岭南的茶叶可是出了名的好。这茶水清香淡雅，喝下去感觉全身都舒坦了不少，比京城的茶叶还好上几分。那是自然，这茶叶的做法可是大王发明的。听说采摘时是妙龄少女用嘴含下来的，一个人一天也就采摘半两。华而不实。我操！这纸竟然如此柔软。小二，这纸是干嘛用的？二位客官，这纸叫做卫生纸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出宫时用的，用这纸代替侧绸。大王嫌侧绸太硬，所以就倡导用这卫生纸擦屁股。侧绸，自己刚才竟然用来擦嘴，这是啥家庭条件啊？竟然用纸擦屁股。说起来有些惭愧，本店只能提供这样的纸，用起来还是有些硬。听说大王用的纸跟丝绸一样柔软呢。朱撇那小子上个厕所也会如此会享受，王八蛋，比自己这个皇帝过得还自在。这镜子看起来如此高档，价格也不便宜吧？5两银子一个。客官真会说笑，这镜子满大街都是，哪能值这么多银子啊？我记得小店买的价格也就20文钱一个。你莫非是在说笑了？这镜子只值20文钱。要是在外地，这镜子可能是个稀罕玩意，但是在咱们岭南啊，这镜子就非常普通，没什么好稀奇的。可是我听说这镜子的制作工艺难度很高，是从地底挖出一整块琉璃，然后让人仔细打磨光滑。客官，你这是从哪听的？简直就是胡扯啊！这镜子啊，其实是拿河里的沙子制成的。虽然我不知道这镜子是怎么制出来的，但是我听说就是拿沙子一直烧就烧出来了。我你妈！我还见过那些精美的琉璃瓶子。客官，那些就更不值钱了。听说就是因为里面有杂质，制不成镜子，所以才拿来烧瓶子。就这么说，5两银子能买几百块镜子，上千块琉璃瓶子。我们大王说，外面见不到这种镜子，要是遇到外地的客商啊，可以靠着镜子宰他们一笔。我们大王心善，见不得岭南的百姓受苦。操！去你妈的心善！合着在外地的客商还有没有点良心了？以后谁还敢和你们岭南做生意？我堂堂大明皇帝竟没想到有朝一日被朱棣那龟孙子坑了老子。客官，你要是对镜子有兴趣，出门左拐第3家店铺是专门卖镜子的。要是没其他事，我就先下去了。等小二走后，朱元璋不信邪的去了卖镜子的店铺一趟。卖镜子的老板见朱元璋是外地客商，侃侃而谈道：“客官，您可算来对地方了。这镜子可是稀罕玩意，制作工艺复杂，我也不多要，3两银子一块，能便宜点吗？您看这清晰度丝毫毕现，您看这材质，见过这么平整的镜子吗？说真的，3两银子一点没多要。
太贵了。买卖吗？听你讲的，听我卖的，您出个价格。20文钱。看来客官懂行啊，行，那就20文钱。不要了。哎，客官，价格好商量啊，要是客官要的多了，咱还能便宜到15文钱一块，12文钱也是可以商量的。陛下，八皇子性格虽然顽劣了些，但还是挺孝顺的，最起码每个月都往朝廷写一封信。那是写信吗？那是在糊弄朝廷。他把岭南写得穷顿不堪，实际呢，他在岭南作威作福，无法无天。18皇子好歹经营岭南3年了，如果没有理由撤藩，恐怕会在朝廷引来恐慌。没有理由，那庶子当街追赶老者，随意欺辱百姓，若不是你出手，那老者就要被活活打死了。这算不算死罪？那庶子制定了沉重的徭役，逼迫乞丐去修路挖河，要是有意义的，甚至还要为别人吃下毒药。你说这算不算是死罪？那庶子欺负外来客商，强买，不足20文钱的镜子竟卖5两银子一个。你说这算不算是死罪？还有妄言朝廷大事，做事穷奢极欲，铺张浪费，横行霸道，这种藩王留着他干什么？难道非要等岭南百姓反了才能治他的罪吗？陛下，我看岭南百姓过得富足，在富足的地方也经不起他这么折腾。我已经决定撤藩了，你不必劝说。大明皇帝朱元璋微服私巡，竟遭无良刁民碰瓷，看朱元璋如何惩治刁民。快给我让开！再不让开，休怪我无礼了。你这个人特无礼了，撞伤了我就想走，哪有这么容易？赶紧掏出20两银子，要不然这件事不能轻易算了。你们长没长眼啊？朝着我老人家身上撞，赶紧拿钱让我看病。陛下，这人专门撞咱们马车的。这老者不是昨天被朱骈追赶的那人，怪不得昨天朱骈要打他。快让开，不然我不客气了。哟呵，朗朗乾坤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们撞了人还想走，讲不讲道理？大家评评理，该不该赔钱？这不是成赖子吗？又讹上别人了。是啊，昨天我见大王追赶他，还以为要治他的罪，没想到最后不了了之。哎，咱们的大王啊，心太善了一些。那可不，没了大王，现在没人治得住成赖子了。前几天我听说城西卖字画的老三好心给了他几个饼，谁知道他赖在人家店里不走了，现在他盯上外来的客商了，客商们怕麻烦，通常他要钱就给。我听说靠这个法子已经讹了7、8个人了。操！文忠，给钱啊！陛下，这不太妥吧？多给点，给他100两银子。这位，我程赖子教你这个朋友，从今往后啊，你要是李文忠，撞死他，那100两银子就是他的丧葬费。关老爷啊，朗朗乾坤，竟然有人肆无忌惮的行凶，他撞伤我，怕赔钱，就想撞死我，这是想杀了我啊！你们这些恶贼，还是个人吗？我看你们是一伙强盗畜生！这位壮士是为民除害，凭什么抓他？对，你们凭什么抓他？这几日你们住在岭南，等我们查明原因再说。好。天下的百姓都害怕官兵，刚才你为什么不怕呢？大王说过，官民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之分。再说岭南有法令，只要是义举，官兵就不能问罪。有趣，要知道在别的地方，百姓见了官员就像耗子见了猫一样害怕。在你心目中，你家大王是个什么人呢？我们家大王啊，那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的光辉就连天上的太阳也比不过，他所去的地方就像雨露一样滋润大地。你心里真这么想的？将大王比作太阳和雨露，那是对大王的侮辱。我对大王的敬仰之情，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又如同黄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我你妈！见过吹捧的，没见过这么会吹捧的。岭南的百姓不吹牛必会死吗？朱骈的庶子在岭南胡作非为，无法无天，怎么还有这么多拥戴者呢？你为什么这么敬仰他？二位是从外地来的，可能对我们岭南不太熟悉。3年前，岭南实在是太惨了，民不聊生，路有饿殍，新生的孩子3不存1，大街上的百姓一个个体弱多病，经常得疟疾不治身亡。还有那些南方的土司，时常劫掠岭南，百姓们过得苦不堪言。陛下，他这番说辞和朝廷对岭南的印象一样。
可是我看你们现在过得富足，街上的百姓一个个言笑晏晏，不像是受过苦啊。这都是大王带给我们的。可是我听说他不顾百姓疾苦，一心吃喝玩乐，甚至宰杀耕牛。哦，大王来岭南的那一年，正值岭南大旱，田里颗粒无收，百姓们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。大王看到百姓受苦受难，心痛不已，把身上带的粮食全部分给了百姓。有侍卫阻拦，说这些粮食解决不了岭南的困境。大王却说能救活一条命就是一条命。后来大王把王府能卖的东西都卖了，和百姓一样，每天啃树皮，喝稀粥，带着百姓打井垦荒，宁愿自己少吃点饭，多吃点苦，也发誓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。那个时候，大伙拧成了一条绳，下定决心跟着大王干。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，大家都吃上了饭，甚至家里还有了余粮。原来朱骈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啊，朕错怪他了。可为何朱骈会做那些荒唐事呢？那他为什么强迫街上的乞丐去修路挖河，让他们做这么重的窑？岭南的所有徭役都是给银子的，那些乞丐没有田地，所以大王先让他们挖河修路，赏赐给他们银子，然后帮助他们建造房屋，再卖给他们田地。现在那些乞丐们大多已经有了田地和屋舍，虽然不能大富大贵，但也足以温饱。他们有的人在家中供上长生牌，感念大王的恩德。那他强迫百姓们是要……岭南一直以来受疟疾的侵扰，许多儿童活到10几岁就会夭折。大王知道后非常心痛，于是下定决心研究治疗疟疾的药物。本来是大王试吃的，但是后来大家听说了，纷纷愿意去试药。大王拗不过我们，这才让我们试药了。再者说，这药性温和，没有一丁点毒性。他不让百姓猎杀猛兽，那是因为猛兽猎杀完了，田里的田鼠、野鸡就会泛滥成灾，影响庄稼的收成。所以大王建议每3年猎杀一次猛兽，让猛兽的数量维持在一个数量。他欺负外来的客商。大王心善，见不得岭南的百姓受苦，所以对外来的客商能多克扣一点是一点，这些钱最后全部赏给百姓了。他既然做了这么多事，为什么不禀报朝廷请求嘉奖呢？我猜大王心里是想告诉朝廷的，但是大王担心禀报后朝廷得知了岭南的现状，可能会加大税负。大王宁愿自己被朝廷斥责，也不愿意岭南的百姓吃苦受难啊！在我心中，大王就是这么高风亮节的人啊！谁是谁在暗地里编排我？我穿越成朱元璋的儿子，偷偷打造最强王国。老爹朱元璋微服私巡，当场吓傻，直呼要把皇位送给我。终于过上了好生活了，以后的日子本王想咋样就咋样，反正现在百姓们衣食无忧，我就再也不用操劳了。吕青啊，以后你天天陪我去城南打猎。大王啊，您定的规矩，每3年放开打猎1年，现在还没到时候呢。那我现在修改规矩，除了我之外，其余人每3年打猎1年。当年大王来岭南时，曾许下大志向，难道现在岭南的百姓富足了，大王就开始享受了吗？吕青啊，你这人太不会变通了。我在京城的时候，天天憋着，当藩王了还是憋着，那我这个藩王不是白当了？大王，藩王也不能胡作非为。大王，这是岭南各地送来的奏章，让大王拿个主意的。啊，将这些奏章送到长史府上。这些奏章就是长史大人送来的。那就再送回去。大王啊，一些简单的奏章长史大人批改过了，重要的事项还请大王决策。无碍，本王一向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这些事情还由长史来操办，完事后通知我一声就行。大王，您莫非是不想批阅奏章？胡说，本王岂是这样的人？现在有正事要做，南方的土司是大患，你现在去牢里把那些土司首领带过来，本王要劝说他们归降大明。好的，大王。我还听说你们大王许给土匪高官厚禄，这也是谣言啊！那些流寇土匪要不是为了活命，谁愿意当土匪呢？大王亲力亲为的垦荒，将田地分给那些流寇土匪，也不计较他们从前的罪责，然后他们就全下山当百姓了。南面的土司呢？我听说岭南从前经常受到土司侵扰，朝廷又无力剿匪，凭岭南的能力恐怕很难镇压吧？
谁说不是呢？从前土司来袭，寸草不生；土司走后，岭南哀嚎遍野。那时候的大王只有14岁，举起大刀都有些吃力。可年幼的大王却带着5000将士，不惧生死，率先冲入2万多敌军中作战。当时将士们都震惊了，热血沸腾，嗷嗷地跟着大王向前冲。我们只有5000人，愣是冲垮了2万人的土司军队，直接打的土司嗷嗷叫，再也不敢来犯岭南。我操！没想到朕的儿子如此勇猛，但是也太冒险了。身为君王，不顾自己的安危冲入敌阵，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该怎么向朝廷交代？谁说不是呢？此战过后，大家都劝大王说，让大王坐镇后军，绝不能让大王冒险了。但是您猜大王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大王豪言道：“我既然是岭南的藩王，带领你们作战，就要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如果要死，我也要死在最前头。”当听到大王这句话，我们就决心一生追随大王。哦，真没想到啊！朱骈那小子看着不怎么样，却把岭南治理的井然有序。陛下，咱们还回荆州吗？先不回荆州了。既然朱骈那小子把岭南治得如此好，咱们好歹去王宫转转。要去禀报18皇子吗？既然他没认出来我就先不暴露身份了，等把岭南的情况摸清楚后再告诉他实情。是，陛下。跳起来，你们给我接着跳，给本王欢快点。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田茂安啊，你说你何必呢？好歹也是个人物，可为什么非要劫掠我岭南呢？现在好了，被我抓住了，你说说你现在后悔不？大王，我好歹也是个土司首领，您为什么如此羞辱我们？你也配？你算个什么玩意，敢抢劫我岭南的百姓？那些对岭南友好的土司，本王将也乐意交好，但是像你这种对内欺民，还敢对我岭南不敬，本王现在没打死你，已经算是对你法外开恩了。大王说的对，自从被大明攻破后，臣无时无刻不在后悔，实在不该冒犯大明的天威啊！我问你，你是想回司州继续当你的头领啊，还是归降我大明啊？大王，如果我选择回司州呢？那你就是冥顽不灵，打算继续和我大明为敌了。那不好意思，直接送你全家去见阎王。我操！臣愿意归降。既然你们愿意归降，那我就在城内给你安排府邸，让你们能够安享晚年，你们的家人也能吃喝不愁。哦，多谢大王。这样吧，咱们从岭南往南修建一条道路，以后啊，岭南的粮食物资也能往你们那里运了。你们那边的百姓要是想来岭南，我们也欢迎，如何？大王仁义啊！不必客气，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。大王，他们是一群俘虏，为什么要羞辱他们呢？再说已经将他们灭了，还把他们放回去干什么？你懂啥？攻占他们的土地没什么用，必须要将他们的心绑到大明。大王，对。大王，外面有2位客商来拜访，还说昨天曾见过大王一面。大王，您昨天把镜子高价卖给他们，他们不会是找上门了吧？应该是。大王，要不我将他们赶走？为什么赶走？是本王高价卖给他们镜子，他们找上门也是应该的。难道因为他们找上门就赶走？那以后谁还敢来斥责本王？大王，对。吕青啊，本王平时待你不薄吧？这件事你就替我去处理吧。记住了，不能打，不能骂，但是也不能给银子啊。大王，这不太好吧？你是本王的带刀侍卫，难道这点小事都干不好吗？以后本王还怎么把大事交给你？咦，2位前来拜访大王，所谓何事啊？没什么事情，就是想找大王聊聊天。大王刚才出去了。那刚才我还听到里面传来奏乐声。大王正批改奏章。无妨，我在此地等一会儿也行。我看你武艺很好，要是在战场上，一定能当一个将军，为何甘愿做个侍卫呢？因为大王对我是真的好。哟呵，说说你家大王哪里好，能让你甘心做个侍卫？我穿越成朱元璋的儿子，偷偷打造最强王国。老爹朱元璋微服私巡，当场吓傻，直呼要把皇位送给我。我以前是一名侠客，大王来岭南后，我曾进王府偷东西，不料被大王抓住，但大王乐呵呵的问了我一些事情，就把我放了。我性格顽劣，又爱赌钱，欠下无数的债，沦落到家破人亡。是大王帮我还了债务，还收了我做小弟，大王之恩可以笑死。真不知道朱骈身上有什么魔力，竟能让这么多人誓死追随。大王的性子虽然顽劣，但是心底善良。昨天他卖给你们镜子，虽然价格高了点，但是你们回到京城转手一卖，还是能挣点银子的。我不是因为这件事来找他的。
那是有什么事？其实我们是受朝廷管辖的官商，不光是贩卖各地的货物，同时还要收集各地的情报，所以来找大王商量一些事情。原来如此，那二位里边请。吕青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把人带进来了？原来二位是官商啊，抱歉啊，怠慢了二位，请坐，请坐。这家伙真是一个贤明之君嘛，怎么看也不像啊。二位来岭南，除了做生意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二人顺便来探查岭南的真实情况，禀报朝廷。我好不容易治理好岭南，要是朝廷知道岭南这么富，那朝廷得有多少人贪图我这块地啊？那我还怎么做自由自在的王爷？不可啊！我岭南百姓过得苦，虽然我治理的不错，但这点成绩不值一提，二位不必向朝廷禀报。看来传言没错，朱骈是担心朝廷增加税收，所以才故意隐瞒岭南的真实情况，真是用心良苦。现在朝廷忧虑啊，大明帝国如此庞大，有些穷乡僻岭，往往不知道朝廷的政令。再说大明刚建国10几年，还有些元朝余孽作害，该怎么清楚？这有啥难的？直接上最狠的刑罚，带到一个元朝余孽，严刑逼供出其他人，然后诛族。这个混账玩意，要真这么干，恐怕用不了几年，全国百姓不得通通造反。不过呢，这样弊端太大，不建议朝廷推广。我还有个更好的办法，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。详细说说。就是设立邸报，也就是我们岭南流传的报纸，你们应该见过吧？报纸？难道刚来岭南时，岭南百姓叫卖的那些纸张？那这报纸和元朝余孽如何联系到一块呢？莫非朱骈又在胡说？政令无法传达到地方，说到底还是因为大明建国时间太短，影响力太小，那就想办法增强大明的影响力。怎么增强呢？就是用报纸，要让报纸发散在大明每一个角落，要让各地的百姓都能通过报纸来了解大明的政令。当然其中的内容也不只是政令，还有一些战役情况、人事调动，乃至于咱们皇帝的功德。长此以往，百姓们就知道了大明之主。这小小报纸真有这么大威力？本王来岭南之前，岭南很乱，甚至有的百姓还以为活在元朝。于是为了加强官府的影响力，我创立了报纸，百姓能够从报纸上知道我带兵讨伐敌人，知道我减免了田税，推广新作物，发明了新的器械等等。慢慢的，官府的影响力也在增强，百姓们会想，原来官府做的一切都是好事啊。慢慢的，那些百姓们就开始服从政令，全都忠信官府。现在的岭南，别说有元朝余孽，就连南方的那些土司百姓都有偷渡到岭南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岭南官民一心。没想到啊，一个小小的报纸竟然能收拢人心。报纸的好处不光如此。还有其他好处？那当然，现在大明还有很多不识字的百姓，等报纸发行后，可以教写一些简单的文字，提高百姓们的文化水平，说不定过几年后，人人都能识字，大明再无文盲，天下大治，人人都成了读书人。妙啊！你怎么想到如此妙计的？家父明太祖，呸！家父洪武大帝，我乃是正儿八经的皇子，论聪明才智，自然比普通人高一大截。这小王八蛋，你爹我还没死呢，就给我考虑谥号了。虽然这个谥号取得不错，等以后有机会，定要狠狠揍这朱骈一顿。大王啊，您怎么考虑当今天子的谥号了？这要是传到朝廷，恐怕咱们就要被砍头了。咱岭南离朝廷108000里，怎么可能传到朝廷？你想的太多了。幸好当今天子不知道，要不然就完蛋了。18皇子性格坦率，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他那是坦率，老子还没死呢，儿子就想着起谥号，我看这小子心里巴不得朕现在就去死呢。陛下说笑了，朕的孩子中，朱棣善战，朱柏善政，朱刚善勇，可这个朱骈性情乖张，行事毫无章法，却又有些才智，不知道该怎么评价。18皇子善谋，谋者枉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哟呵，没想到你对朱骈那庶子的评价那么高，可这小子太顽劣了些，还不听朝廷的命令。陛下只看到了18皇子的缺点，却不知18皇子有胆魄。14岁的时候就敢率领军队冲杀敌营，他有治理，胸有诸多良策，他为人仁义，岭南百姓在他的治理下，家家有余粮，甚至宁愿自己挨饿受苦，也不愿让百姓缺衣少食。不错不错，颇有我当年之风范。你说的没错，其实这小子就是欠管教，如果管教好了，今后这庶子在外能抵御外敌，在内能扶持天子。走，回京城。陛下，您不巡视4边了？不了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赶回京师，将这报纸一事推向全国，安定天下百姓的心。
恭请皇上圣安。起来吧。近些日子朝中可发生什么事了？陛下，那个确实有件事。有什么事直说。辽东地区挖出一块龟壳，上面写着大明气数已尽，有不少百姓信以为真，再加上有元朝余孽作祟，造成了不小的军队叛乱。陛下，这些百姓大字不识一个，别人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，所以才造成这样的兵变。那你们可有什么办法？朝廷已经派兵镇压，用不了多久，兵变就会消除。今年一年发生了数起兵变，每一次发生兵变都用重兵镇压。这些百姓本来就对大明没有归属感，再这样下去，百姓们就和大明离心离德了。百姓们大多愚昧，朝廷的威望又低，每次安抚都起不到作用。如果说有一种东西能够将朝廷的政令传到地方，不光如此，还能让百姓知道朝廷在做什么，宣传一些重养殖知识，简单的医治方法如何？皇帝老大今天脑子抽风了吧？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东西？二位不信，朕也不信，但是我却见到了这样一件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在这纸张上面写上朝廷近期发布的政令，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关于农作物的播种等知识，然后将这些纸发到全国各地，这样百姓们知道朝廷在做什么事情，长此以往，百姓们也就认可了大明。哟呵，小小纸张能有如此大的威力，陛下该不会让人骗了吧？这报纸绝对可行。你们想为啥百姓会叛乱？就是因为部分百姓不认同大明，所以咱们只要将朝廷做的事情传播出去，潜移默化的让百姓们认同大明，这样就再也没人生乱了。陛下，咱们每个县府都设立了邸报，这个报纸和邸报有什么区别？邸报只是在一小部分人中传播，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，而报纸不同，报纸是要推向全国各地，做到家喻户晓。哦，老臣明白了。既然这小小报纸有这么大的威力，那老臣亲自负责此事，争取在年前将这报纸推向全国。辛苦了，陛下。这个方法是从哪个高人那里得来的？我从一个黄口小儿那里听来的。这办法能是一个黄口小儿想出来的？太孙最近在做什么？我巡视之前不是让他监国吗？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奏章？太子每日在国子监用功读书，跟随皇子成学习经义，对于朝中大事他了解不多，所以并没有插手。天天跟着皇子成读书，他是太孙，未来要继承大统的，此读书有什么用？你们难道没有将正事禀报太孙吗？皇太孙性格温和，没有执政经验，我等将正事禀报他后，他迟迟不做出决定，久而久之，皇太孙就将正事全权交给我等了。朱允文现在何处？带我去见这小子。毕竟朕还没死。陛下，你们该死。殿下，大明久经战乱，百废待兴，这个时候更需要以仁义为本，不用去震慑群臣，要敬重群臣。殿下自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。现在主要问题是朝中交兵悍将太多，他们都不服殿下，这些人都是隐患啊。简单，当今天下已定，大明太平无恙。朝堂之上虽然有一些骄兵悍将，但他们都老了，兴不起什么风浪，所以不足畏惧。我认为，今后大明的大患还是那些拥有兵权的藩王。如今朱元璋在位已有18年了，疲态尽显。等到朱允文上位后，自己就是帝师，而且朱允文对我如此敬重，到时候我就会拥有无上权力。那如何解决？皇师可有良策？殿下，当今藩王手中握着大量的兵马钱粮，时间久了，不服从中央调令，难免会出现汉初七王之乱的景象。故臣斗胆献上一策，那就是削藩。皇师何出此言？殿下，这是为了保我大明江山的千秋万代。现在藩王的势力还很小，削藩比较容易，等他们势力大了，那就难了。藩王们都是本殿下的叔叔，骨肉血亲，情同手足，本殿下怎么下得去手？还好我这个孙子还算明白事理，也不枉费自己费了一番心血。虽然藩王和殿下同为太祖血脉，然而亲兄弟明算账，他们不可不防。再说，殿下这是为了天下百姓负责，为了大明江山负责，这削藩必须得削。皇师说的也有些道理，现在说这些还早呢，毕竟陛下，毕竟朕还没死。陛下，你们该死！皇爷爷，我的几个老师只是在讨论正事，胡言乱语了几句，还请皇爷爷原谅啊。
谈论政事，讨论如何将我的儿子入刑吗？官员敢言皇家之事，死罪。我的3位老师只是告诫我要以史为鉴，皇爷爷他们也是为我好。好一个以史为鉴，好一个为你好，我倒要听听你们能讲出什么东西，给我接着讲。当年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，大封刘姓宗室为天下诸王，本以为能保卫朝廷，却不想这些诸侯日复一日壮大，最终直接威胁到朝廷的统治，造成了7王之乱，给天下百姓带来多少苦难。如今我大明的状况与大汉何其相似，不趁现在削藩，难道等他们壮大时再来削藩吗？还有吗？一股脑全说出来。远的不说，就说大唐设立节度使，并立藩镇，同样是想着能够替大唐守牧一方，可结果呢？安史之乱，节度使安禄山率兵造反，使黄大唐从此一蹶不振。皇爷爷，这些都是血淋淋的例子，您为什么纵容藩王呢？即使他们是您的子嗣。操！幼稚！大明江山这么大，又刚刚建立，许多边远的地方根本不知道大明，甚至还有元朝余孽作乱。朕将你的叔叔们分封过去，就是让他们镇守一方。天下未定之时，就朝这些手足亲族下手，简直是自毁城墙。来人啊，将这3人押入大理寺监牢。皇爷爷，还请看在这3位是我的恩师，放了他们一马吧。这朱允文实在是过于妇人之仁了，将这些人带下去，闭门思过1个月。陛下，您要保重身体。我没事，我原本以为允文这孩子温良仁义，是一个好的继承人，但现在才发现他太过于妇人之仁了，容易被别人左右想法。或许陛下对太孙的磨砺太少，才造成太孙不通政事。你说的也有些道理。自从边去世后，我就把全部心血放在了允文这孩子身上。哎，这样的允文，我如何把大明交给他呢？你说允文那些叔叔们要是继承皇位会怎么样？您不会是想让18皇子朱偏继承？你觉得他如何？18皇子机智神勇，知人善任，又胸怀大志，只不过他年龄太小，又远离朝堂，在朝中没有支持者，生母去世的早，还是庶出，后宫也没有支持他的。是的，陛下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等我忙完近期事务后，你再和我去一趟岭南。为何？我看不透朱偏那小子，打算再去一次，摸清他的底细。吕青，把这些奏章交给长史吧，我累了。大王啊，现在您每天就批改1个时辰的奏章，就交给长史大人，那不得活活累死他啊？什么？本王每天就批改1个时辰吗？为什么本王感觉每天在这里坐的腰酸背痛，浑身不得劲？臣拜见大王。张大人啊，本王正在批阅奏章，你来找本王有什么事啊？大王，您奏章拿反了。本王向来喜欢倒着拿奏章，还请张大人不要见怪啊！你有何事啊？大王啊，老臣请辞去长史之位。张大人啊，岭南要是失去了你，就犹如大明没了皇帝。我操！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也是能说的吗？自从我当了长史，大王无论什么事都一股脑的塞给我，老臣精力不足，实在是有心无力了。张大人，本王没有交给你多少事情吧？是没交给老臣多少事。老臣刚当上长史时，大王便把垦荒的事情给我了。后来随着打败土司，大王又要迁徙人口，还要修建道路，现在又是秋忙，大王也全都交给我了。老臣实在是分身乏术，唯恐耽误了大事，所以大王还是任命别人当长史吧。张大人啊，这都是造福岭南的大事，当年您有大志向，却只能当一个小小的老师，现在本王将这么多事交给您，是信任您，是想让您尽情发挥才能啊。我你妈！我都60多岁了，黄土都埋到脖子了，还发挥个锤子，再发挥就该猝死了。可是大王交给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没什么可是，现在岭南百姓过得不容易呀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就是因为这些政策还没实施，您看着街上的百姓不心痛吗？我穿越成朱元璋的儿子，偷偷打造最强王国，老爹朱元璋微服私巡，当场下傻，直呼要把皇位送给我。大王啊，如今的岭南百姓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，但还是有不少问题，还有南面的土司。虽然咱们岭南军队强大，但是还是有土司不服我们，此乃大事，不能大意啊。还有民族融合问题，按照大王的思路，这些事情我一个60多岁的老头忙不过来啊。你这不是纯纯的想累死我吗？还请大王给我多找几个帮手吧。
张大人啊，你这话简直说到了我的心坎了。现在咱们岭南最缺什么？人才啊！我也苦啊。那大王，你可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么拖下去？我可是大明第一个活活累死的官员了。老张啊，别担心，办法我已经想好了。我打算在岭南开办一个学府，主要是培养各类的官员，然后再安排到岭南的各个地方。老张啊，以为如何啊？大王，此乃大善，大王不愧是大明最闪亮的那颗星。张大人，你这么说，看样子此法可行对吧？所以我打算把这学府一事就交给张大人了。张大人意下如何？操！老张啊，我可要好好说说你了。困难只是一时的，只要咱们把学府办起来，过个几十年，那时候你不就有帮手了吗？几十年，我骨灰都不知道还在不在。大王，你怕是在跟我开国际玩笑吧？那个10年也是有可能的。10年后，老陈怕只有去下面选人才了。好了，我跟你保证3年，你再辛苦3年，到时候你就歇下来，没事养养花，逗逗孙子，颐养天年，如何？哎，那学院的事情我就先担下来吧。老张啊，我看好你哦，你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呀，我可不想黑发人送白发人。那老陈就退下了。大王，张大人已经很劳累了，你还将这么多事交给他，你就不怕真的累死他啊？没办法啊，现在没张大人不行啊。说到底，岭南人才太少了。苍天可见，大王终于懂事了，终于有了贤王的样子。大清早的，你哭什么？赶着给本王奔丧啊！臣只是没想到，大王竟然如此勤奋。好了好了，别拍马屁的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辰时了。走吧，咱们去打野吧。大王，你派遣人去吕宋找的东西已经带回来了。他们现在在哪？现在他们在城门口处。走，本王要亲自去迎接他们。参见大王，卑职等人幸不辱命，已将番薯带回来了。你们受苦了，你们都是岭南的功臣，岭南会记住你们的。谢大王。对了，大王，我们去吕宋的路上碰见了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，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，但是他们的行程和我们一样，都是去吕宋的。这个时期的欧洲有奥斯曼帝国、西班牙，还有佛朗基。文艺星刚露出苗头，封建主义正向资本主义过渡。但是这一世，本王在咱的大明帝国绝对会走在最前面。你们好好休息一下，吕青，你将他们好好安置，所有人都升官进爵。是。大王，这丑不拉几的东西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那当然，这东西虽然平平无奇，但是可以做成粮食和面，而且这玩意亩产10石。我的天啊，这么厉害吗？大王，你不会被骗了吧？放你娘的狗屁！本王英明神武，无所不知，向来只有本王骗别人的份，能骗本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。吕青，你去城外找快递，把这些番薯种上。大王，如今已经深秋了，这玩意能过冬吗？不能。那大王为何还要把番薯种上？吕青啊，你觉得本王好不容易照出镜子来是干什么用的？照镜子爱美。放屁！在你眼中，本王就是这种庸俗的人吗？那是为了坑外来的客商的钱吗？吕青啊，本王一直诚诚恳恳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哪有你那么阴暗，只想着用镜子坑外面的客商啊！我告诉你，这镜子在冬天也能培育蔬菜瓜果。真的假的？明明研究镜子的时候就是为了照镜子好看，后来顺便坑外地没见识的客商，你在玩我啊？当然是真的，本王一向深谋远虑，岂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懂的？我告诉你啊，用这镜子搭成一个棚子，通过阳光折射，棚子里的温度能迅速上升，就算在寒冷的冬季，里面也是像夏天一样暖和。对，大王说的对，大王之聪慧，堪比尧舜禹。大王，城南有一处温泉，温泉附近有10亩地，土质疏松肥沃，最适合种植庄稼。好，吕青，拿着这些番薯，咱们去城南一趟。我穿越成朱元璋的儿子，偷偷打造最强王国。老爹朱元璋微服私询，当场吓傻，直呼要把皇位送给我。吕青啊，没事要多出来走走，你看看外面的风景多美啊！哇，快看前方120米，3点钟方向东南风。170、50、36D。大王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
最近看奏章看多了，有点上火，所以别一天天的盯着我看奏章。你看上火了吧？所以啊，还是要多出来走走，外面的世界多美丽啊！我信你个鬼！明明就是看美女，看得流鼻血了，还多出来走动走动，就怕你的6个腰子都不够用。大王说的对。而此时一帮土匪假扮的农民约17、8个人，正远远地跟着朱偏等人，寻找着时机准备下手。大哥，他们有侍卫，有侍卫又如何？那庶子杀了我家主君，君主蠢死。今天他好不容易出城了，给咱们创造了机会，所以一定要杀了他，为主君复仇。大王，我感觉有人在跟着咱们。确定吗？确定。那帮人从出城时就一直跟着咱们，而且还时不时看向咱们。去吧，把他们都抓过来，问问什么情况。是。大王，听他们口音是来自南方的土司，怎么处置他们？把他们都嘎了吧！狗贼，今日虽然没有嘎你，不能为主君报仇，我已无颜活在世上，你处死我吧！为主君报仇？你主君是谁啊？看来你的主君也是一个籍无名之辈，就算你说了，估计我也不知道。算了，吕青，直接把他西瓜嘎了吧！我乃宣慰土司首领安邦彦的门客。安邦彦？这土司首领不就是前段时间带领兵马2万人，结果被自己5000人干翻了吗？没想到安邦彦那家伙也有门客。我看你也是个好汉，怎么会给安邦彦这样的人当门客呢？我家主君仁义，岂是你这种人知晓的？放屁！安邦彦那家伙时常劫掠岭南，岭南百姓苦不堪言。甚至他还在南海设活人祭祀，多少男女因此丧命，这样的人也叫仁义？我告诉你，本王见到这样的人，见一个嘎一个，见2个嘎1双。那安邦彦被本王抓住后，本王将他烹杀，头颅挂在城墙上3天。你竟敢如此羞辱我主君，我张成就算化作厉鬼，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原来你叫张成啊！看你这一身装扮，安邦彦平时对你也不怎么样啊，值得你效命吗？我乃是负责农业的农政司，干净有什么用？农政司不就是专门负责管理庄稼、播种、育苗、施肥的吗？看这人还不错，可以为我所用。我真是个大聪明，这都能想到。你们这次总共来了多少人来刺杀我？告诉你也无妨，来刺杀你的一共20人，就算我没有成功，其他人也会替我报仇的。你不把他们供出来，你们宣慰土司从此除名，整个岭南谁不知道我的恶名？上次出征土司，共有5个土司被我灭城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是为了20人，还是为了整个宣慰土司百姓？狗贼，我农政司的兄弟没有孬种，绝对不会临阵脱逃。出来吧，兄弟们！你们都是农政司的人，要杀要剐随你，休想从我等口中套话，没门！我这有一批种子，你们帮我好好经营，我可以不嘎了你们。你不必装模作样，我等都在这里，随你处置，但我等绝对不会为敌人做事。好，我敬佩你是条汉子，明日我就亲率大军踏平宣慰土司，将他们全部嘎了。好，我们走。对嘛，这才是乖宝宝啊！你们做得好，我还给你们一堆奖励。吕青，将他们带去城南，给本王好好的种番薯。是。吕青，你说南面的那些土司百姓都这么傻的吗？那些土司还处于部落社会，将仁义看得比生命重要，说话也直来直去。对了，大王，我现在回军营整顿兵卒吧。整顿兵卒干什么？明天去宣慰土司啊，去嘎了那里的百姓啊。本王乃是贤王，岂能做出这种令人不齿的事？最贱的就是你了，你怎么说得出口啊？大王说的对。臣徐达叩见陛下。免礼。爱卿，那500块镜子卖出去了吗？陛下带回来的那些镜子非常抢手，只卖了3天就卖光了。听说在黑市上，1块镜子已经炒到了20两1块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首富在向我招手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启奏陛下，微臣有本奏。
自明朝建国以来，共对北方的蒙古进行8次北征，相继收复了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庆阳等地，也将元廷赶到了漠北一带。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元廷虽然元气大伤，但每年还会到边疆骚扰大明，所以大明和元廷的战事断断续续一直在打。要想北方不受劫掠，大明必须组建一支骑兵，所以我想请求陛下调拨军饷。好你个徐达，明明知道国库没啥钱，知道朕挣了点私房钱，还没捂热了，你就想着给我掏出来去买马。操！徐达呀，现在国库里没多少银子了，朕穷啊，要不你再熬熬，等过一段时间，最迟半年就给你调拨充足的军饷。昨天才挣了几千两，你想跑？呵呵，不掏空你，我还叫徐达吗？臣遵旨。陛下，亳州今年发生了水患，恐怕接下来会发生蝗灾。这赈灾的银子还没调拨下来，恐怕百姓要遭殃了。你们一天天的，直接把我卖了吧，看看我能值几个钱。一天天的就想从我身上薅羊毛。我现在每天吃的东西都是蔬菜烂叶，吃个肉还要规定1周才能吃一次。你们不想我好过，我也要想想办法让你们也不好过。先把官员的俸禄停掉，将这些银子用于赈灾，无论如何也要让受灾百姓安然度过这个冬天。你别坑我，我还有7个老婆要呀！奶奶的，这几个月又要吃土了。陛下，官员们的俸禄本就不高，停掉的话会让部分官员心生不满啊。心生不满又能如何？哼，那些受灾百姓还饿着肚子，而我大明的官员衣食无忧，他们敢有怨言？陛下息怒，臣等无怨言。起来吧，朕也没办法呀，朕也穷啊。陛下，有商人借此大灾，随意囤积粮食，抬高粮价。现在亳州的粮价比外地高出3、4倍。杀！凡是粮价高于市场者皆杀。臣等遵旨。退下吧，徐达留下。徐达呀，你说朕是个好皇帝吗？陛下驱逐胡虏，拯救汉民族，平定天下，又招贤纳士，广采众议。大明在陛下治下蒸蒸日上，陛下之功可追3皇5帝。那为什么这天下如此不安生？为什么总有百姓受灾？为什么那蒙古一直作乱？因为大明才建立20多年，许多政策措施都不完善。等到再过20年，大明的百姓想必安居乐业，生活富足了吧？大明建国20多年了呀，可在岭南那小子不过待了3年，百姓就已经衣食无忧了。朕难道还不如那个庶子？如果那庶子面对这种情况，该怎么办？要不再去一趟岭南，问问我那个便宜儿子。徐达，明日你陪朕出一趟远门，估计需要半个多月，你不必给外人说，就你和李文忠陪着朕。这次我们是微服私访，就不用真名了，你们称呼我为八老爷，记住了没？是。莫非是到了桃花源？这是岭南，不是桃花源。可这岭南怎么如此繁华，就连京都也比不上。自从18皇子来到岭南后，便着手治理岭南，用了3年时间，把岭南治理成了这样。18皇子，3年？莫非他是在给我开玩笑的吧？18皇子是谁啊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原来是朱骈啊！我都快对朱骈完全没印象了。18皇子什么时候有治国的才能了？太匪夷所思了吧？信不信由你。这么说来，看岭南百姓如此富足，可想而知3年来18皇子耗费了多大的心血。想必他每日忙于政务，殚精竭虑，为百姓操劳啊。可能情况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见到人了就知道了。大王啊，您已经3天没批阅奏章了，咱们回去了吧，不然老张知道了，你在这玩耍，他又要罢工了。本王知道了，一会儿本王就回去批阅那又白又长又臭的奏章，行了吧？烦死了，天天吹。大王，批阅奏章不着急，咱们还是接着喝酒吧。吕青，你怎么回事？别人家的侍卫见到漂亮的女子都会给主君抓来，可你倒好，连看都不让本王看。大王啊，您可是岭南的大王啊，要是当街调戏女子传出去后，对您的名声不好，以后谁家女孩敢嫁你啊？那你把她给本王抓到王府，本王回王府调戏她。那可不行，我是岭南的王，所以岭南一切都是我的，那女子也属于我，对不对？自家的事怎么能叫调戏呢？不妥不妥，大王还未婚娶，不能当街调戏女子。走开，烦死了，美女都快走了。美人，来陪哥哥饮一杯啊！哥哥我会唱跳 rap。哼，东楚子，无礼。好什么啊？哥哥又不会吃了你。您们看这朗朗乾坤，竟然有富家子弟调戏民女，着实可恶啊！
这庶子竟然朗朗乾坤，大庭广众之下，身为皇子，竟然当街调戏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还有没有道德了？八老爷，也许肃王有自己的理由呢。这人竟然是肃王，可这副浪荡样子，明明和街上的混混没有区别啊！没错，这就是我那不成才的儿子。我穿越成朱元璋的儿子，偷偷打造最强王国。老爹朱元璋微服私巡，当场下傻，直呼要把皇位送给我。大王，这世界上没有你在乎的人吗？你是怎么做到如此放荡不堪的？难道你爹从小没教过你女人是水做的，用力过猛就会洒的？你懂啥？泡妞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脸皮厚才吃得够，没脸皮天下无敌，知道不？小青青。哟，老哥，你们又来岭南做生意啊？上一批的镜子好卖不？上次买镜子就被你这便宜儿子坑了一把，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我亲生的，回去可要好好查查。还行，卖出去了还小赚了一点。李青，快让老哥坐，这可是咱们的凯。财神爷来了！好家伙，18皇子连自己亲爹都不认识了，啥情况？老朱啥时候这么好说话了？了不得！老哥，我不给你开玩笑，你不是官商吗？岭南的茶叶、瓷器也是很不错的，有没有兴趣？这一次来不是做生意的，而是给你介绍个高官，这个姓徐，主管户部。咱岭南地大物博，就缺少管银子的官员，要不你来岭南任职吧？宰相、长史随你挑。宰相不是被撤了吗？岭南还敢私设宰相一职？我去，老朱居然不生气。这次徐大人来是想问你一些事情。肃王殿下，近期亳州发生了旱灾，还有可能发生蝗灾。另外，北方的蒙古蠢蠢欲动，我大明想要组建一支骑兵，可是国库没钱，这2件事也就耽搁了下来。所以敢问肃王殿下，你可有什么好办法？老徐啊，上了年纪了，别那么累，有些事情搞不定就找我那便宜的爹搞定啊。反正他最大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好好养老就行了。到了退休年纪就来岭南养老，给我管钱，多好啊！你还是不是人了？又想坑这些老头帮你做事？操！你妹的，挖墙脚挖到你老子头上了，看我以怎么收拾你！其实我有个好办法，就是将岭南的真实情况禀报朝廷，让朝廷收重税、设重赋，这样国库就有银子了。哎呦，老哥啊，这你可就不厚道了，我不就是坑了你一把吗？至于祸害我岭南百姓吗？还有啊，老哥啊，你格局小了，格局打开，格局小了可是没朋友的。大王啊，我也是如实向朝廷禀报情况，没办法啊，这可是我岭南的地界，本王又是朝廷钦点的肃王，你敢威胁本王，就不怕被本王诛九族吗？我去，这儿子打算诛老子的九族，可惜没瓜子，真想找个地方坐着慢慢看。那我还真不怕，你随便诛，你怎么高兴怎么来。我去，这咋玩啊？软硬不吃。老哥，刚刚跟你开玩笑的，你看这玩笑好笑不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大明的子民，为大明效力也是应该的。你们既然问了，那我就说一下，亳州发生旱灾，旱灾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灾民聚在一起，恐怕会生乱。尤其粮价会飞速上涨。自从发生旱灾后，亳州的粮价可谓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一天比一天高。所以第一步，首先把粮价给平抑下来。朝廷已经下旨了，禁止商户抬高粮价，违令折斩。老徐啊，这是哪个傻子出的馊主意啊？也不知道父皇是怎么想的，还真敢下令这样干。他这不是把百姓往绝路上逼吗？商人逐利，不打压他们，那粮价不就涨到天上了吗？老哥，你懂啥？官府要主动抬高粮价，让商人有利可图，这样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进入亳州。你这是胡闹！且不说朝廷国库没银子，就说这抬高粮价一事，那百姓怎么能承受得起？朝廷要是压价，那些手握粮食的富商和豪族们一定不肯出售手中的粮食，那么亳州的粮价看似低了，实际上市面上根本没有粮食。朝廷要主动把粮食抬高，要让那些富商和豪族心动，这样他们才会出售手中的粮食。然后呢？只要商人有了利润，别说是亳州附近的商户，也许外地的商户也会涌入亳州，市面上的粮食很快就会出现饱和状态，甚至供大于求。那么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？
大量的粮食流入亳州，最后造成的局面就是竞价，而相互竞价的后果就是降价。那些外来的粮商见机不妙，想要撤走也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要想出亳州就收取重税，太妙了，厉害，真厉害！开玩笑，本王是谁？本王可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天下第一帅，岂是你们这些人能比的？我操，我家大王又开始装13了。不过此法虽然解决了粮食问题，那灾民安置问题怎么办？这事好办，本王有上中下3策，不知你们想听哪一策？敢问下策是什么？下策就是设重刑，凡是有留民生乱者，立刻押进监牢，甚至还要派士卒看管那些流民，防止他们生乱。好家伙，这不是逼着流民造反吗？还请殿下还是说说上策吧。上策很简单，就是以工代赈。哦，什么意思？3位，接下来我要讲的话，你们最好记在心里，时常温习，对你们一辈子都有好处。你到底有没有办法？你倒是说呀！我是在想如何让你们听得懂我要讲的东西，我怕你们太蠢听不懂。正所谓以工代赈，简单来说就是让灾民不光吃得饱，还能有事情做，例如挖河、修路、打井之类的事情，再给他们报酬。这些灾民可以看作低廉的劳动力，只要付出一丁点报酬，就能让他们做事。这样一来，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，还在亳州建设了一大片耕地。这真是个好办法，太妙了！要是按照此方法实施，只要挨过今年，明年的亳州一定能大丰收。肃王殿下，您是亳州百姓的恩人啊！肃王殿下，请问您也有什么好办法应对蝗灾吗？这个就更简单了，就一个字，吃。吃？怎么吃？蝗虫这玩意能吃？你他妈又在逗我啊！肃王殿下，您可别胡说八道啊！蝗虫这玩意能吃吗？当然能吃，如果处理得好，还算是一道风味小吃呢。你是认真的？骗你们干什么？当然了，要想让百姓吃蝗虫有点困难，还得让父皇作秀。让陛下作秀？请问作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让当今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吃蝗虫，然后再装模作样说一番话，大意是如果上天有惩罚，宁愿惩罚皇帝一个人，也不让百姓受苦受难。操！这庶子气死老子了，老子给你记好了，以后不把你屁股打烂，我跟你姓。说你们啊，什么都不懂，还不信？这个时代，百姓畏惧蝗虫，视蝗虫为蝗神，其实它可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美食。肃王大才，我代表亳州50万百姓向你道谢。我穿越成朱元璋的儿子，偷偷打造最强王国，老爹朱元璋微服私巡，当场吓傻，直呼要把皇位送给我。大王，今天想吃些什么呢？来个全牛宴。好嘞，全牛宴一份。肃王殿下，朝廷有规定，不能随意宰杀耕牛，你不怕你爹打你屁股吗？老徐啊，你多虑了，这牛是死牛，怎么能说随意宰杀啊？死了不吃，不就浪费了吗？你看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了！不，你的那些姨太太怎么办？难道你想隔壁老王帮你忙吗？大王，我家隔壁不姓王，我家隔壁住的叫西门庆。还有，请问一下，这牛是怎么死的？哟呵，老徐啊，你回去没事看看嫂子他们最近白天有没有经常去哪玩？还有，这牛是被人勒死的。你妹的，麻烦你做一个人吧，你还是照顾一下你爹吧。都穷的肉都吃不起了，你倒好天天吃肉，也不给你爹留点汤。请问肃王殿下到底有什么好办法，能让国库的银子充盈？来了，等你这句话很久了，该宰肥羊了。办法就是做生意啊，正所谓无农不兴，无商不富。上一次我岭南造的镜子运到京城很好卖吧？对，那些镜子卖到20两1块，还供不应求。
这就是了，天底下最穷的就是百姓，但是那些商贾豪强有钱啊，我们就宰他们，所以咱们要把岭南新奇的玩意卖给那些商贾豪强，那银子不就滚滚而来了？单说这茶叶，就连宫中的父皇也没喝过吧？这茶叶可是我岭南的一绝，要是拿到京城，那些王公贵族一定是抢购一空的。这样银子是不是就来了？你们是不是就富了？你们说对不对？那肃王殿下打算卖多少银子？不多，10两银子1两茶，你放心买，官方直销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还包邮支持7天，无理由退货，官方有保障，值得信赖。10两？你当我是水鱼啊？上好的西湖龙井也才5两银子，哪怕是顶好的茶也就这个价钱，大王会不会贵了点吧？这茶叶在京城根本没有，卖10两银子怎么了？本王给你们普及一下，什么叫做商业？所谓商业，就是人无我有，互通有无。这茶叶走的就是高端市场，甭管有没有人买，先把名声打出去。卖的时候，你们只卖给王公贵族，那些没地位的人掏多少银子都不卖。在朝堂之上，你如果不喝这茶，还有脸在朝堂混骂。对了，还有我父皇，你们应该让他也喝这茶，最好能让他代言，就说喝了这茶，腰也不疼了，腿也不酸了，晚上睡觉运动的时间也久了。操！我真的谢谢你了，就没见过这种坑爹货，早知道当年我就该刹车。我家大王太狗了吧，简直不当人了！你不去做传销，都对不起你这张嘴了。我们还有砚台、瓷器、丝绸、酒水，只要你们卖到京城，保准能大赚。你们既然是官商，赚的银子交给朝廷不就行了？这样一来，我岭南卖出了货物，国库也有了银子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那这些东西加一起需要多少银子？不多，我给你们装一马车，作价3000两如何？可以。那你们岭南如今有了这么多产业，不如带我等去见见，也好长长见识。这是商业机密，外人不能看。宝宝们，下次我们上新品了，再给你们看哈。现在的岭南有个锤子的产业啊，那茶叶就是岭南烂大街的野茶，只不过被你改良了炒作流程，又加了一些配料。那丝绸也是改良了纺织机做出来的。至于酒水，纯粹是拿烂谷子发酵的，加一块价格不超过20两银子，你居然敢卖3000两银子，你的心怕是黑的吧？今后你们就是我的朋友，只要你们来岭南，报上我的大名，看谁敢欺负你们。对了，你们要是在京城遇到什么人才，也可以骗到岭南来，价格好商量，一个人才我给你们100两银子。操！你居然让你爹给你贩卖人口，还一个人才100两，老子忍了，那就多谢大王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徐达，我们走。徐爱卿，你觉得朱骈如何？肃王殿下很有想法，也很聪慧，虽然比较顽劣，但是岭南在他治理下蒸蒸日上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是啊，说他混账吧，他还挺有能力的；说他仁义吧，他还挺混账的。如果老臣没记错的话，肃王殿下今年16岁吧？这个年龄要是在寻常人家，已经到了定亲的年龄。肃王殿下13岁就到了岭南，身边没个人，所以性情乖张，无法无天。要不在京城为肃王殿下寻一门亲事，他的性子说不定就不会这么混蛋了。这倒是个好主意，让他也体会一下婚姻的坟墓。陛下，你猜那些东西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？那些东西没人买吗？不怕，没人买也是没事。那个逆子不是说了吗？7天可以无理由退货。何止没人买啊，简直是供不应求。昨天仅卖了半天，就净赚了5000两银子。算算咱们手中的货物，要是全卖出去，能卖到1万多两，这下能解决朝廷的燃眉之急了。咱们有钱了。我的天啊，这些东西竟然这么好卖吗？徐大快，你火速派人去岭南再进一批货。另外，按照朱骈所说，每天限购货物的数量，打造高端的品牌形象，就是赚这些有钱人的钱。是，陛下。我穿越成朱元璋的儿子，偷偷打造最强王国。老爹朱元璋微服私巡，当场吓傻，直呼要把皇位送给我。小卿啊，本王打算亲征是巡视安南、交趾等地，所以此次巡视呢，只为了保证本王的安全，所以本王打算率领3000士卒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大王，您真的是要出去巡视吗？还是出去玩呢？还是为了逃避看奏章呢？开玩笑，你大王我是那种人吗？大王我只是心疼百姓，所以要巡视看看本王的子民过得好不好。
明明就是你想出去玩，说的那么好听，我都差点信了。大王，安南河交趾的战事刚刚结束，那里的百姓敌视大明，您为什么冒风险去安南交趾等地呢？正因为他们敌视大明，所以我才要巡视，遇到那些是好的土司，本王给予他们恩德；遇到那些不服的土司，本王就把他们嘎了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就叫做先礼后嘎。可是如今秋收刚刚结束，岭南还有诸多事宜等着您处理，比如修建道路、官员任命等等。放心，本王一路急行军，用不了多少时日，很快就赶回来了。再说了，老张不是还在吗？去请长史大人过来吧，也好让他准备粮草。我顺便想想怎么忽悠老张。张大人啊，本王准备巡视交趾等地，你觉得如何？老臣觉得不如何。此乃大明万世基业，你要是担心本王的安危，那就大可不必。本王身为皇子，当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你怎可阻止本王呢？大王，老臣不是担心您的安危，主要是老臣昨天刚上书官制改革一事，希望您拿主意，结果您今天就要巡视南面，莫不是故意逃避吧？瞎说什么实话，本王一向勤勤恳恳，什么时候逃避过正事了？信不信我告你污蔑本王，然后去起诉你？你少逼逼，官制这件事是大事，咱们岭南民族多，语言复杂，要设立一套因地制宜的制度和律法，才能够照顾到岭南各个地方的百姓，所以你看着来。有老张你主持，我是很放心的。放心吧，您大胆的去做吧，所有决策都可以自己拿主意，不必来问我。等本王回来的时候，说不定老张你已经办好了官职，足够咱们岭南用100年。你随便怎么忽悠，这次我都不会上当，所以老臣一个人办不成。要是大王非要办，还请立刻罢黜老臣，另择其他贤能。老张啊，您是一位儒者啊，岂能怕事，畏惧不前？大王身为肃王都不愿意处理政事，天天看小人书，老臣有何不可？老张啊，本王巡视交趾等地真的很重要啊！那些被打败的土司到处传播岭南的恶名，导致交趾等地的百姓虽然臣服大明，但言语间谈起大明带着畏惧和厌恶，这就是一个个隐患啊！这次本王去就一句话，以德服人，教化天下，要让大明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，这才是大丈夫要做的事情啊！哎呦，不错哦。行，我答应还不行吗？你就别再吹牛了，牛都快上天了。但是这次出巡2个月内必须归来。小青啊，你看我就说老张是真男人，你还不信？老张啊，别说2个月，本王1个月就回来，这1个月就辛苦你了，多看看奏章啊。大王，那老臣就退下了。世子良去从军中挑选3000名兵卒，3天后轻装出发。臣遵旨。大王，这次前往交趾，听说那里的女子穿着大胆，还请大王到时候约束自己的行为，千万别贸然搭讪街上的女子。本王是去做大事的，岂能因为美色所误？本王像那种人吗？信不信我告你诽谤？而此时的朱骈为了怕张卫反悔，立刻率领着3000人马开始着他的旅途。不好意思，作者要求我说是去巡视，那就巡视吧。大王，我们走了20多天了，终于走到了交趾郡呢。累死宝宝了，走吧，咱们进去吃饭。站住，干什么的？让他过来吧。不知大人从何而来，又到何处去？我们从中土大明而来，往西天取经去，到达此处纯属故意。你妹的，你还押韵上了，还中途而来，我操！看这人这阵势，怎么这么像动不动就嘎人西瓜的肃王啊？小弟拜见肃王殿下。我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帅哥，不是那位英明神武的肃王殿下。这派头，这排场，不是肃王殿下，还能有谁？休想扮猪吃老虎，我才不上当！大王驾到，我等未曾远迎，还请见谅。不好玩，你是怎么认出来我的？肃王殿下一身帅气，气质不凡，交趾上下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看来本王这一身的气质啊，根本就藏不住，就算是穿着乞丐装，恐怕也会被认为王侯将相，长得帅也是一种错。不错不错，你这个县尉很不错，退下吧，我自己逛逛。是。
不知公子想吃些什么？有什么拿手的饭菜，尽管上，哥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好的，公子。小二啊，我以前来过一趟，那时候交趾又破又小，街上的百姓每日担惊受怕。现在我见交趾发展的不错啊。那是当然的，交趾有今天那样，是因为2个人的功劳。哦，哪2个人啊？第一个来当今天子，第2个就是我们县令。我们县令仁德啊，降低了我们的税负，还给予我们田地。只要我们交纳很低的税负，都能在那里开始铺。只要有人欺负百姓，县令都秉公执法，那日子都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。那肃王呢？可是我听说这里的县令是听从岭南的肃王啊。听说蜀王殿下嚣张跋扈，经常调戏良家妇女，还动不动都嘎人家西瓜，连土司首领安邦彦都被他嘎了西瓜了。要是他治理交趾，恐怕交趾的百姓逃光了。哈哈，你说的不对，以后可以去岭南瞧瞧，长长见识。这明明全是大王的功劳，这帮人真不识好歹。大王，我现在就去赶了他们的西瓜。这有什么？只要交趾的百姓能过得好就行，本王岂能在乎这些虚名？再说了，只要他们过得好，我就开心了。自家的大王什么时候这么仁义了？看样子我家大王心里全是百姓啊！哎呦，不错哦。记住刚才那家店铺的名字，回去后让县令给他们加税。我要他们店给我倒闭，竟敢污蔑本王！你妹蛋！刚想夸你几句，你就原形毕露了。我穿越成朱元璋的儿子，偷偷打造最强王国。老爹朱元璋微服私巡，当场下傻，直呼要把皇位送给我。大王，前面有一个小部落，里面的人已经拿起武器，把门堵上了。大王，给我1炷香的时间，我保准把他们全赶了。本王是来教化的，教化懂不懂？一天天就想着嘎人，学学我，要以德服人，别想着嘎这嘎那。你要是敢对平民下手，我就把你下面给嘎了。大王，别生气了，气大伤身，我开玩笑呢，别当真。去叫门，给我客气点，别把里面的小姐姐给吓到了。好的，大王。不知大王前来所为何事？你好，我是天下第一帅，迷倒万千少女，走到哪迷到哪，这就是我就是岭南的肃王。这一次来啊，没有其他意思，就是随便巡视巡视，走动走动。传闻中肃王嚣张跋扈，凶神恶煞，可是他此刻感觉传闻不真，而且看肃王殿下谦逊有礼，传闻不可信啊。大王你放心，你想怎么巡视都可以，尤其我们这的美女，等等我就带你去看。本王不是那种人，我看你人很不错，本王就随便逛逛就行。看你们山寨好像过得很不如意呀。这样吧，等我回岭南后，粮食、铁器、布匹、瓷器，我全都支援给你们。还有，我看你们的耕种水平也太低了，有的人身上带着伤，估计医疗水平也不怎么样。到时候我给你们派点工匠和医者吧。大王为何对我们如此之好？还不是以为美女？难道还因为你啊？我既然身为岭南的王，那岭南一带的百姓，我皆视之为兄弟。从前你们生活的不好，那是本王的过错，现在本王补偿给你们也是应该的。多谢大王的恩德。你看本王的将士们威武吗？大王的将士们个个都威武霸气，帅气逼人。你有所不知啊，本王的岭南是大明疆域最大的地方，在岭南像这样的将士足足有8万人。我操8万！岭南百姓粮仓里的粮食啊，堆积的都没地方放了，还有那些百姓的衣服啊，穿几次就会被扔掉。至于铁啊，我岭南境内处处都是铁矿山，每天有上万人挖矿，甚至岭南百姓的衣服都恨不得用铁来做。见过吹牛的，没见过这么会吹牛的。你干脆把自己吹成玉皇大帝转世算了。今后你就是我的好兄弟，强大的岭南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放心吧，用不了几年，你的土司就会繁荣昌盛起来的。大王啊，你是不了解，那安南绝对不会做事我土司做大的。安南关他们什么事啊？那些安南的贼人平日里看不起我们，还要我们每个月向他们朝贡，
一旦东西少了，他们就对我们非打即骂。那些安南人实在是太欺负人了，我们从不曾去招惹他们，可他们不许我们也与大明来往。我们没有食物，就逼着我们去劫掠大明，也与大明为敌。大王啊，我们苦啊！什么？他们竟然敢欺负本王的兄弟，这如何能忍？本王现在就去灭了他们的国，替我兄弟报仇。大王，此事还要好好筹划，也不急这一时，反正我们都来了，对吧？对，大王，我在这里还有几个交好的土司，我们可以联合他们一同抵抗安南。他们也受到安南的压迫了吗？安南由于地处偏僻，势力又大，并且要求周边的土司臣服于他们，而且每个月都要上贡粮食。他们安南每次打仗的时候，也要我们这些土司出人出力，每年还要搞什么祭祀，要求我部落提供10个童男童女，然后嘎了祭天。他们知道大明离得远，所以他们也不怕。我们又夹在大明和安南中间，艰难求生，甚至连税赋都要交2份。大明的官吏每次来，也看不起我等，认为我们这些人是蛮夷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，竟然当着大王的面说大明的坏话，难道不想活了？对不起大王，我说错了，还请大王恕罪。小四闭嘴，这是大明的过失，但本王保证今后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只要你们心向大明，那你们就是大明的百姓，你们的人，本王保证让他们安居乐业。那些孩子们，本王会让他们读书识字，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本王也会善待他们。本王此次巡视只有3件事：公平，还是他娘的公平。陛下，老臣这边刚接到消息，那批货物已经卖光了。这才10余天，竟然都卖光了，不是让你每天都限购吗？卖了多少银子啊？这一批货物实在是太火爆了，那些世家大族抢着要，甚至在黑市上都炒到了5倍。这些日子一共卖了13000余两，扣除店铺租赁费用和一些日常的花费，一共是12000两白银。我的乖乖，这么暴力的吗？徐爱卿啊，去岭南进货的事交给别人朕不放心，麻烦你再跑一趟吧。那老臣就再去一趟。看来这天下的有钱人还是挺多的呀，朕的臣子们一年的俸禄不过几10两，却能买得起这些好东西，看来朕对他们还是太仁慈了。陛下，皇太孙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皇爷爷，您日理万机，儿孙特意为您献上一种茶。这茶叶哪来的？这茶叶很贵，你哪来的银子去买的？你这个败家子，信不信老子抽死你啊！皇爷爷，这不是孙儿买的，这是方景龙方大人送给我的，我喝着不错，就献给皇爷爷了。呵呵，予取之，必先予之。那方景龙和你非亲非故，为何要送你茶叶？你身为皇太孙，又答应了他什么请求？皇爷爷，皇孙没有答应他任何请求，只是他过几日有个宴会，邀请皇孙参加，皇孙就答应了下来。他为什么邀请你参加宴会？难道你心里没一点逼数吗？不就是因为你穿的这一身蟒袍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，只要参加了他的宴会，在外人看来，方景龙就是你的人了。滚，闭门思过3天，好好想清楚。朕怎么会有这么蠢的皇孙啊？蠢到天上去了。皇长孙也是一片孝心，陛下不必苛责。他以后可是要执掌大权的。从前我认为他仁义孝顺，但是现在来看，无论做什么事迟疑不定，又有妇人之仁，容易听信别人的话，这样的人如何能做得了95之尊？这要是换成了朱偏，他就算答应方景龙的请求，也必定会让方景龙付出一些代价。还有朕的那些儿子们，无论是朱棣、朱伯，都不会被人如此拿捏。当然，陛下的皇子们个个智勇双全。徐达呀，他们就番都有些时日了，要不今年过年让他们进京述职吧？朕好久没见他们了，有些想他们了。哦，10几个藩王齐聚京都，那造成的影响可是极大的。难道老朱心里有了易主的想法？我的妈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那我派人通知各位藩王，我穿越成朱元璋的儿子，偷偷打造最强王国。老爹朱元璋微服私巡，当场下傻，直呼要把皇位送给我。老徐啊，上次你说要为朱偏找一门亲事，我觉得这件事不错，你觉得哪家的姑娘好啊？这时代讲究门当户对，而朱偏身为皇子，所以有资格与朱偏联姻的人家，也只有大明朝的开国元老以及庙堂之上的一些实权大臣了。找谁好呢？对了，汤和不是有个女儿吗？就她了，陛下。汤和膝下有一嫡女，28年华，单名一个心字，听说美丽动人，就是有点凶神恶煞，陛下可否中意？
不错不错，刚好可以帮我收拾收拾我的便宜儿子，想打他无数次了。小桂子，去把汤和叫来。是，陛下。微臣拜见陛下。唐爱卿最近身体可好啊？陛下为什么突然召见自己？难道因为是最近去了红花楼，被人举报了我没给钱就跑了？托陛下的洪福，老臣身体健朗。现在咱们年龄大了，你可要好好注意身体呀！你妹的，皇上真的知道了！操，那个破该仔举报老子！皇上啊，微臣知罪啊！我那天晚上喝多了，走的时候不是故意不给钱的，真的你要相信我，我等等就去把钱付了。老汤啊，你咋了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钱啊？皇上，你原来不知道啊？我还以为你知道。我去红花楼玩，没给钱就跑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谁举报我呢。我尼玛！汤和你说什么？你居然敢去那种地方玩？你是不是嫌你这身衣服不好看啊？不想要了，我就帮你给脱了。操，说漏嘴了，皇上别息怒，老臣再也不敢了。你是知道我家那只母老虎的，我这也是愁的没办法了才去的。哎，算了，朕找你是另外一件事。朕听说你膝下有一女，名叫汤心，听闻长得貌美如花，性格也是温婉贤淑。朕也不瞒你，想和你做个亲家。哦，自己的女儿要嫁给皇家了，自己身为大名鼎鼎的信国公，就算要嫁给皇家，自家女儿也不会做妾，应该是正妻。可朱元璋的儿子大多已经成亲，和自己女儿年龄相当的，那就只有一个答案了。皇太孙朱允文，难道自家的祖坟冒青烟了？自己的女儿未来要当皇后，母仪天下了吗？和陛下做亲家是老臣的荣幸。哎呀，不错哦，这么快就同意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什么时候朱骈进京了？安排两人见一面吧。朱骈是哪一位？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勒个槽，原来是18皇子啊！3年前被分到岭南，至今杳无音信。自己的掌上明珠要去岭南那旮旯受苦，自家的母老虎还不得生死了自己。你把女儿的生辰八字写下来，朕安排人算一算，如果八字合得来，今年就把亲事。陛下啊，老臣岂敢高攀，多谢陛下的好意了。不过小女年龄还小，婚事打算过2年再做打算。汤爱卿啊，你不知道，朕的18字文武双全，仁义忠良，你闺女嫁给他不会吃苦的。不妥，小女长相丑陋，性格又差，主要怕委屈肃王殿下。我说汤和呀，这件事你同意的嫁，不同意也得嫁。当年要不是朕救，你早就被箭射死了。此刻是你报答朕的时候了。还有刚刚你去红花楼玩的事，我也可以不告诉你媳妇，不然你懂的。自己家的宝贝女儿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那多谢皇上了，老臣告退了。今天陛下训斥你了吗？为什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？是不是又想其他的狐狸精了？信不信老娘让你今晚下不了床？说什么呢？还不是皇上，他要是训斥我就好了。陛下找我说媒呢。说媒，这是好事啊，那你干嘛不开心？好什么？说的是咱们家的星儿，要把星儿嫁给肃王。肃王是谁啊？就是18皇子朱骈，他3年前就封到岭南了，我哪知道他是谁？岭南，那个穷的裤子都穿不起的岭南。我说汤火啊，咱就这一个宝贝女儿，你可不能把她往火坑里推啊！小四，召集部队，我们出发。大王，别急啊，我们从长计议，慢慢来。本王待你们犹如兄弟一般，现在有人欺负自己的兄弟，本王身为大丈夫，岂能不去报仇？待我抓到欺辱你们的君王，割下他的脑袋当夜虎。大王，这些不过是蛮夷，为何要帮助他们，拉拢他们也不知道啊？你懂个屁！岭南全域的汉人不过只有4成，要是没了他们，本王这个王当的还有什么意思？再说，你不真心实意的对待他们，那他们又怎么会真心实意的对待你？大王说的是，可是大王，如今的安南是陈氏朝廷和咱们大明建立了宗藩关系，陛下也将安南国列入不争之国，您这样做会不会破坏双方的友好关系？安南也配？本王又不是去砍陈氏王朝的头，只不过边境有个土司肆意妄为，本王替天行道。要是陈氏王朝识相点，就乖乖的献上土司，要不然本王亲征河内。大王，可是咱们只有3000兵卒，恐怕连土司都打不过啊！我麾下将士个个以1当百，3000将士那就称得上是30万大军。30万大军征讨安南的土司，岂不是手到擒来？你别忘了，本王自幼学习兵法，14岁就上了战场，亲手砍了安邦彦的头颅。现在又有30万将士，难道搞不定小小的土司？可是大王，你又不能这样吹的啊！
没什么好可视的。再者说，我们又不是西南方面的蛮夷，咱们是讲究战术的，只要战术运用得当，便是10倍、100倍于我们的蛮夷也能轻松击溃。大王，打仗的时候还请你坐镇后军，你可不准冲第一啊！本王又不是3岁小孩，岂能做这种傻事？安南与交趾的边界处有一李氏土司，这土司依靠安南的陈朝，肆意在此地为非作歹，时不时抢掠大明汉人的财物，欺压周围的土司，搞得周边的百姓怨声载道。一旦大明的军队来袭，李氏土司就迅速缩进安南境内，等风声过去之后，再大摇大摆的出来，继续欺压周边的土司。所以李氏土司愈发强盛，甚至还效仿大明的制度，在土司内部设立了官员，安排了军队，所以这次出征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李氏土司。是，臣立刻整队兵马，帮大王拿下这个土司。大王抓了几个俘虏？将他们全放了，让他们告诉李氏土司的首领，我大明来复仇了。首领，大明的肃王让我们告诉你，叫你把脖子洗干净，他要来嘎你了。好，快收东西搬家，我们去陈朝躲着，等他们走了，我们再回来。快动起来！首领，他们明军只有3000人马，我们为什么要跑啊？什么3000人就想杀我？我感觉我又行了，你们立刻支棱起来了！就这些人还想要讨伐我，这不是拿鸡蛋撞石头吗？要是自己能亲手击败明军，然后献给安南朝廷，那么安南国王也会高看自己一眼。董卓，你去联络周围几个较好的土司，要求他们也出兵，叫他们立刻和我一起去活捉那个号称天下第一帅、玉面小白龙的肃王。其他人跟我走，咱们出城迎战。你就是肃王的小弟，是子良，居然敢带3000人就敢来打我！小李，试试看我的3000人能不能赶了你的西瓜。兄弟们，给我冲啊！大王，我厉害吧？这个人就是李氏土司的首领李守度。厉害，小四啊，我感觉你的名字不适合你现在的身份，要不我恩赐一个名字给你，保证适合你现在的身份，而且特别牛逼。真的，大王，那太好了，以后你就叫李云龙吧。徐达，命你点10万大军，亲自把这庶子给朕抓回来。小李啊，本王厉害吧？本王一出马，南方的那些土司就立马俯首称臣。对对对，大王，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，文韬武略天下第一，帅比潘安。小李啊，你也很不错，这次成绩满分10分，但是本王只给你9分，剩下的1分怕你骄傲就不给你了，好好努力，争取下次拿满分。大王说的对，可是大王您出征2个多月了，当初张大人让您2个月内返回，您可是误了时辰了。我们再不回去，你就不怕张大人罢工啊？那老头一旦倔起来，10头牛都拉不回来，咱们还是快回去吧。李云龙，是不是感觉嘎了李氏首领你就飘了啊？那么早回去干嘛？好不容易出来一次，不好好玩玩，对得起我吗？趁我现在还没回去，让张老头多做点事，我回去也好少做一点。别啊，大王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再不回去，张大人拿你没办法。可是我还打算泡他孙女的，到时候让他知道我跟你在外面玩，没劝你回去就断了我的联系。我去找谁哭去啊？大王，你别坑我啊！我们回去吧。你居然为了你的幸福，打算葬送我的快乐。等我回去就给他孙女赐婚，我让你看得见吃不着。行啊行啊，回吧，烦死了。微臣拜见大王。长史啊，我终于回来了，你可是不知道啊，我有多想你啊！本王这2个月风餐露宿，经过了几番大战，终于荡平了那些嚣张的土司。哎，这些日子本王过得不容易啊！您知道，交趾安南一带山高路陡，又有野兽侵袭，本王真没想到这场战事如此艰难。本王这些天来吃不饱穿不暖，都瘦了好几斤。虽然战事凶险，但是我不敢忘记长史的安排，所以星夜兼程赶了回来，晚了几天，还请长史
使不要见怪啊！你妹的，说的这么惨，你让我如何摆烂啊？还好意思说自己瘦了几斤，明明肥了一圈了，当我眼瞎啊？我咋就这么倒霉啊？遇到一个这么混蛋的大王，我还是赶快辞职吧，不然迟早要累死在你手上。大王你能平安回来，老臣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些天来，幸好有长史操心岭南的事务，长史不愧是儒家之典范，本王心中钦佩至极呀！你妹的，你高兴的时候就夸我是大儒，不高兴的时候就骂我是儒家的败类，能不能别那么脸皮厚啊？真想来一句老莫我想吃鱼了。多谢大王，这是臣应该做的。好了，咱们进城吧。大王，你又是给朝廷写信了？对呀，按照惯例，每个月都要往朝廷写一封信，本王这2个月都忙忘了，现在得赶紧补上。父皇见字如晤，岭南的百姓凄苦啊！南方的土司欺我岭南百姓弱小无力，竟联合起来一同劫掠我岭南，我岭南百姓受损极大，十室九空。本王见此惨状，心中忧虑，吃不下饭，决心率领全体将士抵御土司侵袭，是与岭南百姓共存亡。速王朱骈泣血以告父皇。几个月不见，我家大王的脸皮又厚了。你都率领着将士打到大明的边界了，那些土司看见你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，你竟然把土司描写的这么残暴，您礼貌吗？大王啊，要是朝廷知道了咱们岭南的情况，您这可就是欺君之罪，到时候朝廷怪罪下来，那怎么办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咱们岭南天高皇帝远的，而且我父皇天天日理万机，怎么可能关注到咱这个小小岭南啊？你想多了，走，我们去大街上看美女。大王，您刚回来，还有很多奏章没处理呢，我看还是先处理些吧。本王打了2个月的仗，就不能歇歇吗？吕青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想害本王？我看你就是存心的想累死我。吕青啊，我感觉你这个名字和我相冲，要不我给你换个名字如何？大王的名字很好啊，怎么会和大王相冲呢？你可不知啊，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仙人了，他跟我说，城中有一男子名吕自清，和你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被你唠叨死，然后我问了破解之法，就是给你改名。你特么的在逗我啊，还唠叨死，我看就是你想给我改名吧。大王啊，我的名字是我爹娘取的，不可改啊，改了就大逆不道了。吕青，本王告诉你，为了我的快乐，你必须改名。你的名字我都已经给你想好了，以后你就叫楚云飞吧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你改也得改，不改也得改。这下我左手李云龙，右手楚云飞，下集改什么名字了？你们评论区给我想一个吧。禀报大王，来信了。没看见本王正忙着的吗？把信给我先扔到一边，我要出去看美女。大王，是朝廷的来信。你觉得朝廷的信件有本王看美女跳舞重要吗？大王，朝廷要求您回京城述职。我一个岭南的皇子，从来没有引起过朝廷的注意，怎么会突然让我回京城呢？大王，这信上说，今年陛下要召见所有藩王。哦，这样啊，把本王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本王引起朝廷的注意了呢。那大王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去京城？本王没打算去京城啊。可这是陛下的要求，您怎么能违抗呢？本王写一封回信不就行了？父皇明鉴，冬日已至，土司攻势愈发凶狠，本王身为藩王，岂能舍弃臣民自行离去？本王欲披甲戴盔，誓死抵抗土司，保卫岭南百姓安全。常言道，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，为了岭南千千万万的百姓，请恕儿臣不能前去京城尽孝，儿臣朱骈敬上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微臣叩见陛下。徐爱卿啊，快快请起。徐爱卿这次去岭南可是耽误了不少时间啊。是的，在岭南遇到了一些事。那购买东西一事没有被耽误吧？启奏陛下，没被耽误。老臣这一次共购买了3万两的东西，有镜子、茶叶、美酒、丝绸等等，足够咱们卖3个月之久。3万两，好啊！这3万两的东西，要是能全卖出去，恐怕能卖到10万两银子。到那个时候，大明的齐军就能建成了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这都是爱卿的功劳。等东西全卖出去了，
朕给爱卿记一份功。多谢陛下。陛下您瞧瞧这个，它名字叫做番薯，是肃王殿下发现的，味道甘甜，可以当做百姓的主食。这番薯亩产12担。等会，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老臣说这番薯亩产12担。此话当真？老臣亲眼所见，亲自见到士卒从地里面刨出来番薯称量，一丝都不会错。这番薯是朱托那小子给你的？对。那朱托为何不亲自献给朝廷？陛下，我看肃王殿下胸襟开阔，不在乎个人得失，是有大志向的人。老臣这辈子没佩服过别人，肃王殿下算一个。能让你徐达佩服，真不愧是朕的如虎。这东西种植条件苛刻吗？不苛刻。肃王殿下曾说，这番薯平均3个月成熟，每年2熟，并且它的叶子可以做菜，它的根茎可以做麻绳，它全身上下都是宝，而且它还适合干旱地带。要是这东西推广到全天下，那大明的百姓岂不是再也不受灾荒的影响了？等朕之如虎到了京城，朕立马赏赐他一个媳妇。陛下，老臣在岭南逗留的这些时日，不光见识到了番薯，还有其他的事情。哦，还有什么事？不会是他又调戏了谁家姑娘吧？你给朕详细说说。肃王殿下亲征南方土司，降服土司20余个，并施予恩威。现在那些土司首领对肃王殿下俯首称臣，肃王殿下行教化之事，想必有个10余年光阴，那些地方的百姓就会变成了汉人。不错不错，朕的如虎可谓是有勇有谋，不愧是我的种。不过像土司大规模用兵，应该向朝廷报备的。算了，看在他献上番薯的份上，就不打他屁股了。还有岭南少铁，肃王殿下在岭南境内发现了铁矿并开采，朝廷怎么不知道？因为肃王殿下没上报朝廷。这庶子竟然私自开采铁矿，他胆子也太大了，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？等他来了，看老子不抽死他丫的！陛下，肃王殿下献上了番薯。算了，朕饶了他这一次，大不了打轻一点。陛下还有呢，你听完了再做决定吧。肃王殿下为了让百姓富裕，私自铸了一批钱币，现在已经流入了岭南市场了。什么？这庶子竟敢私铸钱币？陛下，肃王殿下献上了番薯。他还犯了什么事？你给我一一道来。肃王殿下出门乘坐6匹马拉的车驾，岭南有披甲的部队10万，肃王殿下私自开采盐巴并贩卖。这庶子简直无法无天，朕制定的法令竟是同无，他还是大明的藩王吗？分明就是一个反贼！这庶子简直反了天了，老子现在恨不得现在都飞过去抽死他丫的！陛下，肃王殿下献上了番薯。我尼玛！等着庶子来到京城，朕非要亲自管教他，让他知道为什么花那么红。陛下，岭南的急报，给我念。父皇，见字如晤，岭南的百姓凄苦啊！南方的土司欺我岭南百姓弱小无力，竟联合起来一同劫掠我岭南，我岭南百姓受损极大，实是九空，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。为了岭南千千万万的百姓，请恕尔臣不能前去京城尽孝。你看看，这庶子在信里把岭南写得多惨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岭南百姓全死绝了呢。要不是老子去过，说不定还真相信了他的鬼话。真当我老虎不发威，当朕是病猫吗？徐达，命你点10万大军，亲自把这庶子给朕抓回来。陛下要慎重，要慎重啊！肃王殿下对大明忠心耿耿，或许他只是不想来京城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倘若朕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，还怎么做这个天下之主？我倒要看看这庶子还能生出什么幺蛾子。给朕拿纸笔来，朕给他亲自回信，给朕点骑兵马，朕要亲自去抓他回来。吾儿奋勇杀敌，朕心慰呀。但是岭南地广人少，军纪散漫，恐怕难以抵挡土司的进攻。朕心里担心吾儿夜夜难眠。今日便点其10万将士，朕亲征安南土司。倘若吾儿身死，朕将亲手为你报仇；倘若土司伤你一根毛发，朕便嘎了土司百姓。吾儿坚持住，你爹马上就率军支援你了。徐达，你觉得这样写怎样啊？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皇上的笔锋，这世界独一份。继续加油哦，我看好你哦。老徐啊，你这拍马屁拍得太明显了呀，下次隐晦一点。这封信给我加急，我倒想看看他又想来什么花样。大王，朝廷又来信了。这么快，拿给我看看。我去，我这便宜老爹有点不对劲啊！哦，大王，这说明陛下心里记挂着大王啊，这不就是传说中捧在手里怕掉，含在嘴里怕化了吗？
放屁！楚云飞，用你的猪脑袋好好想想，你说说本王什么时候这么受宠过？本王来岭南3年多了，我那便宜老子对我从来就是不闻不问的，这突然间就要亲征土司，还打着为我报仇的旗号，不觉得其中有阴谋吗？叫你多读点书，你不信，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明白。楚云飞这名字，你白白的侮辱了。你妹的！你以为我想叫楚云飞啊？老这名字叫得好好的，你他妈回来就给我把名字改了，我去找谁说理去啊？还有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？好端端的父子之情，你竟然认为其中有阴谋，这不是纯纯的有被迫害妄想症啊！大王啊，最近西城新开了一家精神病医院，要不我带你去看看吧？你这病现在还有得医。滚！朱元璋是谁知道不？那可是从一个放牛娃一路杀到了95之尊的狠人，手上沾满了多少人的西瓜，你不知道吗？就连他最器重的儿子朱棣都被派往北方镇守，出征蒙古。你觉得我那便宜老爹会为了我这个毫无存在感的18皇子要亲征土司为我报仇吗？大王，那你觉得陛下现在在搞什么阴谋啊？看这封信的意思，陛下很快就要率军来岭南了。卧槽，现在不是考虑有没有阴谋的时候，而是我那老子真的来岭南的话，咱们就真完蛋了啊！父皇，上天垂怜，我率领岭南将士浴血奋战，经过3天3夜的厮杀，数次打退敌人进攻。虽然岭南将士的伤亡在不断增加，但英勇的将士们无所畏惧，现各个土司已被我等击破，他们无力再组织进攻。愿父皇圣安，请勿打扰，谢谢。写好了，楚云飞马上800里加急，迅速送往朝廷，务必赶在父皇出征之前。大王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京城对你来说是龙潭虎穴吗？您大不了去一趟，见见陛下，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啊？你懂个屁！等本王到了京城，下场只有3种，第一种就是上吊自杀，第二种就是自焚，第三种就是搂着猪睡觉。你让本王选哪个？叫你读书，你要弹珠珠，亏你天天和我在一起。不行，你太蠢了，我要给你改名，冲冲你的智商，以后你就叫高启强吧。还有，每天回去多给我看看《孙子兵法》。你妹的，你是不是给人家改名？改上瘾了啊！一集改一个。再说了，你老子不爽你找你老子啊！大王啊，你换个人改吧，我爹还在啊，我怕我下班回去，我爹知道了会打死我的。你再避避，我下集给你爹的名字也改了。启奏陛下，岭南肃王殿下的奏章来了。给我念。操！这个猪骈还在把朕当猴耍呀，竟然死活都不愿意来京城，朕就不相信治不了你。吾儿啊，朕看了你的功绩，不愧是我的儿子，没给你爹丢脸。可是爹的年纪大了，一天不如一天，爹想你啊。而且爹给你在京城相了一个亲，这妞贼美，这可是你爹专门留给你的呀。800里加急，3日之内必须送到岭南。是，陛下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陛下要求藩王进京，各地藩王积极响应，但是岭南的肃王竟然不应召，甚至还写信回绝了。岭南的肃王真的那么胆大包天，竟然连他老子的命令都敢违抗？你说会不会肃王想造反啊？别说了，现在这时期小心祸从口出，快走快走！父皇真够昏庸的，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当我是货物吗？居然给我打感情牌，还给我说了一门亲事，让本王去京城定亲。大王，这是好事啊！陛下亲自为大王安排的亲事，想必十分妥帖。好个屁！本王就说父皇那昏君怎么会对我这么亲切呢？左一句无二长，右一句无二短的，没想到啊，本王只是他联姻的工具。大王，您是不是想多了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古往今来，男子成家不都是这样吗？你懂什么叫自由恋爱吗？哎，算了，咱俩有代沟。你大王我啊，心中向往着自由的味道，像现在多好，没事泡泡妞，还没人管多好。他居然打算拿我的幸福去联姻，你说他混不混蛋？大王啊，陛下好歹也是一片好心，要不你就从了吧。你说的简单，父皇向来冷血无情，我又是极不受宠的皇子，父皇说不定为了和什么家族联姻，逼着本王去娶肥大腰圆、蛮横无理的女子，本王怎么从啊？再说本王性格敦厚又温文尔雅，要是娶一个恶妇，那不是天天被他欺负？难道你就不心疼你家大王？你妹的！你要是算得上温文尔雅，那世界上就没有粗暴的人了。你怕是指定对自己的认知出现了问题。
大王啊，这婚事好歹也是陛下钦点的，哪有这么夸张？你还别不信，以我老子的手段，让本王娶一个恶妇还算好的。说不准啊，那女子缺胳膊少腿，一说话就流口水，要不然我老子怎么会千方百计逼着本王回京？那大王你还回京城吗？不回，打死本王也不回。我再写一封信，父皇啊，土司未灭，何以为家？儿臣朱骈一日不剿灭土司，一日不定亲。快，800里加急，交给我老子。听说了吗？苏王心里根本就没了朝廷，甚至和南方土司勾结在一起，狼狈为奸了。还有人说，蜀王在岭南作威作福，欺压百姓，逼着百姓卖儿卖女，所以不敢来京城，怕受到朝廷的责罚。我可是听说皇帝陛下动了策反的念头，甚至要将苏王下诏狱。汤和，我嫁给你几十年了，好不容易过几年安生日子，杏儿那么好的一个姑娘，你既然要把她嫁给苏王，你还是他爹吗？你配做他爹吗？我能怎么办？这是陛下的主意。那你就去找陛下，你跟随他戎马半生，你怕什么啊？陛下又不能吃了你，你咋就不敢跟他干一架呢？杏儿从前是多么爱笑的姑娘啊，就是因为你为了头上那顶的官帽子，不敢得罪陛下，所以才将杏儿嫁给那岭南的肃王。现在杏儿整天把自己关在闺房里，以泪洗面。媳妇，你先别生气，也许肃王人品还行呢，对不对？你居然说还行？那京城谣言满天飞，你没听到吗？那肃王无法无天，横行霸道，竟然连陛下的命令都敢违抗，天底下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？杏儿要是跟了他，恐怕没2年就该被满门抄斩了。我可告诉你，杏儿要是嫁给那个朱骈，我就不活了。你直接说去不去找陛下？夫人啊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太清啊，你来找朕什么事啊？陛下啊，老臣年龄大了，身子骨也不好了，说不定哪天就归西了。膝下就一个宝贝女儿，想让她多陪老臣几年。你身体不好，还去红花楼玩，你完了还不给钱，你这是打算白嫖啊？你信不信我昭告天下，让他们来说道说道？陛下，你这样就有点过分了，做人可不能这么做。想想当年你和马皇后拍拖的时候，我可是帮你盯过梢的，你现在怎么能过河拆桥啊？那你就别逼逼。再说了，女儿年龄大了，总归是要嫁人的，对不？话是这么个理，可是我女儿嫁给谁都可以，但是不能嫁给肃王啊。听外面的传闻就知道肃王无法无天，视朝廷为无物。汤和啊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谣言，肯定是谣言，你就放心好了。朱骈这小子性格谦逊有礼，人又聪慧，而且还英勇果敢，你家女儿和他成亲，绝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皇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可是现在的京城四处都在说，陛下连续要求肃王进京几次，肃王都置之不理。这个呀，朱骈这小子在岭南有事耽搁了，所以还没启程。那些谣言你不必理会，把心放到肚子里。以后啊，咱们就是启奏陛下，岭南800里急报。这数字简直要反了天了！老子好声好气劝你来，你竟然死赖在岭南的就不来，给朕点骑兵马，朕要亲自去抓他回来。我尼玛，你还敢说这是谣言？你看看你气成什么样了？你这不是纯纯的逗我开心吗？陛下息怒，保重龙体啊！给我写信，就写朱骈庶子再不来京城，岭南就给我撤藩。太清啊，你不必多讲，朱骈这小子啊，虽然有点肆意妄为，但是性格还蛮好的。这2个孩子的亲事不耽误，等朱骈来了京城，就让这2个孩子定亲吧。你弟弟就叫高启盛吧，妹妹就叫高启兰。云飞啊，我真傻，真的。我只知道要隐藏岭南的实力，可是没想到父皇竟然拿我的幸福去联姻。我真蠢，早知道先找个美人成亲了，失算了啊！你烦不烦啊？这几天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大王，朝廷的信来了，快拿来我看看。看来本王必须要去一趟京城了。哎，天要亡我，为之奈何啊！古有岳飞12道金牌被召回京城，今有我岭南肃王3封信被召回京城，苍天待我，何其宝也！大王您这牛逼可以啊！您确定你的名声比得上岳武穆？本王名声甚好，岳武穆能及本王10分。这一次你和我一块去，还有把李云龙带上，我还不信有你2个保护神在，我还能吃亏。老高啊，你的孙子兵法这段时间看得如何了？大王，你放心吧，这几日我每天日日夜夜的看书，我已经熟读了所有章节了。不错不错，对了，你有弟弟吗？大王，我家我排老大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。这样啊，那我给你弟弟和妹妹都取一个名字吧，你弟弟就叫高启盛吧，妹妹就叫高启兰。
大王别啊！我爹知道我改了名字后，已经气得吐血了。这次让他知道弟弟妹妹都改了，我怕他一觉睡醒就嗝屁了。大王啊，你要不去京城祸害其他人吧？老高啊，我是为你好啊，这个名字很有含义的。还有，如果你遇到一个叫老莫的，你一定要对他好一点，知道不？他可是你的贵人啊。云飞，你将这消息迅速通知岭南的各个官员，就说3天后本王去京城溜达一圈，很快就回来了，让大家别担心。大王，您真的要去京城吗？是啊，我也不想去啊，我再不去，我爹就要砍我头了。哎，大王这一去京城，我等可怎么办啊？大王能否给朝廷说说，晚些日子再走啊？长史啊，患难见真情，真没想到啊，满朝文武只有你舍不得本王走。那个老臣确实舍不得大王走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本王平日待你不错，所以你才舍不得我走吧？云飞啊，你看看，你以后可要多学学张大人啊，这叫什么知道吗？这叫患难见真情。大王啊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想你慢点走是因为您去了京城后，岭南的政务就要被耽搁了，老臣抽了一些重要的政务，想请您把这些政务给处理了，然后再动身去京城。大王啊，你不是还有3天才去吗？要不这3日，大王挑一些重要的政务处理，应该不会耽误大王启程的。你妹的，张老头，亏我对你这么好，还以为你心中有本王，没想到你蛇蝎心肠啊！本王都要去京城了，你竟然还让本王处理政务，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了？云飞，咱们要多久才能到京城？按照咱们的速度，还需要10余天。京城啊，本王都快忘了是什么模样了。大王，您3年没回过京城了，这次回去肯定陌生了。不过您只要能记住陛下就行了。说真的，我还真的忘记我父王长什么样子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知道穿龙袍的那个就是我父皇就行了。不会吧，大王，您还真把你老子给忘了？忘了又能如何？父皇又不知道我把他给忘了。再说这都3年了，父皇估计也记不起来我长什么样子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大小姐不见了。什么情况？小姐去哪了？午后，小姐在院子里坐着，说是要看一会儿书，就让我们出去了。等过了2个时辰，我们想问问小姐晚饭要吃什么，可进了院子找了一圈，也没找到小姐的踪影了。要你们还有什么用？还不赶紧通知府里的仆人，全部派出去找星儿。要是3天之内找不到星儿，我要你们好看。是。我的星儿离家出走了，这下我可怎么向陛下交代啊？你们一个个傻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去找，把全京城都给我翻过来找一遍，也要找到你们的大小姐，记住没有？是，老爷。这位兄台，可否借我一些银子？我去，没想到这妞居然玩 cosplay。云飞啊，快拿银子给这位兄台。太少了，给这位兄台拿50两银子。公子啊，你这也太大方了吧！少说废话，快点。你还没吃饭吧？正好我一个人闷得无聊，正想找个伴。哇，这位公子好帅啊，我好想给他生猴子啊。你确定吗？让我和你一桌吃饭啊。当然啊，这些菜够不够？不够我们再点一点。够了，够了，谢谢您借给我的50两银子，我会想办法还给您的。自家大王什么时候这么好心肠了？奇了怪了，这里面肯定有古怪。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？平常扣得一毛不拔的人，就算施舍给别人东西，都会先长篇大论说一顿，哪像今天这么干脆，还这么温柔。无妨，出门在外遇到难事在所难免，这些钱财不算什么，不还也没关系。你人真好。大王，你为什么？你没发现她很漂亮吗？大王，您难道对漂亮男人也有兴趣？那我跟在你身边那么久，你别讲什么呢？她是女的，长得非常漂亮，女扮男装罢了。哦，我说呢，怪不得大王这么好心。够不够吃？不够，我再让小二上菜。我吃饱了，谢谢你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我对每一个人都一样，我从小学习4书5经，熟知礼仪。夫子小时候告诉我要温润如玉，彬彬有礼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谨遵夫子的教诲。你人品真好。你不是第一个这样说我的人。你要去哪里呀？是要去京城吗？咱们结伴同行如何？我不回京城。那你家在哪里？我让侍卫把你送回去。爹爹不要我了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爹爹啊？
那你去京城做什么啊？我爹年龄大了，瘫痪在床上，一个人在京城孤苦无依，行动不便，给我写了好几封信，让我去照顾他。你爹爹没有其他子嗣吗？还非要你回去？有，我的哥哥很多，但是他们从小就欺负我，他们嚣张跋扈，自幼殴打我，我不敢声张，也不敢哭泣，每日认真读书写字。我爹爹也不宠爱我，每天看着他们欺负我，也不帮我。我自幼悲惨，也没什么朋友，有什么苦都是自己一个人承担。13岁的时候就远离家乡，去了外地奋斗，凭着自己的本事挣下了一份家业。事到如今，我爹爹年龄大了，那些哥哥们嚣张蛮横，不愿意照顾爹爹，爹爹便给我写信，我于心不忍，千里迢迢来到京城照顾爹爹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你真的很了不起啊！谁能找到你这样的夫君就好了啊！不过你哥哥们真不是东西。对了，你爹也不是个东西。今天认识你很高兴，我先走了。我真的服了，为了泡妞真的是不择手段啊！你厉害，你青岛，你了不起。我强都不服，就服我家大王忽悠人的本事。兄台还缺少什么吗？我不要东西了，我只是想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以后有机会把东西还给你。相逢便是缘，这些东西便送给你了。不妥，爹爹告诫我，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东西。其实我是女儿身，故意装扮成男儿的。你竟然是女儿身，为什么要装成男儿呢？我爹爹要把我嫁给一个恶人，听说他嚣张跋扈，不学无术，动不动就打骂别人，我不愿意，就逃出来了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爹啊？看来你那个未来夫婿也不是东西。对了，明天我能不能和你一块返回京城？可以啊，你不是说你爹爹逼你？这次我回去后就明确告诉爹爹，我不愿意嫁给那恶人，说什么都不愿意，我要嫁就嫁给你。好，要不你把那恶人的名字告诉我，我帮你教训他。你打不过他的，万一再伤到了你怎么？李云龙，你说咱们岭南能募集多少兵力？我操！大王，您不会真要谋反吧？大王啊，咱们明天就进京了，是不是要准备呢？有什么好准备的？你没有看到本王在忙大事吗？忙完了再说。可是大王，您不能被女色所误啊！陛下还给您说了一门亲事。本王英明神武，怎么会被女色所误呢？本王这么做是有含义的，到时候拒绝定亲也有了理由，你懂个屁！大王，您刚才还说自己彬彬有礼，从不说脏话，你这出口成章，你确定你礼貌吗？那是对女人，等我什么时候送你去泰国变成女人后，我也保证对你彬彬有礼。我操！咱们京城古称金陵，乃是佳丽之都，越往南越热。到了琼州、儋州那些地方，冬天比咱们夏天还热，男子都光着膀子。那再往南呢？我看书上讲，天涯海角往南，还有个什么国家叫做吕宋，对吗？对，不过吕宋还不是最南方，到了最热的赤道，连人都晒成黑的了。昆仑奴吗？比昆仑奴还黑，要是晚上出门，只能看到2排白牙。那所谓的赤道是不是就是最南方了？不是，赤道只能算是中线，在那一边还有个国家，那个国家有几种动物，叫袋鼠、鸵鸟，很有意思，等以后有机会带你去。公子，我们到京城了。你路上跑那么快干什么？你是被狗撵？云飞啊，我不是告诉过你驾车要慢一些吗？要注意安全，下次要注意，记住了没？操！好的，大王。那我就先走了，这个送给你，这是我自己绣的，真好看，那我就收下了，谢谢你。离别在即，你没什么送我的吗？啊！卧槽，我向来都是跟别人要东西，还没有送过别人东西。你等等，我找找看。戏文里的才子佳人离别的时候，才子都是赠一首诗给对方，要不你也赠一首给我吧。大王就是典型的文盲，这下装不下去了，这下看你如何是好。有了，阅尽天涯离别苦，不到归来零落花如许。花底相看无一语，绿窗春与天俱没。待把相思灯下诉，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。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瓷树。好诗啊，这首诗简直写得太好了，整个大明朝几乎没有比这首诗更好的了。卧槽，又被他装到了。牛叉，这都能混过去。等等问问大王去哪抄的，我也抄几首，回去就给张卫的孙女送过去。
还不怕他不喜欢我？你在京城住在哪里？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我先住在驿舍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大王，你那首诗是从哪抄的？还有没有多的？给我也来几首呗，我到时回岭南也好装一首。放屁！本王练习诗词时长2年半，无论是唱跳 rap 都不在话下。3岁10千字，5岁背唐诗，10岁就能出口成章。我操，牛逼！大王，您终于正常了。这一路下来，我好怕你憋不住，暴露了自己的德性。走去驿舍，然后将本王回到京城的消息告诉朝廷。大王，我刚刚出去打探，最近京城传遍了您的名号。什么情况？自己在岭南蹲了3年，一直默默不闻的，怎么名头在京城这么出名呢？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？外面都在传大王你要造反。我操！我啥时候说要造反了？我咋不知道？这他娘的是谁在造老子的谣言？活腻了！大王，麻烦了，外面的小乞丐都知道了您想要造反，那您造反的消息肯定传遍京城啊。到底是谁走漏了我要造反的风声？呸！到底是谁造本王的谣言？自己在岭南蹲了整整3年啊，就是为了不引起京城的注意，为了躲过以后撤藩的危机。我容易吗？可没想到的是，在京城我的名号竟然传开了。可这传的什么玩意？他们的说劳资要造反。大王啊，您不会真造反吧？放屁！本王一向忠君爱国，造哪门子的反？你速速给我去查清这谣言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回来禀报本王。是，大王。大王，我们完蛋了，我们赶紧跑吧！我听说皇帝已经准备了500刀斧手，只带大王进殿，然后将大王你砍死在大殿上。而且现在外面到处有卖你的书籍，这是我在外面买了2本回来，你看看。操！特喵的！哪个大聪明写的本王挖地洞造反的可能性最大？从城外挖一个地洞直通皇宫，然后干掉皇帝，自己当皇帝。我家那个便宜老子平日里那么严苛，现在谣言传得沸沸扬扬，也不把这些人全都拉出去砍头。大王，要不咱们赶紧逃吧，趁现在还没引起朝廷注意，咱们回岭南。放屁！本王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们说父皇不会真的想要杀了本王吧？大王，您在岭南经常骂陛下昏庸，是不是被朝廷发现了？不会吧？父皇身为一国之君，能计较这些事情，心眼不至于这么小吧？李云龙，你说咱们岭南能募集多少兵力？我操！大王，您不会真要谋反吧？瞎说什么呢？大明百姓好不容易过上几年安生日子，我怎么可能造反呢？我想的是，要不逃跑，或者打到安南，自己做安南国王。大人，外面来了个宫里的亲使，说陛下有旨意。卧槽！自己刚进城几个时辰，朝廷那边就已经知道自己来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朝廷一直在监视自己呀！完蛋了，不会真要杀我吧？大王，您从后门走，我殿后。走个屁！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哎，你看，本王早就说京城比龙潭虎穴还可怕，这下你们相信了吧？是我的错，早知道就不劝大王来京城了。哎，谁能想到大王造反的消息竟传遍了京城呢？放屁！本王什么时候造反了？本王对大明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。不知道哪个小兔崽子在背地里造我的谣，要是让本王抓住，非活剥了他！殿下，陛下派咱家传个口信，明早让殿下您要参加早朝。啊！我一个藩王，为何参加早朝？这咱家就不知道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大王，您还记不记得传遍京城的谣言，说是在奉天殿门口埋伏500刀斧手，只要您进了殿，必定血溅当场。云飞，给我拿纸和笔来。大王，这是。云飞，明天本王上朝后，你将这里的消息告诉岭南，让那些岭南官员赶紧逃命，以免受本王牵连。还有啊，你一定要抓住幕后凶手，还本王一个清白，也好让我瞑目。到时候把这4个大字贴在墓前，再给本王编点典故，说不定啊，过个几百年后，你大王我也能和岳武穆齐名了。大王，你真的，我哭死。徐爱卿啊，已经通知朱骈参加明天早朝了吧？已经派人去通知了，陛下，这京城的谣言越传越广，对肃王殿下的名声不利啊！陛下您图什么呢？为什么非要散播这些谣言呢？朕3令5申，让这庶子迅速来京，可他倒好，磨磨蹭蹭，拖延了好些日子才来。要是不给他一个教训，
他岂不是拿朕这个皇帝是泥捏的？何至于此啊！肃王殿下一向对大明忠心耿耿，您散播这样的谣言，要是让肃王殿下知道了，不是令他心寒吗？那就不让他知道。恐怕肃王殿下此时真以为陛下要杀了他呢。其实朱骈这小子是个可塑之才，只不过性格比较顽皮，我如果不吓唬他一下，恐怕他待在京城一段时间，京城都要被他闹翻天了。现在怀里揣着匕首去上朝，岂不是要学纳荆轲，来个明王绕柱？大王，你别去上早朝了，咱们回岭南吧，我护送着您回去。在这京城中，没有几个人能拦住我。一人之勇能比得上万人之勇吗？你家大王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，根本不带怕的。可是陛下说要把你砍死啊！你别和本王一块去皇宫了，等我走后，你回去将这里的情况告诉岭南，让岭南的官员各自逃命去吧。父皇一旦开了杀戒，很容易搞株连的。大王，我陪您。本王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你难道要辜负本王的信任吗？大王，那您带着这把匕首自卫？我操！吕青啊，你想让本王死的更彻底是吧？本来本王还只是嫌疑，现在怀里揣着匕首去上朝，岂不是要学纳荆轲，来个明王绕柱？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就送我上马车吧。是，大王，你一路走好。大小姐，是大小姐回来了。大小姐，您跑哪去了？我们都担心死了。老爷和夫人好几天没休息了，我这就带你去见老爷和夫人。乖女儿啊，你这几天去哪里了？让娘亲担心死了。心儿让爹爹和娘亲担心了。傻丫头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心儿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娘，我真不想嫁给肃王，我宁愿死也不要嫁给他。你这几日发生了什么？是不是听到了外面关于肃王的传闻？我离开家后不知道去哪里，就一路向北走，怕引起坏人的注意，就女扮男装走了几天，我带的钱用光了，那时候饿得紧，我在路上遇到一位公子，开口向他借钱，我没想到他真的借给了我钱，而且还请我吃饭。心儿啊，外面的男人没几个好的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受骗啊。他是个好人，我能感觉得出来。我听他讲，他来京城是为了照顾他瘫痪在床的爹爹，他爹爹对他并不好，但是他不计前嫌，千里迢迢来到京城照顾他，可见他是个很孝顺温和的人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和他讲话，他会讲很多有趣的事情，那些事情我都没听过，就好像他什么都懂，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一个人。那人是官宦子弟吗？应该不是，我听他讲，他13岁就外出打拼了，这还是近几年第一次来京城。确实很厉害。乖女儿啊，你不会是喜欢他了吧？我不知道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我忘了问了。好，娘亲会帮你想办法，心儿先好好休息。这下麻烦大了，我可怎么向陛下交代啊？难道说心儿喜欢上了其他男人？交代，你就知道向陛下交代。心儿的幸福重要，还是你的官帽子重要？你说心儿在路上遇到的这男人靠谱吗？再怎么不靠谱，也总比那丑闻满天飞的肃王朱骈强吧？说的也是。直接拒绝皇上恐怕不太容易。这样吧，让心儿和那肃王见一面，然后随便找个理由拒绝这门亲事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还有心儿心仪的那小子，等见了肃王之后，再打听打听那小子的底细，就算家境不好，如果心儿喜欢，大不了咱们帮衬他们一把。这才像个当爹的样子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朱骈偷偷望去，想看看自己老爹长什么样。这一看，顿时让朱骈感到头皮发麻，五雷轰顶。卧槽！那去岭南做生意的商人是朱元璋，是自己的亲老子。那自己的岭南真实情况，岂不是被朱元璋全部掌握了？当初我穿越过来，就应该多在京城待些日子，不应该急匆匆的赶去藩地啊！这下好了，连父皇都没认出来。老徐达，这位开国第一功臣还没被朱元璋为烧鹅呢。朱骈何在？完犊子，这是要问罪了啊！儿臣朱骈叩见父皇，
父皇，儿臣对大明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，不知道哪个小人在京城造谣，污蔑儿臣要造反，请父皇明鉴。各位爱卿啊，这是朕之如虎。朱元璋在夸我，陛下怎么没指责朱骈，反而在夸赞他？传闻中的龙颜震怒呢，500刀斧手呢，喋血大殿呢。朕之如虎，有大志。13岁离开京城，前往地广人稀的岭南。他治理岭南3年来，兢兢业业，日夜操劳。父皇圣明啊！京城谣言传得沸沸扬扬，大臣们都被谣言所扰，只有父皇慧眼如炬，一眼就看出来儿臣有大志向。各位爱卿，你们从前不认识朕之如虎，今天朕就给你们好好讲讲朕之如虎。小小年龄降服南方土司，没错，本王呸！儿臣14岁时就敢亲征土司，3个月内打到土司老窝，当时儿臣虎躯一震，土司首领俯首称臣，儿臣冷哼一声，当众砍下那首领的狗头。朕之如虎，有谋略，带着百姓垦荒，让岭南百姓吃得饱穿。没错，这都是儿臣的功劳，儿臣不畏艰险，亲自下地干活，那些百姓见了我，犹如见到了神明，无不下跪磕头，口中高呼大王。咦，他妈了个逼！儿臣在岭南日夜操劳，呕心沥血，为了让岭南百姓吃上肉，本王带领百姓养猪。这猪大家都不知道吧？只要将这猪进行阉割，那猪肉的味道不仅不骚气，而且还很香，哈哈！你们说本王是不是天纵之才？这小王八蛋！朕本意是想把你的名声炒起来，好让你接下来能顺理成章的进入朝堂。你倒好，朕还没夸你，自己就夸得得意忘形了。此时殿上的方孝孺站不住了，质问道：养猪乃是粗鄙之事，肃王殿下，你为何在朝堂胡说？这位官员是国子监讲师方孝孺。原来这一位就是那个被朱棣杀了10族的方孝孺啊！那你认为什么是高雅呢？圣人之言。那在百姓饿肚子的时候，圣人之言能填饱肚子吗？哎呦啊！肃王殿下，朝堂之上讨论的是如何治国的国策，而不是如何养猪，不可本末倒置。本王认为，对着百姓说100遍圣人之言，倒不如请他们吃一顿饭。私造钱币，贩卖私盐，甚至士兵也有数万，你想干什么？难不成要造反吗？朱骈殿下大才啊！本王曾拜访过许多大儒，他们曾与我辩论，本王一人舌战群儒，变得他们对本王心服口服。朱骈殿下，您还真是顺杆爬，就夸了您一句，您就找不到东西南北了。好了，今日朝议就到这里，众位爱卿退朝吧。朱骈殿下留步。徐大人啊，你这可就太不仗义了，你说本王对你怎么样？岭南的什么好东西都给你了，你瞒的本王好苦啊，分明就把本王当傻子耍啊！朱骈殿下聪慧，今日早朝可是大显神威啊！本王勤政爱民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。今日父皇夸奖本王，那也是本王应得的。对，陛下还在御书房等着殿下呢，让殿下现在去一趟。好，前面带路吧。父皇，儿臣今日在朝堂上大杀四方，嘎嘎乱杀。就连那方孝孺见了儿臣，犹如老鼠见了猫一样，吓得战战兢兢，惶恐不已。你这兔崽子，做了那么多错事，你可知罪？父皇，不知道是哪个宵小之辈造儿臣的谣言，说儿臣要造反，这完全是无稽之谈。不是这件事，那是，这是你3年给朕写的信，你瞧瞧里面的内容，哪一样和岭南的情况对得上？要不是朕亲自去了一趟岭南，你还要瞒到什么时候？父皇，您听我狡辩啊！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儿臣也是没办法啊，我自幼孤苦无依，父皇也不宠爱儿臣，分封时就给我分了一块贫瘠的岭南，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岭南治理起来的。儿臣担心岭南被人觊觎，所以才将岭南描写的那么苦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我刚到岭南时，那些官员们见我年纪小，什么事都糊弄我；百姓们见我是个小孩，也不敬畏我。我在岭南苦不堪言，儿臣虽苦，但不敢忘记父皇的谆谆教诲。父皇只看到了岭南的繁华，却不知道儿臣付出了多大的艰辛。这3年来也确实苦了你了。父皇这一句话，儿臣付出再多的苦也值了。父皇，那现在儿臣述职完了，啥时候可以回岭南？你先不回岭南。什么？不回去了？我打算把你送到国子监，国子监里面都是大儒，你跟着他们能学到不少治国安民的学问，等你学的本事够了，再回岭南。
什么？国子监上学？父皇，儿臣学富五车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就连方孝孺见到儿臣的时候，也是掩面而逃。以儿臣的学问，这世上恐怕没人当儿臣的老师。你刚才不是说岭南贫苦，京城繁华，现在真把你留在京城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呢？身为皇子，当有守土保家之志，岂能因为个人的利益？所以儿臣应该返回岭南，治理好百姓，这样才不负父皇所托。偏儿，你说岭南一地和大明一域相比如何？自然是大明的百姓多，将士多，官员多。你说的没错，所以你能治理好一地，不代表你能治理好一国。朕本是农民出身，所认识的字不过数百，但是现在呢，朕可以通过这些奏章猜到这些大臣心里在想什么。你可以瞧不起那些大儒，但是你不能不学他们的本事。如果不学习，他们就会欺骗你，逢迎你。你要知道，治国就犹如放牛，你要喂饱那些牛，同时还要驱使那些牛，懂了？儿臣当年养猪的时候，哪个猪不听话，儿臣就把它宰了吃肉。操！你这可不行，等你和那些大儒学会如何治国，朕再让你回岭南。父皇，岭南百姓需要我啊！别以为朕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，不就是想回到岭南作威作福吗？我告诉你，朕还没给你算账呢。你在岭南干的每一件事，朕都记在了心里。儿臣干了什么事啊？干了什么？你在岭南私自挖矿、私造钱币、贩卖私盐，甚至士兵也有数万。你想干什么？难不成要造反吗？就凭这些事情，别说是撤藩，就算把你砍头了也不为过。给你3个选择，第一就是岭南撤藩，你这个大王贬成庶人，以后想去哪就去哪，别说是岭南，就算是去了琉球岛，朕也不管你。儿臣选第2条。第2条就是你意图谋反，抄家问斩。我操！那儿臣选第3条。第3条就是乖乖的给朕去国子监，什么时候等你学到了治国的本事，什么时候滚回岭南。是父皇。徐爱卿啊，你说朱骈这庶子怎么如此难管教呢？国子监是大明最好的学府，其他皇子有进学的机会，可惊喜的不得了。可这小子呢，犹如要上刑场一样。或许朱骈殿下的学问真的很高深吧？他那是诡辩，有个屁的学问！朕为他操了多少心，把他送进国子监，又将汤和的女儿许配给他。要是他聪明点，可以在国子监拉拢人才，可以靠着汤和的势力收服武将。可这庶子呢，说不定躲在什么地方骂我是昏君呢。陛下息怒，朱骈殿下年纪还小，早晚会明白陛下的苦心。昏君啊！大王，您没事？我能有什么事？楚云飞，你这身装扮干什么？准备给你家大王我吊孝呢，还是准备拿着这把剑冲进皇宫呢？大王，朝廷不是要杀了您吗？怎么把您放出来了？放屁！本王又没有造反，凭什么杀本王？父皇在朝堂之上亲自赞扬了我的功绩，说我是100年难遇的贤王。方孝孺那厮提出质疑，本王只用了3两句就将他骂得体无完肤。大王脑子也没坏。后来朝堂结束后，父皇求我去国子监，说是天不生我朱骈，国子监万古如长夜。我当时还很纠结，父皇说了很多好话，甚至哭着求本王。本王看父皇也一大把年纪了，也是心软了，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他了。咦，他妈了个逼！去国子监，大王，国子监可是大明的最高学府，那都是进士、贡士才能去的地方，他们学问非常大。陛下为什么要把您送进去呢？本王也不知道为何，我想回岭南，父皇不让，非要我去国子监教导那些腐儒。大王，我看您是被人教导吧。放屁！这世界上能教导本王的人还没出生呢。朱骈殿下，您为什么来国子监求学呢？我不是来求学的。那您来国子监做什么呢？我是来教导别人的。我听别人讲，朱骈殿下13岁就去了岭南，如今已经治理了3年，百姓富足，军马齐备。如此看来，朱骈殿下确实有教导别人的资格。你也这样认为？不过呢，3人行必有我师焉。朱骈殿下虽然博学多识，但是别人身上也有长处。朱骈殿下不妨多学习别人的优点，这样才能更加受别人敬仰。你说的对，那本王就在国子监进修一段时间。诸位，大王有难，大王奉命去了京城，却没想到遭到小人造谣，说大王要造反。
这他娘的完全是放屁！大王要是造反，岂能不通知我等？大王一向对大明忠心耿耿，从无二心，朝廷却说大王造反，我怀疑朝堂之上有人对大王下手。诸位，若不是大王，我们如今有的人还是土匪，有的人吃不上饭，甚至有的人早已身死。我们受大王的恩德，如今是我们以死报效大王的时候了。你们这是要坐实岭南谋反吗？大王信里写得很清楚，要求岭南各个官员自保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要造反？自保？有什么可自保的？若非大王，我这条命说不定早就没了。张卫，平日里我敬你年龄大，懒得和你争执，但是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竟然阻拦我，难道你对大王有二心吗？我尼玛！放你娘的屁！大王有难，我也着急想把大王救出来。那你阻拦我做什么？你要知道，岭南的一切都是大王带来的，倘若大王没了，岭南的一切都会灰飞烟灭。所以我才要劝阻你啊！你总不能让大王3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吧？你可知道，现在大王的造反只是嫌疑，你一旦起兵，那就坐实了造反。你是要救大王，还是要害大王？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样立刻派人去京城核实情况，再派人去通知那些交好的土司，如果真的要起事，也要为营救大王做好万全准备。好，来人啊，给我把18皇子拉出去砍头！兄台，您是刚来国子监的吧？怎么称呼？父王朱偏。我操！这是啥玩意？文言文啊！卧槽，根本听不懂啊！是谁如此大逆不道，敢在国子监课堂上睡觉？我乃岭南肃王，教行乃公何事？是朱偏殿下，您冷不冷？我拿个被子给你盖盖，可别感冒了。原来在国子监上课也没这么可怕嘛！我乃18皇子朱偏，谁？身为皇家皇子，就可以胡作非为，不学无术吗？学习，学个鸡毛！身为皇子，更应该以身作则，每日应好好学习，这样才不负陛下所托，而不是仗着你的身份，在课堂上胡作非为，不尊重使者，何以成才？哟呵，我以为是水在大放厥词，原来是方老师啊！久仰久仰。其实我并非是不好好学习，只是觉得方老师说的学问啊，还不如养猪呢。你，上一次你那是诡辩，根本就不是辩论，老夫一时着了你的道，所以才被你辩倒。说实在的，方讲师说的那些大道理都是老生常谈，对于本王来讲没有任何益处，所以本王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。朱偏殿下，你可以不尊重老夫，但是你不能不尊重古人的学问。古人的书籍乃是智慧的结晶，每一次研读都会令人受益匪浅。No， 我并不是不尊重古人的学问，我只是觉得像方讲师这样一味照搬前人的东西，不去创新，甚至还想拿前朝的规矩来治理本朝的百姓，这不是笑死人吗？此乃天下公理，就算过了1000年，也值得借鉴。大错特错，大道万千。世间万物变化的规律是客观自然的，人要遵守自然的规律，制定相应的条例，而不是像你这样腐儒至极，毫无进取之心。大道只有唯一，周朝是无数人心中的模板，容不得你玷污。那从古至今，天下无数的文人都想要恢复周朝的制度，不都失败了？说到底，周朝的制度只适合周朝，人如果不能跟着时代的潮流发展，那么就会被时代的潮流抛弃，懂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朱偏还是那个无知且荒唐的少年吗？怎么现在看来，在学识方面丝毫竟不弱于一家之言的大儒啊！我操！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方讲师竟然和朱偏殿下在辩论，而且好像还被对得无言以对。哎呦啊！我操，牛逼！我操！方讲师被18皇子气吐血了，朱偏皇子竟然赢了。岂止是赢了，你没发现吗？两人说到后半段，方讲师几乎是没有说话的余地。想不到朱偏殿下竟能说出的如此深奥的话。你，我去，竟然聊到这个时候，明明早就下课了，浪费了我那么多时间。来了，大王回来了。大王今天在国子监又睡了1天吗？
放屁！本王和方孝孺那厮辩论，他辩不过本王，甚至当场吐血3声。本王看他那样子，似乎要拜本王为师。从未见过有如厚颜无耻之人。大王这牛比吹得越来越大了，人家方孝孺是谁啊？可是有名的大儒，单从学位上讲，您算老几啊？给方孝孺提鞋都不配。方师傅已经3天没来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听说他已经在床上躺3天了，高烧不退。方师傅生病了？前几日方师傅精神还很好，怎么去了一趟国子监就生病了呢？臣也不知。准备些礼物，我去瞧瞧方师傅。方师傅怎么病得这么重？方大人前几天去了国子监讲课，朱骈殿下在课堂上睡觉，方大人训斥了他几句，然后就和朱骈殿下吵了起来。后来怎么了？后来方大人被气吐血了，回家后就一直躺在床上，时而糊涂，时而清醒。肃王竟然把我方师傅气成这个样子，我去找他理论。肃王，方师傅如何招惹你了？你为什么要把他气吐血？哟呵，你叫我肃王，论辈分，我是你的长辈，你不知道怎么称呼吗？18叔，你为何要气病方师傅？方孝孺病了，我什么时候气他了？方府的下人讲，你因为睡觉，方师傅训斥了你几句，然后你受不了了，和方师傅起了争执，把他气吐血了。胡说八道！本王向来有素质讲礼貌，和方孝孺那厮只是正常的学术讨论，他讲不过我，这才卧床不起。你把本王当成什么人了？本王是那种蛮横无理的人吗？18叔，您没有故意气方师傅。不信你问这些人。传闻中的18叔可是蛮横无理，不学无术，啥时候能和方师傅辩论学术了？居然还赢了！你身为皇长孙，听信外人的话，不分青红皂白，跑来国子监指责本王。本王乃是你的叔叔，是你的长辈，你是想以下犯上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担心方师傅的病情。但18叔，您既然身为藩王，不应该在课堂上睡觉，应该好好学习治国的本事呀。对啊，但这些东西我全都懂啊。从未见过有如我厚颜无耻之人。就连圣贤也不敢说自己全都懂吧？大侄子，你说刘邦论政事不如萧何，论智谋不及张良，论作战不如韩信，可是为什么最终刘邦成了皇帝，而他们3个却只是臣子呢？那是因为刘邦看人准会用人，当君主不必什么知识都懂，但是呢，你要学会发挥你手底下每个人的才能，懂了吗？那你回去吧。我这位大侄子被那些腐儒教坏了啊，满嘴仁义道德，可是光靠这些仁义道德能治好一个国家吗？怪不得后面坐拥整个国家，却打不过朱棣这个藩王，还是心不够狠啊！等等，我是来劝18叔的啊，怎么反被他劝了一通？你个混账玩意！我把你送进国子监，是让你去睡觉的吗？可你倒好，不光天天睡觉，还把那方孝孺气倒了。你知不知道，那方孝孺是大儒宋濂的弟子，在国子监任教10几年，光有名的门生就有数百位。你没事招惹他干什么？父皇息怒啊！是那方孝孺招惹儿臣的，当时他不服，非要和我争辩，辩不过儿臣，自己病倒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啊！儿臣才华横溢，连方孝孺都比不过儿臣。父皇，儿臣现在能回岭南了吧？放屁！等你什么时候把圣贤的学问都学会了，再想着回岭南。不是父皇啊，岭南的百姓吃不饱穿不暖，儿臣心中忧虑啊。儿臣整天在国子监听那些腐儒教的东西，根本就听不下去。来人啊，给我把18皇子拉出去砍头！是父皇，我一定好好学习。还有，朕为你说的那门亲事是汤和的女儿，听说温婉贤惠，隔日朕带你亲自去兴国公府去一趟。父皇，儿臣能不能不去啊？不行。儿臣来京城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子，儿臣感觉喜欢上她了，所以这门亲事父皇还是帮儿臣推了吧。不行，无论如何你都要去一趟，不然你懂的。大王，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？父皇非让本王定亲，不光这件事，本王总觉得父皇有些奇怪。我记得小时候他也没管过我啊，怎么现在对本王的事这么上心？吕青啊，你说父皇莫非想让我做太子 ？Oh my god！ 来，杨荣，我的乖徒儿，咱们进屋说。
师傅愿意收下弟子了。吕青，你现在出门把这些人教训一顿。大王，还不都是你把人方孝如气的病疯了，搞得他的学生们要来讨公道，堵在咱们大门口嚷嚷。吕青啊，你说本王怎么这么倒霉？那大王为啥打方孝孺呢？还把人家给打傻了。你要本王说几遍？本王没打他，本王和他正常辩论，他辩不过本王，这才被气倒了。大王，那您和他说了什么，能把他气倒了？是不是当面指着他鼻子骂他狗贼？放屁！本王这么文质彬彬的人，会说脏话吗？会动手吗？何必呢？大王，要是您当时态度好一点，语气温柔一点，咱们何至于被这群学生堵在家里？这能怪本王吗？现在的儒生心理承受能力太脆弱了。说真的，还是怪本王太优秀，说的话触及到了那方孝孺的灵魂。对，大王你说的都对，堪比尧舜禹。吕青啊，你去门口看看，看那些学生都走了没有？好。你来干什么的？在下乃是国子监的学生，特来拜访朱骈殿下。那你稍等片刻。大王，外面就来了一个人。来一群腐儒，本王只能在府里躲着，竟然来了一个腐儒，那本王就让这小子知道什么叫做残忍，把他给本王放进来。你是来为那方讲师报仇的是吧？本王向来不是强凌弱，1对1单挑，怎么样？学生杨勉人特来拜见恩师。你在喊谁师傅呢？徒儿杨勉人拜见师尊。朱骈吓得赶紧后退几步，以免这小子不讲武德，搞突然袭击。本王认识你吗？师傅自然是不认识徒儿，但徒儿早就认识师傅了。自从学习了师傅说的理论后，徒儿便暗自发誓，一定要拜您老为师，为师傅鞍前马后，甘为门下走狗。我有这么老吗？还您老？回去吧，本王还年轻，没打算收一波传人，等本王7、80岁的时候再来拜见本王，或许本王还有兴趣收下你。不要啊！到底脑子出了什么问题，才会想不开要拜大王为师呢？跟着自己大王能学会啥？骂人吗？还是打架？学生乃杨达清之子，在国子监上学。自从学生知道师傅和方讲师辩论后，听到师傅说的大道理，几天几夜睡不着，突然觉得以前所学百无一用，皆是粪土，痛定思痛，便立下决心，定要拜您为师。你也觉得本王那些话说的没错？徒儿不知。你有病啊你！徒儿之所以不知，是因为师傅讲的理论太高端，徒儿学识太浅，理解不了。在徒儿看来，师傅的学问过于高深，往往1、2句话中蕴含着无数道理，学生前些日子熬了几夜，也无法理解师傅的一句话。还有呢？本王的学问啊，是不是很大？是，师傅的才学不同于古人的任何一种。我曾四处游学，学习百家所长，但是师傅的思想与他们完全不同。当我听到师傅的言论后，顿时如醍醐灌顶，豁然开朗，原来我追求的道路就在师傅脚下啊！不错，你小子很上道。吕青啊，这下相信本王学问了吧？那你从大王的言论中悟出什么了吗？师傅说，万物都在变化中，新事物不断代替旧事物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思想和理论不必刻意的学习古人，而是要与时俱进。我靠，牛逼！这家伙的阅读理解简直满分啊，甚至还能超纲答题。古往今来，多少儒生对着那些经书通宵达旦的研究，但是师傅却重新解读了这个世界的万物变化。师傅说，这个世界是有规律运转的，人只有知道了世界的规律，才能改造这个世界。不错，你说的很不错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。读书人果然厉害啊，从自己的只言片语中竟然什么都能解读出来。儒家思想与师傅相比，学问过于狭隘；道家思想与之相比，学问过于浅薄。还有那圣贤荀况与师傅一比，也是立马黯然失色。荀况是谁？师傅不知道荀况是谁？不知道。是荀子。原来是他啊！学生愚钝，只能解答出这么多的学问，请师傅格外开恩，收下弟子。弟子愿给师傅做牛做马，终生不敢懈怠。你起来吧。师傅愿意收下徒儿了。门都没有，想都别想。师傅不收，我就长跪不起，死也不起。
想跪到什么时候就跪到什么时候，和本王耍赖皮，做梦去吧。大王，我看此人倒是挺虔诚的，您为什么不收他呢？我的学问太高，横跨了天文、地理、数论等多个领域，像他这么笨的人学不会的。大王，人家好歹也是国子监的学生，学问也不错。我知道不收他当弟子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：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我当了他师傅，就相当于是他爹了。这爹有那么好当吗？尤其是本王这种责任心超强又有地位的人，收了徒弟，万一他仗着本王的威势到处作恶怎么办？那本王一世英名不就毁于一旦了？咦，冷不冷，饿不饿？那你还不走？我杨冕人就算饿死、冻死，从这里跳下去，也要拜你这个师。哟呵，那本王还就告诉你了，今天你就算饿死冻死，本王也不会收你的。我瞧你出身不错，你家长辈不管你。我自幼学习诗书，如今他们都教导不了我了。之后我又外出游学，所以爹娘凡事都让我做主。师父，这是弟子的名帖。杨荣，你不是叫杨冕人吗？冕人是弟子的字。哦，来，杨荣，我的乖徒儿，咱们进屋说。师父愿意收下弟子了。乖徒儿，快去厨房喝碗粥，暖暖身子。是，师父。大王，您刚才不是还说他笨，怕他学不会你的本事吗？没事，本王好好教他。那您刚才还说，怕他在外面败坏您的名声。当师傅的就是要为徒弟撑腰，他就算在外面闯了祸，我也会帮他摆平。啊，真香！父皇，那你这辈子除了喜欢马皇后，还喜欢其他女人吗？逆子，找死！大王，不好了，咱们岭南造反了。没有本王指挥，他们造哪门子反呢？不对，他们怎么如此大胆，敢造反？大王，您看这是岭南的信件。吕青，你看到没？咱们岭南的将士对本王忠心耿耿啊！得知本王有难，想来营救本王。大王，您不是该劝阻他们吗？说的也是啊。吕青，把这信件给我快马加鞭送到岭南去。大王生死未卜，很难说朝廷会不会对岭南下手。为了大王的安危，咱们岭南必须要主动出击。报大王来信。这是大王之令，给本王滚回岭南，本王无碍，如今在国子监求学。是大王没错了。这次这语气，大王没死。大王这吹牛逼的语气一如既往，竟然说是在国子监求学。国子监的门槛啥时候这么低了？我不去，你们爱谁去谁去。父皇，儿臣连那汤心都没见过，您凭什么要给我们俩定下婚约？难道儿臣在你眼里只不过是一枚棋子吗？所以朕带你去一趟信国公府，让你亲自见见汤和女儿。不去，儿臣在回京的路上遇到一名女子，已经喜欢上她了，容不下其他女人了。男人要心胸宽广一些，你是个皇子，3妻4妾不算什么，知道吗？父皇，那你这辈子除了喜欢马皇后，还喜欢其他女人吗？逆子，找死！父皇，我错了。父皇对皇后的感情天地可见，谁都知道，父皇这辈子爱的就是马皇后，心中只有她一人。你还小，不懂朕与皇后之间的情谊。世人皆知父皇和马皇后的感情深厚，父皇如此，儿臣岂能不效仿？所以儿臣的婚事就不劳父皇操心了。放屁！朕是朕，你是你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，由不得你。父皇，别搞啦！你怕什么？难道朕还能害你吗？现在就走，朕带去你去瞧瞧汤和的闺女。我憧憬的爱情啊，难道就要灰飞烟灭了？仙儿啊，陛下带着那肃王来咱们信国公府了，你赶紧打扮打扮。没事，乖女儿，一会儿你就出去见一面，只要不合适，就让你爹爹退了这门亲事。那好吧。拜见陛下。汤爱卿啊，请起请起。这位是朱偏殿下吧？汤心那丫头在后园等你呢。
你过去找他吧，我和陛下进屋坐坐。我长得如此俊美，世上所有女人见了无不动心，那汤心见了必定一见倾心，又怎会拒绝我呢？你是肃王殿下？你是汤心？朱偏呆呆地看着他，他完全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那路上碰到的女子。你比我大一些，我就叫你一声哥哥吧，好吗？自然是极好的。那日你说回京城是照顾爹爹，你爹爹年老体衰，卧床不起，可你爹爹是当今陛下，你为什么撒谎呢？我那时喜欢你，我担心我爆出了自己的身份，你会不由自主的敬畏我。我向来不喜欢用权势欺人，向往纯粹的爱情。我在京城听说了你不少谣言，他们都说你的性子暴躁，人又嚣张跋扈。我朱偏远离京城3年，没有权势，他们就这样随意的污蔑我，欺负我。可你是藩王啊，为什么不解释呢？公道自在人心，是人欺我、谤我、辱我、轻我，那我就忍他，让他，由他，避他。我懂你。只有在你面前，我才能说几句知心话。你真好。岳父大人，请受小婿一拜。心儿，你觉得如何呢？但凭爹爹做主。这意思就是没啥问题了，但这进展也太快了吧？父皇，儿臣想过了，儿臣年纪也不小了，确实该定亲了。岳父啊，我看也不要找什么黄道吉日了，正所谓择日不如撞日，我看明天是个黄道吉日，给我们俩定个亲吧。你这个王八蛋，给朕滚！父皇，您犹豫什么呢？我和汤心两情相悦，您为啥不立刻定亲呢？你是皇子，婚事不能这么草率，知道吗？那既然都同意了，那我以后可以经常去找汤心吧？不行，没有定亲前，你不准去找他。你是皇子，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，以免传出什么风言风语。这万恶的封建主义！吕青，我告诉你，那女孩就是汤心，没想到吧？她见本王的第一面就无可救药的爱上了我，还有他爹看见本王啊，哭着喊着要把女儿嫁给本王。你说他爹好歹也是开国将军，怎么这么激动呢？说到底都怪本王太优秀了。师父说的对，师父学究天人，那汤和不过是一介武夫，能将女儿嫁给师父，那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这文人放屁就是好听啊，我怎么感觉我的位置不保啊？杨荣啊，这些日子磨练你也足够了，走，跟我进屋，我教你经世治国的大学问。是师父。妙啊！师父，这方程式果然神奇。既然有2元方程式，那是不是就有3元方程式呢？或者4元方程式？对，你说的没错。那这个元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叫2元呢？元并不是特指，这个你自己理解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3杨之一的杨荣，这他娘的，这徒弟太聪明也不行啊！启奏皇上，梁国公揽玉品行不端，利用权势和地位大肆敛财，为家人谋私利，甚至还利用养子横行街市抢夺民田。继续说。梁国公揽玉妄言皇室，称四皇子朱棣在北平招兵买马。梁国公揽玉和户部侍郎傅有文、景川侯曹振意图谋反。反了不成？给朕召蓝玉入京。殿下，您终于来国子监了，正好我想找您辩论些学问。那你想说什么呢？我想说的是，朱偏殿下身为皇子，竟然不尊重师长，把方讲师气傻，不是贤明之人。对啊，本王就是不贤明，那又怎样？朱偏殿下，你难道不检讨自己吗？方讲师怎么招惹你了？你却对他这么无礼，难道心里不愧疚吗？不愧疚啊！你正所谓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我师父和方讲师辩论，方讲师输了，所以按道理来说，我师父才是师者。这徒弟好啊，有事他是真上。杨荣没想到以平日里刚正不阿，背地里却是个小人，看肃王的权势大就巴结人家，真是丢我们文人的脸。我跟随师父追寻大道，你们这些人不会懂的。儒家才是正统，你们所讲的全都是歪门邪道。我师父说，正确的道理就是认识这个世界，要接受新事物，丢掉不好的事物，这样整个世界才能发展。卧槽，我这弟子竟如此生猛吗？你这是诡辩，
梁荣，你这思想完全是妖言惑众，倘若圣人有灵，不会放过你的。倘若圣人有灵，见到诸位每日捧着旧书籍苦读，没有一丁点自己的见解和思想，恐怕圣人都被气得从棺材里蹦出来。师父，我们走吧。难道不知道朕会杀人吗？再传令一次，倘若蓝玉还不肯来见朕，那就通知徐达准备讨伐的粮草。陛下，梁国公蓝玉称自己突发恶疾，行动不便，暂时回不了京城。什么？朕现在连他蓝玉都指挥不动了吗？几个太监站在朱元璋旁边，瑟瑟发抖。洪武大帝一生气，是真的会杀人的。臣还发现，梁国公蓝玉对朝廷有不轨心思，而尹国公傅有德和宋国公冯胜两人与蓝玉私下里有来往。他们都该死！朕待他们不薄，可他们竟还敢一次次的挑战朕的底线。这蓝玉是看我儿朱标逝世了，飘了不成，就觉得自己是大明第一武将了是吧？难道不知道朕会杀人吗？再传令一次，倘若蓝玉还不肯来见朕，那就通知徐达准备讨伐的粮草。师父，这煤黑乎乎的，您拿来干什么？这煤啊，里面含有硫，就是有毒素，如果烧起来，人闻到了，严重的会嘎掉，所以得拿水把这煤里面的毒素洗干净。师父，这毒素也能洗干净吗？废话，还看着干嘛？赶紧过来一块洗。差不多了，杨荣，你去烧火，试试这煤球能烧不？好，师父。这煤烧起来还挺暖和的，比木炭的热度还高，也没啥味道，而且热量散发的很均匀。这煤就用水洗了一下，就能变得如此神奇。师父，这煤炭倘若用得好，在这个冬天能救成千上万条灾民的性命啊！那是自然，也不看看本王是谁。师父大才啊！我现在就将这煤炭送给那些灾民。咱们就这些煤炭送给他们，能救活几个人？现在本王去找父皇，让朝廷来做这件事，这样才能救活更多的灾民。是学生考虑不周。朱偏殿下，陛下在里面批改奏章，刚才还发了脾气，似乎心情不太好。朱偏殿下要不稍等一会儿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锦衣卫都指挥使蒋大人来过了，向陛下禀报了一些事情，然后陛下龙颜大怒，把我们这些太监全赶出来了。没事，你们别通报了，我自己进去就行了。这父皇也真够不容易的，整天批改奏章，真是个工作狂。这老爹整天这么忙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却还生了那么多孩子，真不知道平日里是怎么保养的，身体真棒。朱偏殿下，您这么快就出来了？父皇睡着了，就出来透透风，等一会儿父皇睡醒了，我再进去。你是新来的，怎么没错你多大了？几岁进宫的？奴才是洪武4年出生的，10岁的时候遇到蓝玉将军，被带到京城燕成了太监，再后来就进了燕王的燕王府，燕王回京，就4个朱棣的下人。那你既然是4个的奴才，怎么在皇宫值班呢？那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名字谈不上，一个贱名而已。咱家俗名叫做三宝，恐污了朱偏殿下的耳朵。哦，你叫三宝啊？等等，卧槽，三宝郑和下西洋啊！这尼玛可是未来的牛人啊！这可是太监中的战斗机啊，堪称大航海时代的第一人。朱偏殿下，您怎么了？三宝这名字好啊，这名字一听就知道公公将来有大成就啊，一定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本王不才，今日打算和公公一结金兰，今后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公公意下如何？朱偏殿下说笑了，咱家只是宫里打杂的小奴才，可不敢和朱偏殿下一结金兰。况且咱家只是一个阉人，又有何前途呢？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你要自信点。走，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我仔细和你说。这宫里的太监倒是挺有眼力见的，知道往火盆里加薪。这是
这不是木柴，是煤。是谁如此大胆，竟然敢趁朕睡着的时候点燃煤炭？这是要害死朕吗？来人啊！今日是谁往火盆里加的炭？是奴才家的炭。你幕后主使是谁？为什么趁朕熟睡时往火盆里加煤？是不是想谋害朕？加煤，陛下冤枉啊！奴才就加了木炭，根本就没有加煤，真不是奴才啊！不是你，还能是谁？陛下，刚才朱偏殿下来过，他进了殿内，没一会儿就出来了，奴才们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。朱偏，这逆子自己不过是稍微推迟了定亲一事，他就敢往火盆里加煤，无法无天！马上把那小子给朕带过来！你呀，不要看低自己，太监怎么了？照样能成大事。朱偏殿下何出此言呢？你可知道天下第一通史巨著《史记》是何人所写？是何人改良了造纸术，让纸张成本降低，使得汉族文明得以传承千古？是何人在那武则天退位后，唐中宗上台，在政变之际，群臣束手无策，主动站出来一刀劈了叛军先锋，挽狂澜之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？还有那秦始皇身边的赵高，这个不能算，你就看前几个人是不是都是太监？司马迁、蔡侯、杨思绪。朱偏殿下，你意思是说，别的阉人能青史留名，我也能做到是吗？当然。那朱偏殿下认为我是应该学史呢，或者造纸呢，还是说我应该去当一名武将？你应该下海。下海？朱偏殿下莫不是开玩笑吧？咱家10岁就进了宫，一直侍奉着燕王殿下，连海都没见过，又谈何下海呢？没见过海又能如何？你没发现吗？就你这个名字，就你这个长相，就你这个手脚，就是为下海而生的。你想一下，你带领着浩浩荡荡的船队，代表着大明的威仪，访问无数国家，所见之人都对你毕恭毕敬，甚至那些国家的首领也要对你俯首称臣，是不是觉得很激动？咱家真的有这机会吗？当然，我一会儿就去找父皇，把你给要过来，然后再专门为你组建一支船队，让你天天下海玩。奴才何德何能，竟被朱偏殿下如此器重？朱偏殿下，您涉嫌谋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什么谋逆？哟呵，怪不得朱偏殿下往火盆里放煤，没有被人发现，原来宫里面有内应啊！内应？难道朱偏殿下这般讨好自己，是让我当内应吗？大意了，没有闪。谁谋逆了？你们快放开我！朱偏殿下，这些话还是给陛下说吧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。逆子，朕平日里耐完容忍你，可是没想到你这王八蛋竟然往火盆里加煤，这是要谋害朕吗？父皇，这是水洗煤啊，不生烟也产生不了毒气，你看这里哪有烟？确实没有烟雾啊，世上竟有这样的煤，这煤想必极为昂贵吧？不贵不贵，这煤是用那些劣质煤做成的，1斤劣质煤能出8两多的水洗煤，而且这煤燃烧起来比木炭更加持久。那这煤的制作难吗？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将劣质煤打碎后，然后在河流中将毒物质冲洗干净，就能留下优质的煤炭。竟如此简单。好，吾儿朱偏有贤王之姿，你说吧，你有什么愿望？朕今日满足你3个愿望。这煤炭真的可以代替木炭？当然可以，父皇，这煤炭比木炭价格更低，燃烧起来的热量更多，燃烧时间也久。如果能普及这水洗煤，城外的那些灾民就能挺过这个冬天。你是说城外的那些灾民不会挨冻了？有这些煤炭在，儿臣敢保证那些灾民不会被冻死一人。偏儿啊，你终于不再胡闹了。父皇，儿臣从来没有胡闹过，所做之事都是为了大明江山。现在将这水洗煤献给朝廷，只愿能多几个灾民活命。好，吾儿朱偏有贤王之姿，你说吧，你有什么愿望？朕今日满足你3个愿望。父皇，您说的是真的？废话，朕说话向来一言九鼎。那儿臣的第1个愿望就是请父皇将这3宝太监赐给儿臣，当做儿臣的进士。朱元璋愣了愣，看向3宝太监，见他长得眉清目秀，模样端正，心中顿时有了不好的念头，骂道：你这庶子，心中怎可如此龌龊，连太监都不放过？我操！父皇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解释。
儿臣是瞧他聪明伶俐，今后定然有大成就，所以才向父皇索要此人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三宝，你可愿跟着肃王？奴才愿意。好，从此你就跟着肃王吧。那你第二个愿望呢？父皇啊，还有就是你能不能和信国公商量商量，给我和欣儿尽快定亲？你小子脑子里怎么尽是这些破事？行，朕改日去找一趟汤河，把你和汤心的亲事定下来。还有其他愿望没有？父皇啊，要不让儿臣回岭南吧？岭南百姓如今生活苦啊，还等着儿臣治理呢。这话你骗骗其他人也就罢了，还想骗你爹？你岭南什么情况？朕还能不知道吗？可是儿臣在京城这么久了，实在是没意思啊。朕把你送到国子监有些时日了，你现在学习的如何了？父皇明鉴，那国子监尽是一群腐儒，儿臣随便收的弟子就能将那些监生骂得体无完肤，所以在儿臣看来，那国子监没人有资格教我。放屁！那你倒是和朕说说，你近来读了什么书？儿臣最近读的是《春秋》。那你背给朕听听。哎呦啊！等你什么时候背会了四书五经，再想着回岭南。大王，你怎么领回来一个太监呢？这个本王见他聪明，就把他领回家了。以后啊，你别在肃王府当下人了，本王给你找一些关于海上知识的书籍，你好好研究下海。多谢大王。不必客气。三宝，你这个名字有点不上档次，要不本王给你改个名字吧？刚才在皇宫中，朱偏殿下不是还说自己这名字非常优秀吗？能成大事。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但凭肃王殿下做主。好，本王瞧你长得英气逼人，人又聪明机智，要不你以后啊就改名叫郑和吧？怎么样？这名字好听不？好听，好听。奴才谢过大王。行了，你先自己去转悠转悠吧。是，大王。走，吕青，跟我去信国公府一趟。好些日子没见我的老婆汤心了。大王，能要点脸吗？你还没和人姑娘成亲呢，就这样称呼？你个单身狗，没资格说我。我你妈！你是何人？为什么堵在肃王府门口？您是肃王殿下对吧？找本王何事？学生石景彤拜见肃王殿下，恳请肃王殿下不嫌我愚钝，将我收入门墙。你叫石景彤？原来是你啊！你前几天不是还说本王说的道理都是诡辩吗？现在怎么又要来拜师了？肃王殿下，之前是学生太浅薄了，我从杨兄那里得到了殿下编写的初级数学后，只是看了一眼，顿时犹如醍醐灌顶，只觉得这天下的道理都在其中。现在还敢质疑本王的学问不？学生也不知道师傅喜欢什么，就从家里拿来了些礼物。这里有宋时画家王希孟的雪景图，乃是他的传世之作，还有徽墨，也是弟子托人买的，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没想到你小子还挺上道，你这些字画可不便宜啊，哪搞来的？这是我爹的藏画，我偷拿出来孝敬师傅的。真是个大孝子。你们家很有钱吗？家中是做纺织生意的，有一些闲钱。前些年沈万三还没被朝廷流放时，家里经常和沈万三做生意。这好家伙，没想到还和当年的首富沈万三还有关系。收了一个杨荣，居然又来一个石景彤，一个有才，一个有才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再接再厉，把历史上名人全都收了，到时候我岂不是天下无敌？师傅够吗？不够我再回去偷点。不错，竟然你这么有诚心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你为徒。谢师傅。徐爱卿啊，你瞧这个煤炭是不是比木炭强多了？这煤炭燃烧产生的气体无色无味，还耐烧半个时辰了。这煤炭才燃烧了一小半，陛下，这煤为何与寻常的煤炭不同？此乃水洗煤，这是用那些劣质煤做成的，只需简单处理，就能将里面的杂质洗干净，燃烧起来对人无害。如此神奇，多亏了这水洗煤啊，城外的那些灾民冬天以后都不用挨冻了。这都是陛下的功劳。记得大明刚建国时，百姓们饥寒交迫，百废待兴，陛下励精图治20余年，如今已是欣欣向荣的景象。不光是朕的功劳，这水洗煤啊，可是朱偏发明出来的。这小子啊，平日里的鬼点子倒是不少。肃王殿下果然是大才。
不过这小子不爱读书，老是在国子监惹是生非，不但气疯了方孝孺，而且还收了个徒弟，把国子监搞得乌烟瘴气的。要不陛下让肃王帮老臣一起处理赈灾事宜，毕竟朱骈殿下能把岭南治理得如此繁华，想必他一定能拯救城外的灾民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来人啊，给我召18皇子回来见朕。拜见父皇，父皇叫儿臣来有何事？朕这几日看你是闲得慌，这次让你来，就是让你去帮徐达处理赈灾事宜。那谁以为是你捣鼓出来的？你去看看也好。好，只要不去国子监，父皇让我干啥都行。哎，朱骈啊，朕年龄大了，怕是活不了多少年了。父皇乃是天子，定能万古无疆。哪有什么万古无疆啊，都是骗人的罢了，人早晚都有一死。朕目前最大的事情就是如何将咱们老朱家的江山传下去，知道吗？父皇放心，现在大明国蒸蒸日上，北方的蒙古望风而逃，咱们大明国定能延续1000年。你这小崽子就知道装傻，嘴里没一句实话。在岭南的时候，你还敢妄言国事，说什么皇太子朱允闻朕不住骄兵悍将之类的话。今时不同往日嘛，现在不能瞎扯了。朕非常好奇，当时你在岭南时，为什么预测当朕去世后，天下会再一次陷入动乱？父皇，儿臣那是瞎扯，对，纯粹是瞎扯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朕已经下令，北方驻守的蓝玉、傅有德、冯胜等人，过几日就要回京。按照时间线发展，朱元璋对蓝玉等人起了猜忌，难道说他们的死期要到了吗？今天蓝玉大将军回京了，陛下率领文武百官前去迎接了。父皇带了那么多人去迎接，是不是和蓝玉打起来了？徐大人，现在产煤情况如何了？照这样的下去，再有10余天的时间，这些灾民人人都有煤炭烧了。还是太慢了。怎么我看这些人手里有的拿锄头，有的用手挖，难道没有准备挖煤的工具吗？肃王殿下，这一时间挖煤的人太多了，来不及准备那么多镐头。那为什么不建一座铁坊，征集在京城的工匠，让他们集中打铁，尽可能供应挖煤所用的镐头？肃王殿下，铁器由朝廷统一管控，想要大规模的锻造生产工具，得朝廷允许。要不我先去上奏，看朝廷如何回复。无妨，你先把这铁坊建起来再说，朝廷那边不用管。啊，这铁坊也是能随便建的吗？是有轻重缓急，早一天建起来铁坊，煤矿的产量早一天提高，也少冻死几个灾民。卓大人啊，先把铁坊建起来吧，事后我会去找陛下说明的。是，大人。卓大人，为什么你是尚书，而徐大人是开国第一功臣？这就是差距啊！以后做啥事都不要怕，想干就干，我父皇还能杀了你吗？我尼玛！上一个胆大妄为的胡惟庸可是被陛下株连了9族，你是皇帝的亲儿子，当然不怕。不瞒肃王殿下和徐大人，朝廷给的赈灾粮饷已经快花完了，接下来这段时间，这些灾民恐怕要勒着裤腰带干活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些煤炭开采出来后，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，难道这些银子不能当作赈灾的粮饷吗？肃王殿下的意思是卖煤？对啊，有问题吗？肃王殿下，此举不可啊！采出来的煤还不够灾民的日常消耗，要是我们再卖煤，那些灾民岂不是要被冻死了？卓大人啊，我意思是和京城的一些大商人合作，让他们也参与煤矿开采，只要咱们从中抽提成即可。开采煤矿是朝廷的事，怎么能和那些商人扯上关系呢？这要是让朝廷知道了，可是掉脑袋的。卓大人啊，时代变了，你身为户部尚书，负责这一次的赈灾，现在不过是和几个商人稍稍合作一番，就可以救活许多灾民，为何不肯做呢？肃王殿下啊，要是朝廷知道了，老臣身为户部尚书，却和一群商人做生意，这条命怕是要交代了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以一人之死换取千万灾民的性命，难道不划算吗？再说，就算被父皇知道了，他最多关你个10年8年的，不会处死你的。操！人言否？这样吧，卓大人，此事我就替你担下来，就按肃王说的去干吧。还是徐大人好啊，地位高，不怕事。很快，卓敬就找来几个京城有名的商人。
拜见几位大人，不知几位大人召小人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大好事，和你们做个买卖，准保发财。敢问肃王殿下是什么买卖？自然是挖煤卖煤的生意。挖煤卖煤。当年是陛下怎么坑沈万三的？沈万三不自量力的帮朝廷建营天府，才刚把城墙建起来，就被陛下咔嚓一下给砍了。肃王殿下啊，您饶了我们吧，我们这些小商人哪敢挖煤卖煤啊？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，这买卖我们不……行，那本王不装了，本王摊牌了。这是朝廷要和你们做生意，你们敢拒绝？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吕青，去将本王的宝剑拿来，本王今日就替父皇除去这些无良商人。肃王殿下，饶命啊！您虽然贵为皇子，可杀人也是犯法的。杀人是犯法的，可是本王能捏造罪名。当年沈万三怎么死的？你们觉得本王还治不了你们几个小小商人吗？哎呦啊！肃王殿下，我们干，我们干！你们放心好了，这生意稳赚不赔。我为朝廷真是操碎了心啊！肃王果然是大才，不过1日时间就协调好了这么多事情。徐大人啊，咱们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老实告诉本王，怎么才能回到岭南呢？肃王殿下很想回岭南。那是当然，本王在岭南想干啥干啥。主要是我岭南百姓生活苦，本王还得带着他们脱贫致富呢。老臣认为蓝玉过几日就要回京了，等蓝玉离开京城时，肃王殿下也能回岭南了。按照历史书上记载，蓝玉这一回来可就走不掉了啊！徐大人，你说父皇为什么让蓝玉回京啊？按理说不应该啊，蓝玉可是在北方驻守，防范北元作乱。可能陛下见蓝将军劳苦功高，要给他赏赐吧，所以召他回京。真的假的？老臣瞎猜的。好啊，连本王都骗你，徐大人也不是个实诚人。大将军，陛下要咱们10天内赶回，现在已经误了时间，陛下不会责罚我等吧？不过是误了几天罢了，陛下又能如何？大将军啊，陛下突然急召我等回京，也不知有何事，只希望是好事啊。还能有什么事？上次陛下许诺给我的梁国公，不知为何最后变成了梁国公。我估计这一次回京，说不定又要变回梁国公了。大将军，您或许高兴得太早了。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大将军，陛下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眼里容不下人。强如胡惟庸等人，因为被陛下嫉恨，最后落个诛九族的下场。我与那胡惟庸不同，胡惟庸那是文臣，我跟随陛下戎马几10年，深受陛下信任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大将军，您在北地是威风鼎鼎，没有人敢不尊重您。这要是回到京城，恐怕就龙游潜水。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，我很没有回京了，倒还有些想念。让将士们加快些步伐，我等尽快赶回京城。是。禀报陛下，梁国公蓝玉已抵达京城西郊，安排文武大臣一同随朕出城迎接有功之臣。陛下，那蓝玉本就自大狂妄，您要是屈尊去迎接他，岂不是更助长他嚣张气焰？蓝玉朕守边关数年，劳苦功高，朕亲自去迎接他，也是理所当然的，不是吗？是陛下。臣蓝玉拜见陛下。蓝玉呀，起来吧。多谢陛下。朕许久没有领过兵，连着军营里的将军也不认识了。蓝玉啊，给朕介绍介绍。这是王成，乃是卑职的左副参谋，做事很有胆谋。这是詹纪，乃管军镇抚，负责粮饷分配一事。哟呵，蓝玉啊，朕记得有过规定，凡军营将军升迁一事要报兵部审查，你上报了吗？陛下，我等在北方作战，距京城较远，来回禀报太过于耗费时间。无妨，朕也没有怪你嘛。这些年你在北方吃了不少苦，朕心里也记得。为大明守卫边疆是卑职的职责所在。走，一起做朕的黄年进宫。陛下，这不太好吧？朕让你做就做，上来。回宫后，朱元璋又和蓝玉寒暄了一阵，便让蓝玉出宫休息。徐帅，您身体可安好？我无恙。像，实在是太像了。我20年前和你如今差不多啊，也是这股子一往无前的气势。徐帅如今风采也不减当年。我们这些人，老的老，死的死，和你比不了了。蓝玉啊，当年你还当过我的属下吧？对，徐帅。当年我看出你有打仗的天赋，但是你啊，性格太冲了，容易得罪人。
如今你回京后，无论做什么事都低调一些，知道没？我听说你私下里还收了不少义子，大丈夫要生就生儿子，收什么义子呢？徐帅，我收的那些义子个个勇猛有本事，平日里又敬重我。别人肯当你义子，那就想利用你的权势，所以蓝玉你啊，做什么事都小心点。师父啊，今天蓝玉大将军回京了，陛下率领文武百官前去迎接了。父皇带了那么多人去迎接，是不是和蓝玉打起来了？四哥，我操！拜见四哥，这可是大名鼎鼎的永乐皇帝啊！师父，陛下怎么会和蓝玉将军打起来呢？陛下可是亲自率文武大臣迎接蓝玉将军，而且还拉着他一同乘坐皇车呢。那蓝玉真做了？做了，有问题吗？有问题，这里面有大问题。父皇此时心中对蓝玉是动了杀心的，但是要对蓝玉动手，背后牵扯实在太大。毕竟蓝玉所代表的是武将一派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所以父皇要做好万全准备。那父皇的准备到底是什么呢？朱偏殿下，今夜陛下设家宴，各个皇子务必到场。知道了，本王这就收拾一下前去。这皇子是真多啊！父皇的身板真不错，虽然日夜操劳，但是还能在百忙之中为大明的人口做贡献。肃王，前些日子你把方讲师骂得气吐血，你为何还不向方讲师道歉？哟呵，又是你小子！我就看他方孝孺不顺眼，下次我还骂他咋地了？你，肃王，这件事我会上奏皇爷爷的。去，怎么还像个小学生一样玩告家长这一套？这皇长孙确实不太行啊，遇到什么事只知道说教，却没有处理事情的能力，咋就不敢跟自己干一架呢？18弟，咱们可有好些年没见了，这么多年你在岭南过得怎么样？怎么连你四哥都不认识了？四哥，我操！拜见四哥，这可是大名鼎鼎的永乐皇帝啊！亲征蒙古，修永乐大典，下西洋，全都是载入史册的伟绩。咱们兄弟之间不必行礼，四哥值得我行此大礼。18弟，咱们这位大侄子，我看是读书读傻了，竟然帮着外人说话。18弟别说骂方孝孺一顿，就算打死他，那也是他方孝孺该死。四哥这话说的在理。一群俘虏算什么东西？对了，18弟，魏兄想和你商量一件事，如何？啥事？四哥有什么事你就吩咐好了，弟只要能办到的，无论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，都保证给你办成。没那么严重，前些日子18弟研究出来的水洗煤，那玩意作用可不小。你也知道，北平府那地界寒冷，所以哥哥想向18弟讨些煤炭。向我要煤炭？是啊，不过18弟放心，不白拿弟弟的，就按市场价购买，怎么样？18弟，你不愿意吗？四哥，不是我不给啊，主要是你所拥有的煤炭比我多得多啊！我啥时候有煤炭了？四哥，北平府是不是有个西山？西山上面有个歪脖子树，你知道不？你派人啊去找到这棵歪脖子树，然后顺着往下挖个几十米，就能挖到煤炭了。这朱偏身为岭南的藩王，怎么北平府西山下面有煤矿这种事也能知道？我身为北平府的藩王，可是都不知道啊。18弟啊，你说的是真是假？我骗水也不能骗四哥啊！四哥你就放心好了，你派人就按我说的做，保准能挖出一个大煤矿。到时候挖出的煤炭不光够你北平府的百姓用，还能拿来卖钱。18弟这份情谊我就承下了，今后有用的这四哥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兄弟之间何以言谢？陛下，如今正是腊月，外面大雪纷飞，这屋内的皇子们一个个也是才识非凡，要不您提个字，让他们做事如何？好主意，既然如此，朕就提个雪字吧。你们谁要是做的诗好，朕有奖赏。应天城东西，常作经识别，西去雪如花，今来花似雪。好，允文这首诗还算不错，很押韵，不愧是跟着几位大儒学习的。天山3月雪花飞，将士疾驰马如飞。突骑全凭白马驾，弯弓以避射戎贼。好，不错不错，我儿朱棣不愧是久经沙场，这一作的诗都有种兵戈相向的气魄。朱偏啊，你为什么不作诗呢？
18弟，你也试试吧，就算做的不好也无妨，父皇不会责怪你的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朕平日里让你读书，你偏不听，现在做不出来了吧？父皇，儿臣顷刻之间便做出了一首诗。哦，那你念念。1片、2片、3、4片、5片、6片、7、8片、9片、10片，无数片，飞入梅花都不见。这是诗吗？18皇子搁这数数呢。这念的是啥玩意啊？顺口溜吗？18皇子是怎么有勇气念出来的？你这数字就写出来一首这样的破诗，3岁孩童都比你做得好。好诗，好诗啊！父皇，儿臣记得您曾写过一首诗，鸡叫1声居1句，鸡叫2声居2句，3声4声天下白，推荐残星与小月。如今18弟写的这首诗，与您当年的那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啊！您看，这诗虽然简单，但是极具韵味，尤其是最后一句，简直是神来之笔，让人如同置身于下雪天，意蕴超凡。我操！我做这首诗完全是随便想来，可没想那么多啊！朱偏这小子肚子里难道真有些学问？18弟，你4哥我对你不错吧？这都帮你圆回来了。4哥啊，让你领兵打仗真是屈才了，以你的能力，完全能在国子监讨个官职做做。18弟这首诗根本不押韵，完全没有任何技巧。倘若这都称得上是诗，恐怕全天下人都会作诗了。12哥，我这首诗虽然简单，但是质朴啊，就连父皇也写过鸡叫1声撅1撅，鸡叫2声撅2撅的诗。你说我的诗不好，是不是也在说父皇的诗不好？我可没这意思，我只不过实话实说，就这诗的水准，恐怕是农夫随口吟2句，都比这首诗强得多。12哥，我看你是不会欣赏，区区俗人罢了。18弟，你放肆！12弟，个人的欣赏水平不同，我就觉得这首诗很不错，质朴简洁，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雪景。就是，我这学问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。12哥，是你不懂得欣赏。允文，你觉得这首诗怎么样呢？皇爷爷，在皇孙看来，18叔这首诗做的并不好，语言不通顺，用词造句也不行。我觉得18叔平日里不去学习，整日玩乐，所以才会写出如此拙劣的诗词。我写的诗不好，敢问皇太孙又能写出什么诗呢？就刚才那首诗嘛。呵呵，矫揉造作，不堪入目，想了半个多时辰就想出来那种水平的诗，不愧是那群大儒教的。你再怎么样也比你做的那首诗强。父皇，刚才儿臣不过是随口吟的一首诗，却不料被大侄子恶意指斥，儿臣咽不下这口气。这样吧，儿臣愿与大侄子再来比试一番诗词，父皇意下如何？如何？你确定？18弟，不可莽撞，大侄子文采还是不错的。自然是真的。不瞒父皇，儿臣自幼饱读诗书，3岁10千字，5岁便能出口成章。既然如此，你们还以雪为题，做一首诗吧。你就是王弼啊！我听说你善使双刀，被称为双刀王，是真的吗？既然如此，你们还以雪为题，做一首诗吧。父皇，儿臣已想好了一首诗。什么？1秒钟就想好了？这速度简直了！我看啊，不会还是刚才那种口水诗吧？念来听听。朔风吹散3更雪，倩魂犹恋桃花月。梦好莫催醒，由他好处行。无端天画角，枕畔红冰雹。赛马一生丝，残星拂大旗。我操，牛逼！这首诗的水准非常之高，比刚才所有人做的诗水准都高啊！而且这么高水准的诗，竟然是18皇子瞬息之间做出来的，这速度比7部成诗的曹植还快。朱偏，这首诗是你自己做的？当然，如果父皇不信，大可以再说一个字，我愿和大侄子继续比试。大侄子，我的才识怎么样呢？还说我不学无术吗？你这首诗真是自己做的吗？莫不是从哪里抄来的？比不过我就污蔑我辈。父皇，儿臣认为东宫的一群讲师都是酒囊饭桶，所以才把大侄子教成这样。要不让大侄子跟着我学习吧，儿臣保证把大侄子教成大才。朱偏这小子还好意思教朱允文，不过这小子的文采确实不错呀，短短1瞬间就能写出这样一首诗。允文，你想出来诗词了吗？没有。那今日的宴会就到这吧。今日朱偏的诗词做得不错，这场比试朱偏胜出。多谢父皇。明日朕会举办庆功宴，邀请那些武将功臣参加，届时允文、朱棣、
朱博、朱刚还有朱偏都要参加。我也要去。父皇啊，明天的宴会我能不能不参加？不行，你说你是不是诸位皇子中最有智谋的？这话倒是没错。所以啊，明日朕举办庆功宴，不让你参加，让谁参加呢？父皇这话说的在理。那父皇，您明日举办庆功宴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呢？是有些事。是关于蓝玉。不错，就是关于蓝玉。他劳苦功高，右朕手边将数年，此次回京，朕打算让他负责经营，统领禁卫军，负责应天府的城防。父皇，您这么信得过蓝玉？他跟随朕几十年，朕有什么信不过他的？不光如此，朕还打算他当你们几个皇子的老师，好好操练你们。那蓝玉有什么资格教导我？他打仗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呢。翌日，朱元璋在宫内举办了豪华的庆功宴，与蓝玉一同回京的将军都参加了。这位将军如何称呼？王弼。你就是王弼啊！我听说你善使双刀，被称为双刀王，是真的吗？你也听说过？当然，本王听说当年你跟随常遇春将军作战，围攻张士诚的部队，当时常将军差点打不过，是你挥着双刀冲到阵中，砍了1天1夜，眼都没眨一下，这才赢了那一战。王弼也是大明的开国功臣，后来因蓝玉一案身死。不错，不错。那你能不能表演一下双刀？不行，我乃参军，当众表演双刀岂不是让人笑话？要是我父皇让你表演呢？自然可以，但是殿下不行。那要是我四哥让你表演呢？燕王殿下文武双全，卑职敬佩，卑职也愿意表演。怎么在这也搞皇子歧视啊？燕王朱棣是个皇子，我也是个皇子，凭什么就不给我表演？蓝玉啊，这么多年你南征北战，可谓是功勋卓著啊。不过天天在外面打仗，也是苦了你了。卑职不苦，朕年龄大喽，拉不开公路了，还好有你在，这才保北方太平。你说说，这么多年在外面打仗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北元虽然败退，但还是有些底蕴在，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不难对付，或许对其他将领来说，北元是大患，但是在卑职看来，北元不足为虑。陛下再给卑职2年半时间，卑职必定平定蒙古。哦，那朕也不愿一直辛苦你，你可是朕的爱将。这一次回京，就在京城歇一段时间吧。陛下，北方军情10万火急，耽误不得，卑职需要尽快赶回去。难道国内就没有其他将领了吗？朕意已决，等你休养一段时间再去军队。这段时间你也不要闲着，朕打算把经营交给你，让你负责京城防务，怎么样？是，陛下。还有，朕打算让你当老师，把我的几个皇子扔到京营，跟着你锻炼一阵子。这些皇子皇孙有好几个整天读书，不知如何打仗，这怎么能行呢？陛下，卑职认为打仗的本事只有在战场上才能磨练出来，教是教不会的，还望陛下慎重考虑。你莫不是觉得朕的皇子皇孙学不会？卑职绝无此意。那你就认真教。是，陛下。大将军，陛下这是要夺走你的权利啊？不是吧？我看今日陛下对我依旧很重视，不光把经营交给我指挥，甚至还让我负责教导几个皇子皇孙，施舍一些小恩小惠，只不过为了稳住大将军罢了。大将军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联络富有的冯胜等将军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大将军，陛下如今年事已高，又苛刻嗜杀，你们这些开国将领所剩无几，应该联合起来寻找出路，不然必定会被陛下所制。我蓝玉岂是2面3刀之人？大将军若是不早准备，我等必定是砧板上的鱼肉，任凭陛下宰割了。大将军三思啊！容我再仔细想想。吕青，你说本王父皇是怎么回事？不仅没有处置蓝玉，甚至还把经营交给他统领。大王，蓝玉将军南征北战，立下赫赫功劳，陛下把经营交给他，是信任他，有何不妥吗？非常不妥。你不知道蓝玉这个人功高盖主，父皇表面上喜欢他，但是背地里说不定父皇现在已经想方设法除掉他了。大王，您又开始了，整体神神叨叨的，总觉得天底下没几个好人。师傅，您前几日布置的作业我们都做出来了，这叫什么2元1次方程对吧？您看做的对不对？
这两弟子也太聪明了点，短短20天的时间就把我前世所学的9年义务教育的知识都学完了。本王接下来教你们象限。所谓象限，就是用几何图形与这些数字结合起来。哦，师傅，您是如何想出象限这种东西的？本王擅长思考，有一次看见屋顶上的一只蜘蛛吐丝，就想到了用象限这种方法。师傅，那您为何起名叫做象限呢？不叫蜘蛛吐丝呢？本王想叫啥叫啥，再敢胡说一句，本王就把你逐出师门。弟子不敢了。18殿下，蓝将军正忙着，由卑职前来迎接您。父皇不是让蓝将军教导本王吗？蓝将军还有些军务要忙，由卑职带着殿下四处转转，正好熟悉一下军营。行，那就带我转转吧。我操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蓝将军的五子蓝辉在教训不听话的士卒。蓝将军治军这么严格吗？这个士卒犯了什么错，要把他绑在树上抽打？这士卒与我比试武艺，输了自然是要挨打的。蓝将军，我错了啊，我没想要和你比试武艺。蓝将军，那手镯是我娘留给我的，您要是真想要，我就孝敬给你好了，求您放过小人。放屁，谁谈你娘的手镯了？死人的玩意送给老子，老子都不要。蓝将军，看来你身手不错啊。多亏了义父平日里对在下的指点。哦，是吗？我见到蓝将军的好身手，一时手痒，想和将军过2招，如何？论打仗，父亲绝对不弱于朱元璋，凭什么他能登上95之尊，父亲就不行呢？18殿下，卑职是军队出身，下手没轻没重的，要是伤到了殿下，恐怕就不好了。无妨，出手吧。你不出手，那本王就出手了。王将军，蓝玉将军的义子就这水平，看起来不行啊！我靠，牛逼！肃王殿下的武艺竟然这么好，敢问殿下这身武艺从哪学来的？本王在岭南时曾遇到一只白猿，那白猿口吐人话，本王将他杀了，剖开肚腹，里面有一本武功秘籍，本王照着练习2年半，才有如今的成就。要是吕钦在此地，定然要和朱偏拼个你死我活。肃王殿下，您就算贵为皇子，也不能无故殴打我吧？待会见到大将军，定然向他禀报你的罪状。哟呵，本王什么时候打你了？本王和你是正常比武而已。你，肃王，大将军还在营内等着呢。这蓝辉是大将军的爱子，大将军脾气不好，一会儿要是发脾气，你千万别和大将军顶撞。本王乃是皇子，岂能怕他？大将军，刚才本王从这里路过，你的义子瞧我不顺眼，非要和我比划比划，本王没办法，只能跟他比试一番。谁知这蓝玉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，上来就是一个左正蹬，一个右边腿，本王全防出去了啊！本王看在大将军的面子上，没有下狠手，如果刚才那一脚发力，一脚就能将他鼻子打骨折。肃王，你不讲武德。你们别吵了，今日我要授课。蓝辉，你先出去。是，父亲。今日教你们一些基础知识，首先打仗要懂得战术，但也不能完全依靠战术，要有自己的理解，要灵活的根据战场变化进行改变。战略是不变的，战术是多变的。是的，没想到这朱偏有点东西，跟传闻的不学无术不太一样啊。这就是兵法吗？对，不过除了兵法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主将必须要树立自己的威望。如果主将没有树立威望，那么将士就不服你，打仗的时候就不听你的命令，那么当你指挥不动全军时，就是全军灭亡的时候。那该如何树立自己的威信呢？与将士们同吃同睡，对将士们赏罚分明，凡事做到公平公正。但这些事情只能让将士们信服你，不能让将士们替你去卖命。那该怎么做？树立威信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杀人，对不对？但不能为了树立威严就随便杀人，杀人也要讲究策略，像曹孟德梦中杀人的方式其实是不行的。要不比给你，你来讲。接下来我们来1对1复刻经典战役。朱偏殿下，假如你是巨鹿之战的章邯，我是项羽，你统帅部队40万人，我统帅部队10万人，在巨鹿相遇，你该如何布置兵力？
我会将前军布置在前面，后军布置在后面，左军布置在左边，右军布置在右边，本王则坐镇中军。我尼玛！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君一席话，说仔细点。首先，我会将部队布置在黄河边，在黄河边安营扎寨。为何？这样一来，等项羽来攻击时，我就能激励将士背水一战。好家伙，走项羽的路，让项羽无路可走啊！愚蠢！你应该充分调动部队，采用疲军之计，不断进行袭扰，集中优势兵力，围歼劣势兵力，才能获胜。这蓝玉说的，这不他娘的运动战吗？你说的也不完全对，这打仗就是要穿插迂回，就是大范围的调动兵力，逼迫敌军也调动兵力，然后攻其一个点，部队冲进去后，再向两侧扩展，打乱一大片。穿插迂回，打仗真的可以这样打？我操，牛逼！18叔这么勇的吗？直接和蓝玉将军吵了起来。你这说的什么鬼东西，狗屁不通！今天先讲到这里，明天你们再来。讲不过本王，就赶本王走呗。今日在蓝玉那边学的怎么样？很好，蓝玉有些不懂的地方，我就顺便教了教他。你教他？是啊，父皇，你不知道蓝玉用的兵法啊，实在是太陈旧了，没啥好学的。儿臣今日有好好学习。那就好，朱偏，你定要用心学，把蓝玉的所有本领都学会，记住没有？父皇，我看蓝将军的义子们大多骄纵，在军中甚至鞭打士卒，您知道吗？朕知道，蓝玉的那些义子不光鞭打士卒，还有强行买卖土地、贩卖人口，利用朝廷掩引谋财。那您不管？朕自然会管，不用你操心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跟着蓝玉学习打仗的本事，记住没有？是，父皇。朱偏这小子，徐爱卿怎么看？朱偏殿下在内能安邦，在外能定国。哦，皇太孙年少懵懂，他日若继承大统，恐怕会生乱。倘若肃王殿下能帮助皇太孙，那么皇太孙可无忧。多亏了上次朱偏殿下的帮助，才让老臣处理好了城外的那些灾民。朱偏殿下对老臣而言简直深不可测。在我看来，朱偏更像一把利剑，允文这孩子很难驾驭。若是朱标在世，兄弟之间和睦，倒是没事。陛下切莫伤心，老臣看来，剑乃利器，既可伤人，又可伤己。这话倒是没错。若是朱允文与朱偏之间起了冲突，两人到底谁会胜出呢？朱偏在朝廷中没有半点根基，朕这身体呀，能感觉到一日不如一日，不知道还能活多久。朱偏前面的阻力太大了，朕要尽快为他开路。陛下，您打算如何处置蓝玉？哦，如何要这样问？蓝玉可是大明的大将军，朕如何能处置得了他？陛下说笑了，陛下乃大明之主，大明所有人都要听陛下的。徐爱卿啊，朕倒是想问问你的立场。老臣与陛下自然是一条心，陛下让老臣做什么，老臣就做什么。只不过蓝玉为大明出生入死数十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朕当然知道蓝玉的功劳，不过朕老了，你和汤和也老了，朕信得过你们，可是信不过蓝玉。如果蓝玉聪明些，就应该知道怎么做。大将军，陛下多疑猜忌，又冷血嗜杀。当年胡惟庸拥护他当了皇帝，可是陛下却以谋不轨的罪名诛了胡惟庸的9族，御史大夫陈宁、忠诚图杰等人何错之有？仅仅是与胡惟庸走得近了些，就被诛杀了。还有李善长都已经辞去官职了，竟然还要强加罪名给他，将他杀害。陛下本是放牛娃出身，之所以有如今的地位，完全是因为大将军你们这些人的相助。可事成之后，却要除掉这些人。但陛下对我不薄。大将军，事到如今，您怎么还执迷不悟？如今在大明朝，您的权势独一无二，此次召您回京，显然是陛下对您起了疑心。您不趁早采取措施，难道要束手就擒吗？您现在能够号令数十万将士，军中又有其他将领响应，此时不去更进一步，难道等到朱元璋将您的权势剥夺后，您再反抗吗？父亲，我等行动吧。对，论打仗，父亲绝对不弱于朱元璋，凭什么他能登上95之尊，父亲就不行呢？我等都愿意追随大将军。大将军一声令下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如今北方的部队被大将军所掌握，经营又落到了大将军手中，大明上下有70%的兵力都听从大将军的调遣，此时不行动，更待何时？好，派人联络傅有德、冯胜两人。
大将军就等你这句话，我已派人私下里联络了他们2人，他们都已同意。倘若大将军兵变，2人就会同时响应。没想到王成对于造反一事这么积极。大王，此事不用告知您的女婿蜀王朱春，蜀王向来与陛下的关系不好，说不定能支持您。不可。大王，蜀王朱春听您的话，如果您造反时打着蜀王朱春的名号，想必有些大臣会倒向咱们，阻力也会小很多。此事不必再说，我等商谈的事没必要让朱春知道，记住没有？卑职记下了。朱元璋不仁不义，对待贤良之臣心狠手辣，我决定为天下除掉此人，诸位觉得如何？誓死效忠大将军。好，那尔等听吾号令。大将军如何起事？你们这些天内尽快熟悉经营各个位置，等到朱元璋出皇宫后，立刻派人伏杀。如果成功，那就迅速出城联络军队；如果不成功，那就统帅军队进犯京城。成，我等皆有荣华富贵；败，那么我等一同到九泉之下相聚。是，大将军。对了，大将军，朱元璋派那几个皇子皇孙跟着您学习，咱们到时候可以绑了他们，进而威胁朱元璋。没必要，朱元璋寡恩，不会为这几个皇子皇孙而投降的。之前怎么做，现在就怎么做，别被这几个人发现了端倪。是。殿下，门口有几个百姓吵吵闹闹的，好像发生了争执，小的现在就把他们赶走。吵架吵得激烈不？动手了没？好像和梁国府有关，梁国府的下人和一些百姓起了冲突，像是要从这些百姓手中抢什么东西。梁国府，蓝玉，走，本王倒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大人，您饶了我们吧，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女儿啊！赶紧把人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好家伙，朗朗乾坤，光天化日，梁国府的人竟然敢强抢民女，还有没有把我这个肃王放在眼里？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，竟然敢强抢民女？给我滚蛋！朱偏殿下，这女孩是牙行卖给我梁国府的，这些农夫不舍得，所以起了冲突。牙行就是中介商行的意思。究竟发生何事？要是你们有冤屈，本王会替你们做主的。他们让我交租，可是今年庄稼收成不好，根本交不起，结果他们就让我用女儿抵债。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朱偏殿下，他们欠了我梁国府20两银子，肯定是要抵债的。吕青拿50两银子给他们，这人我买了。殿下，我得回去不好交差啊。你们要交不了差，尽管来找本王，给本王滚！这50两给你们，你们在乡下买几亩地，以后好好种田吧。感谢大人的大恩大德啊，小的做牛做马也无以为报。拜见朱偏殿下。朱偏殿下，这女孩是我花了钱买来的，对我有大用处，您多体谅一些，让我们把这女孩带回去，如何？你说这女孩是你们买来的，可有证据？您瞧，朱偏殿下，这是牙行的契约。好了，现在契约没了，你还有什么证据？尽管掏出来。朱偏殿下，这是我梁国府的事，你这样做未免太不把梁国府放在眼里吧？怎么，你还想威胁本王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操！原来是朱偏殿下也看上了这女孩，看来殿下也是同道中人嘛。那我就做个顺水人情，把这女孩送给朱偏殿下。看上这女孩？难道说蓝辉这畜生玩意竟然连12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？蓝辉，本王问你，你要这女孩就是为了做那种事，是又如何？吕青，本王怕脏了自己的手，你替本王把她往死里揍，只留下一口气就行。你凭什么动手打我？还不能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帮我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千万别过来啊！我爹可是蓝玉大将军。把他带上，随我去一趟梁国公府。大王，您刚刚才招惹了蓝辉，现在去梁国公府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的？蓝将军的义子如此胡作非为，本王替他把这义子教训一顿，他不得谢谢本王啊！蓝将军，这蓝辉胡作非为，拐卖人口，被本王撞见了，所以教训了他一顿。蓝辉是我梁国府的人，不过是犯了点错，
肃王殿下和至于下此狠手？哟呵，本王就下狠手了，怎么着？蓝将军啊，这就过年了，你不和家人团圆，却和这么一帮大老爷们待一块，干什么呢？家人不在京城。哦，本王也还没成亲，也没有家眷，这些天跟着蓝将军学到不少兵法，心里也颇为敬佩。蓝将军，要不到时候去肃王府过年如何？啊，多谢好意，不过不用了。哎，这年过得越来越没滋味了。本王曾听父皇说过，在他小时候没有耕地，只能给地主家放牛，稍稍不用心一点，就会挨一顿鞭子。那时候每到过年时，父皇只要能吃上一顿饱饭，就是心满意足的。朱骈殿下为何要对我说这些话？肃王殿下，您何必在这里说这些话？如今陛下是九五之尊，天下的东西他想要什么就能要什么。是啊，但是人不能忘本，也还要学会知足。有菜吃的人总是去羡慕有肉吃的人，有肉吃的人又去羡慕一天3顿吃肉的人，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就好了？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，那么就会膨胀，可是一直膨胀下去，那就是自取灭亡之道。肃王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这是梁国公府，堂堂的大将军府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大将军，希望你能听进去我说的话，勿谓言之不预。大将军不必听这肃王说的话，那朱元璋能做的江山，您为什么做不的呢？何至于此呢？难道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吗？大将军不可妇人之仁，如今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我等该准备的都已准备好了，就等着时机出现了。那行吧。大王，您刚才说的那番话云里雾里的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想救蓝玉一条性命。您救他性命，人家可是大将军啊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过得好不自在，又怎么可能丢掉性命呢？在历史记载中，蓝玉居功自傲，又傻乎乎想要谋反，私下联络其他将领，趁着朱元璋出城时夺取皇位。朱元璋勃然大怒，立刻调兵遣将，镇压了蓝玉等将领，并将蓝玉扒皮充草，作为对众人的警告。这蓝玉本可以成为大明的守护神，希望他能明白那些话吧。如果他真的走到那一步，就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了，大明帝国又将迎来新一轮的腥风血雨了。到那时，江星陨落，人人自危，你家大王我恐怕也很难自保。大王，您的迫害妄想症又犯了。陛下病了。陛下年事已高，身上又有旧疾，今晚突然犯了病，然后便陷入了昏迷，怎么叫也叫不醒。奏，去宫里。陛下得了什么病？怎么会突然病倒？陛下是供血不足导致的昏厥，估计休养几日就会醒来。那还好，这几日你们需用心照料陛下。蒋晔，你在这里寸步不离，朝廷的事我来处理。是，徐大人。还有你们这些太医，必须用心救治陛下。倘若陛下救不回来，我就诛了你们9族，记住没有？记下了，小人记下了。关于陛下昏迷的消息，严禁传出去，违令者斩，记住没有？都记住了。陛下，我操，这家伙是父皇的人，这是在钓鱼执法。殿下，如今陛下重病不起，眼下藩王的威胁是最大的，你要抓紧时间防范各个藩王。如今皇爷爷昏迷不醒，我身为皇太孙，怎么能有其他心思？如今最紧要的事，就是等着皇爷爷苏醒。殿下，您还是要早做准备啊。不必再说。大将军，此时不起事，更待何时？皇帝陛下昏厥不起，正是我等的大好时机。再等等。不能再迟疑了。如今天府城暗流涌动，大将军倘若能揭竿而起，一定能成功的。朱元璋只是昏迷，又不是死了。我还没进宫去见朱元璋，也不知道他的病情如何。你让我如何动手？可是这次机会百年难遇啊！我当然知道，但绝不能此刻动手，要做好万全准备。等城内再乱一些，我等再动手，务必要一举拿下皇宫。是。不应该呀，父皇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昏倒？大王，陛下年龄毕竟大了，陷入昏迷也很正常。不对，历史记载父皇还能再活个6、7年，这时候他虽然年龄大了，但是身子骨还是挺硬朗的，不可能倒下。自家大王莫非神人也？连陛下能活多久都知道。来人，陛下醒了。朕昏迷了多久？陛下昏迷了3天。朝廷没出什么大事吧？一切正常。那就好。
朕还以为朝廷应该会出什么乱子呢。那些大臣们平日里看起来对朕恭恭敬敬，但是心里面想的什么，谁又知道呢？陛下，大臣们把陛下放在心里，不敢生乱。哼，行了，不必安慰朕了。传令各大臣，明日早朝正常进行。陛下，您这身体无大碍，老毛病罢了。传令吧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议事吧。陛下昏倒了，快把太医叫过来。怎么样？陛下多年来勤勉持政，身体早已积劳成疾，如今年龄又大了，这次是严重透支了身体，情况有些不妙。快将陛下抬回寝宫，你们速速回到自己的职位上主持政务。如果让我知道你们谁生了一心诛九族。大将军，宫里刚传来消息，陛下又昏倒了。看来皇帝陛下真的不行了，这是天赐良机，我们必须紧紧抓住。好，起事！干了，兄弟们！报，皇太孙朱允文来访。好家伙，这真是打了瞌睡有人送枕头啊！你们这是要？朝中有奸人作祟，谋害皇帝陛下，我等身为臣子，在皇太孙殿下的带领下，欲要铲除朝中奸人，还大明朗朗乾坤。你们这是要谋反？不知殿下是否同意呢？蓝玉，你身为大明的大将军，不想着保卫大明，却趁乱谋反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朱元璋弑杀，我走到这一步已无路可退。朱允文，不知你是否要和我合作呢？合作个屁！你们这些乱臣贼子竟敢谋反，等皇爷爷醒来，定要诛你们九族！将他带下去。不要啊！立刻派3000士卒控制住应天府的各个要地，隔绝城内外的联系。王弼，你率军务必在3个时辰内攻下应天府武器库。是。大王，现在外面都陛下昏迷时，朝中出了奸人，伺机谋害陛下。皇太孙朱允文和蓝玉联手，要诛杀奸人，还大明朗朗乾坤。什么？我还听说，其实是皇太孙朱允文对皇位有想法，想要谋害陛下，自己篡夺大权，登上95之尊。我操！什么？大侄子这么勇，敢谋害我父皇？反正京城现在谣言满天飞，现在那些官员都吓得在家中不敢出来。哎，陛下这一病，这京城可全都乱套了。还是走到了这一步，看来是时候得你家大王出手了。大王，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？当然也不想想你家大王是谁。其实不是大侄子谋反，是蓝玉趁着父皇重病反了。不会吧？有什么不会的？估计蓝玉挟持了大侄子，此时正进逼皇宫，凭那些锦衣卫恐怕撑不了多长时间。大王，您又懂了。废话，早知道前世多看点历史书了，也不至于现在抓瞎。要是能知道蓝玉的具体布置就好了。算了，吕青，随我出府。大王，现在外面乱成一锅粥，您单枪匹马的，一个人出府太危险了。本王身为皇子，此时到了危急时候，绝不能像个缩头乌龟。本王这就去找老丈人。老丈人当年是统军元帅，虽然现在赋闲在家，只要他出门，好歹有几个将领听他的命令。岳父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有什么事吗？岳父，纳兰玉谋反了。什么？不光如此啊，纳兰玉趁着父皇昏迷，挟持了大侄子朱允文。据本王估计，他已经率军进逼皇宫了。你这是从哪听来的消息？准确不？千真万确。今父皇昏迷，奸人作祟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望岳父大人不屑于内，忘身于外者，报之于父皇也。你哥这辈出师表呢？老夫赋闲在家多年，如今怎么掺和其中呢？岳父大人，您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蓝玉谋权篡位，将大明江山毁于一旦吗？您和一帮老兄弟辛苦建立的江山就要被毁了啊！等您100年之后，在阴曹地府见到常遇春、沐英这一帮老兄弟，您难道不觉得羞愧吗？你这小子怎么说话的？老夫打仗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呢？我告诉你，有老夫在，这蓝玉翻不起什么风了。岳父大人说的是，有您在，大明江山定然无虞。岳父啊，咱们2人手无寸铁，该如何办呢？先去武库，武库中有最精良的器械，谁控制住了武库，就等于手里握着一支军队。好主意，那就咱几个人怎么控制武库？怎么不行？老夫身为统军元帅，说话还是有点作用的。
是，岳父大人一人顶的上百万雄师。弟兄们，最多再用2个时辰，务必攻下武库，凡是阻挠者，格杀勿论。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谋逆吗？大元帅，您不是赋闲在家吗？怎么出来了？我操！老丈人这么牛掰吗？敢在叛军营里扇他们的将军，难道老丈人就不怕这些叛军暴起发难吗？王弼，你这是要做大明的罪人吗？大元帅，我也是听命行事。谁的命令？是蓝玉那家伙。我命令你立刻停止进攻，你的这些人马全部由老夫接管。元帅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等已经如此。要是此刻停止进攻，是如今老夫的命令不好使了吗？你当年在老夫手下当小兵时，要不是老夫提拔，你现在不知道在哪生火做饭。遵大元帅号令，兵甲3000余人，愿听大将军调遣。我靠，牛逼！老丈人不愧是开国大元帅，一个嘴遁就收服了王弼。王弼，从此刻起，你的军队由我接管，速速赶往城门。路上凡是遇到叛军反抗，皆视其为敌。遵命。岳父大人，此人不好办，估计就是子辽鼓动蓝玉造反的，也是酿成这次祸事的罪魁祸首。王成，我记得你是蓝玉的左参谋吧？你若是放下武器，老夫算你戴罪立功。岳父，您和他废什么话？直接砍了他！啊，这啥情况？难道自己的岳父汤和是天命之子？只要虎躯一震，敌人要么望风而逃，要么扣得受降。启禀大帅，应天府4座城门皆已控制，全部听从大帅调遣。现在城中是什么形势？蓝玉率人攻占皇宫，想必此刻正发生激战。还有蓝玉的诸多义子负责攻占城中各个要地。咦，这王城投降的也太彻底了吧？这就全招了？这人还有没有点羞耻啊？苏王殿下，陛下曾吩咐我，过了午夜子时前往皇宫支援，务必完全铲除蓝玉这伙叛党。陛下，我操，这家伙是父皇的人，这是在钓鱼执法。殿下太低估自己了，太子朱标岂能比得过殿下？徐达，蓝玉还是舍不得手中的权势，怪不得朕无情了。陛下，您这么做不是在逼蓝玉造反吗？哈哈，朕只不过假装昏迷，他就生出了异心。倘若朕真的死了，那蓝玉是不是就能随便扶持一位皇子登基了，然后做他的摄政大臣，亦或是自己当皇帝？朕告诉你，这大明江山永远是朱家说了算，只要朕不交出这江山，无论是谁都不能抢，不然诛九族。陛下，蓝玉挟持了皇太孙，我们的人不敢猛打猛冲，担心蓝玉狗急跳墙伤到了皇太孙。朱允文被蓝玉劫持了，请陛下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保证皇太孙的安全。不必，若是蓝玉以朱允文做人质，你们尽管动手，朕向来不受任何人的要挟，无论是谁，记住没有？是。贾业，你接管皇宫的防务。徐达，朕于后宫中藏有5000人马，此时归你调遣，设法夺回皇宫大门。遵命。蓝玉手中只有几千兵马，此时受到徐达和汤和的前后夹击，渐渐不支。大将军，我们要输了！竟让徐达和汤和联手对付我蓝玉吗？还真是看得起我蓝玉，甚好甚好。在朱元璋心里，本将军只不过是一个棋子，当年的胡惟庸是棋子，刘伯温是棋子，我等文臣武将一个个被朱元璋玩弄于股掌之上，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被杀的命运。今日是我蓝玉对不起各位兄弟，若有来生，我蓝玉必定厚报。大将军，我等无悔。蓝玉，快放开我！今日就算是死，也有朱元璋的孙子陪着我，此生不算亏了。说到底，朱元璋这波是钓鱼执法，没有谁对谁错。朱元璋为了大明的长治久安，蓝玉为了自保，所以双方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冲突。这位大明战神是被坑了啊！汤帅，我想去劝说蓝玉。不可，现在蓝玉已经到了穷途末路，难免会做出什么狗急跳墙的事，况且他必死无疑。这些将士是大明最精锐的人，他们也有家人，如今却丧命在这内战中。本王去找蓝玉谈谈，希望少死一些将士。哟呵，没想到这小子倒挺仁义的，那你试试吧。此刻蓝玉已经陷入了疯狂，你注意安全。好。
蓝玉，你要是不想让你的部下白白送死，就放下兵刃。朱骈，你太天真了。就算我现在收手，朱元璋能放过我和我的部下吗？那你何必连累无辜的将士受死？这些将士从前跟着你并肩作战，如今却跟着你白白受死，你良心何安？大丈夫在世，生要无顶石，死亦得无顶棚。对于我们而言，战死沙场才是最好的归宿。放屁！武将是要保家卫国，你们好不容易建立起了大名，天下百姓休养生息，如今你又引起了战乱，为了什么？难道你蓝玉不过是一介只图名利的小人吗？成王败寇，你既然输了，那就体面的缴械投降。现在像个疯狗一样的乱咬人，有什么意思？成王败寇，我输了。大将军，你投降吧，输了就是输了，多造杀孽有什么意思？反正最终结果无非是诛九族罢了。朱元璋早就想要我的命，给他就是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这一次你做得非常不错，本来朕觉得安抚城内百姓需要一段时间，没想到你和汤贺控制住了局面。等这一次事情结束后，朕会奖赏的。儿臣不要赏赐。哦，只希望父皇这一次少株连一些大臣，莫要让无辜的大臣寒了心。我杀人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朱家的江山，就是为了给你们这些子孙拔掉手中的刺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些都是危险人物。皇帝是贤德的君主，大臣才会是拥护臣民。倘若皇帝大肆屠杀功臣，那么臣子自然不会为皇帝尽心尽力。我操！给我滚！陛下，不可啊，真的不可！凡是谋反的人，交给刑部查证；那些无辜的将领，为什么也要牵连呢？这些将领可是大明的基石啊，陛下。哼，你的意思是朕在滥杀无辜？老臣并非此意，只是这一次的案件牵扯了太多的将领，陛下要将这些人全部诛杀，这实在是太过了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人是杀不光的。陛下，现在刑部装不下那些犯人了，就连大理寺都满了。陛下难道是想杀光所有武将吗？朕看你有功，不想让此事牵连你。来人，徐达累了，让他关门闭腹歇息。你进宫干什么？我老了，来找陛下说一声，想回凤阳老家了。陛下现在是杀疯了，与蓝玉有关的所有人，怕是要全部诛九族。如今可有什么办法？龙的逆鳞，别人是碰不得，如今能救这些无辜武将的只有2人。谁？皇太孙朱允文和18皇子朱骈。你要把朱骈牵连其中？那小子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但好歹是我的女婿。难道你想让我女儿守寡？徐达，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？在陛下心中，目前只有2人是最重要的，一个是皇太孙朱允文，一个是肃王朱骈。你莫不是糊涂了吧？朱允文也就算了，可那肃王朱骈浑身都是缺点，也能得到陛下的青睐。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朱骈虽然做事莽撞，但是极为机智又仁义。我觉得其实陛下心中是想把他当作储君培养的。就他储君，陛下没搞错吧？我能在这种事情上骗你吗？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陛下牵连了这么多人，就连那些无辜的武将也不放过？因为那些武将招惹了陛下，陛下挟私报复。不是，是因为那些武将手握重兵，如果联合起来，就像一把利剑插在了陛下的胸口。陛下此举是在为他的子孙扫除后患。倘若有皇子皇孙能收服这些武将，陛下自然就不会如此大开杀戒了。你是说朱骈他能收服这些武将？不信，朱骈有这个能耐吗？我看还不如去找皇太孙靠谱点。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？岳父大人，您舍得让你女儿守寡吗？你，老夫岂能害你？不是在坑我。朱元璋如今的状态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我这小身板能挡住杀疯了的父皇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搞不好连自己一块给咔嚓了。肃王殿下，你觉得陛下大开杀戒，处置那些无辜的武将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，你们跟随父皇戎马半生，父皇平日里也相信你们，你们怎么不去劝谏父皇呢？陛下平日最反感大臣间联合，
倘若我们两人一同去找陛下求情，恐怕那些人死得更快。那本王去的话，你觉得本王救出那些人的几率有多大？3成。我尼玛，才3成，那我不是去找死吗？殿下不会死。真的假的？咱们可都是大名人，大名人不骗大名人。其实陛下最宠爱殿下，只是殿下不知道罢了。宠爱他能拿剑丢我？殿下可知道上次被陛下拿剑丢的人是谁？是谁？当年的太子朱标。为什么？当年发生胡惟庸一案后，陛下同样大开杀戒，逮捕了无数文臣。太子朱标闻讯后，在仁寿殿长跪不起，祈求陛下放过无辜的文臣。陛下不同意，然后太子当面骂陛下是桀纣那样的君主。陛下非常生气，就拿剑指朱标太子。太子回府后大病一场，陛下还派人询问太子的病情，可见不是谁都有资格被陛下之剑的。你意思是本王能和大哥相提并论？殿下太低估自己了，太子朱标岂能比得过殿下？不错不错，那好，本王就去一趟皇宫，尽力劝谏父皇。不过还有一件事，你们须得答应本王。我操！你不会是谋反失败，所以也想蛊惑本王谋反吧？让本王进去。陛下吩咐，一般人等不准进出，尤其是肃王殿下更是不能进。滚开！你们要是敢动本王，父皇定然诛你们9族。肃王殿下，不要让我等为难。姜桓，你觉得你当父皇的锦衣卫大肆屠杀武将会有什么下场？本王告诉你，自古以来甘愿当刀子的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快让开！本王不仅是救那些无辜的武将，同样也是在救你。肃王殿下，进去后莫要惹陛下生气。废话，本王岂能不知？拜见父皇。你怎么进来了？蒋烨也太不中用了，连个门都守不好。不关他的事，是儿臣自己闯进来了。如果你是为蓝玉和那些逆党求情，那你还是滚吧。我怎么可能为他们求情呢？这几日我听说父皇操劳，所以来瞧瞧父皇。父皇不容易啊，驱除鞑虏，光复我汉族荣光，真可谓千古一帝，无人能及。哼，行了，你马屁拍完没？拍完就给我滚。父皇啊，儿臣觉得谋反的人该被处死，但那些无辜的人总不能也受牵连而死吧？您是最仁义的君主，再说诛9族实在是太重了，不光是处死宗族和邻居，就连那些丫鬟和仆人也不放过，处死他们有什么用呢？你在教朕做事，你觉得你比朕懂得多？不敢，只是觉得父皇这样太狠了。这些武将中有不少是大明的基石，处死他们，那大明以后靠什么来抵御外寇？你懂个屁！身为皇帝，如果像个妇人一样心慈手软，必定成不了大事。朕告诉你，对于那些图谋不轨的人，要将他们诛杀干净；还有那些与谋反者有任何关系的人，都要杀得一干二净。只有这样心狠手辣，才能把他们治得服服帖帖。谁犯错，那就按照律法处置他们。那些没有犯错的官员却受牵连而入狱，那么大明的律法算什么？如同儿戏吗？哼，不杀不足以震慑群臣。不可，父皇，皇帝要带头尊重律法。如果皇帝践踏律法的话，那下面的官员就会生乱子了。哟呵，你是说朕滥杀无辜？父皇该停手了。您建立的大明是要流传千百年的，日月山河永在，大明江山永固。您的名声是要被后人铭记的。你的意思是朕在亲手埋葬大明？是的。父皇别打了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想让您冷静一下。我是看您年龄大，不好意思和您动手，您再这样，儿臣可要还手了啊！你敢！蒋烨，给朕进来，给我把这逆子拖出去，狠狠揍一顿。父皇不用那么麻烦，儿臣马上滚。朕怎么会有这样的逆子？一天天的净找事，简直让人火大。陛下，其实朱骈殿下也是一片好心，那些武将虽有罪，但是罪不至死。朱骈殿下此举是为了您的名声考虑。你意思是朕做错了？还有你身为锦衣卫都指挥使，什么时候开始帮皇子说好话了？你这都指挥使，是要听朕的命令，还是听他的命令呢？自然为陛下命令是从。哼，那你还帮他说话？无论陛下还是朱骈殿下，都是在为大明江山考虑。陛下担心那些武将生乱，这才处置他们。可是，在太子朱标在世时，为什么陛下却没有这种烦恼呢？彪儿，你是说这些武将可以被朱骈所用？臣不敢妄言。
朕知道了。看来陛下是铁了心要处置这些武将了。不见得，虽然本王被揍了一顿，但是想必本王的那些话已经触及到了父皇的灵魂深处，说不定父皇心中真有放过这些无辜将领的打算。你有病啊你！走，吕青，陪本王去刑部一趟。去刑部干什么？我操！大王不会是要劫狱吧？不可啊，这可是重罪，就算您是皇子，那也要被砍头的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小机灵鬼！吕青啊，你说凭你的本事，如果让你去刑部劫狱，能不能把人劫出来？能劫，只能劫一点点，不能劫多了。蓝玉，素王，你来做什么？探望我这个阶下囚，这是要送我上路吗？是你犯了谋逆重罪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不光是你，就连你的九族也要诛灭。大丈夫死要无顶烹，不过是诛九族罢了，我蓝玉又有何惧？我来主要是求你一件事。来求我？真不知道，一向目中无人的素王殿下，竟还有求我的时候。我求你别随意诬陷那些无辜的人，本王答应了徐达和汤和，会尽力救那些无辜的官员。救那些官员？哼，素王啊，你太天真了吧？难道你看不清眼前的形势吗？陛下是铁了心扫除我等。我知道。你知道还救？你别以为你是皇子，陛下就不忍心处置你。咱们这位陛下狠起来可不管什么亲情。我知道，不过我还是要救那些无辜之人和罪之有，就这样白白丢了性命。我印象中的大明不该是这个样子。这大牢里有那么多人，大多都是无辜的，你能救得了几个？能救几个是几个。倘若见到无辜的人死去而不施以援手，那和畜生有什么区别？朱骈这番话让蓝玉沉默了片刻，神色动容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如果救了他们，可能会让陛下以为你们有勾结，以陛下的心思，说不定会责罚你。本来你可以当个安稳藩王的，何必呢？而且你救了他们，他们也不知道是你求得情，也不会感激你，到头来你什么都没得到，还白白得罪了陛下。我知道，不过做人做事嘛，但求问心无愧。哟呵，你想做皇帝吗？没想过这些。没出息的玩意，身为皇子，竟然对皇位没想法，你还算什么皇子？这次事情后，如果父皇处罚我，我正好回岭南做个潇洒藩王。其实岭南那地界挺好的，我准备发展海军来着，再往南走，那里有安南、吕宋。等我征服了这些国家后，我就往西扩张。西面有个阿三，他们做的饭太难吃，我准备征服那里后，教他们怎么做饭。你这说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再说做皇帝也没什么好的，你看父皇每天在御书房批改好几百份奏章，他从前可是驰骋疆场的，现如今却被困在小小的御书房。你懂个屁！一地之王又如何与一国之君相提并论？你是蠢货吗？身为皇子竟然不想着去当皇帝！我操！你不会是谋反失败，所以也想蛊惑本王谋反吧？想把本王拉下水，陪着你一块上路？我尼玛！不过就算本王谋反，父皇也不会诛本王九族，最多把我老丈人那一家带上。其实你应该当皇帝的。No， 我只想安安稳稳当个藩王。你仁义，对官员肯放权，你聪慧，无论是兵法还是谋略都懂得一些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不会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这些无辜的大臣。算了，话已经说完了，本王该走了。明天本王再去找一趟父皇，看能不能救下这些无辜的武将。我要见詹辉，你们把詹辉叫过来。什么事？自然是关于逆党的事。蓝玉，你终于承认这些人和你存在勾结关系。我要见陛下。陛下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蓝玉，我劝你最好爽快的认罪伏法，这样少受点苦。你让不让我见陛下？不可能。你不是想问同党一事吗？你詹辉就是我的同党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当初造反时就是你蛊惑我的。操！你怎么能凭空污人清白？我和你非亲非故，你为何诬陷我？你如果不想牵连其中，就让我见陛下。你一个反贼，有什么资格见陛下？你们这些人是谋逆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就说让不让我见陛下吧。
不让见的话，我蓝玉别的本事没有，诬陷倒是一把好手。别说是你沾辉，就连你全族上下，我全诬陷一遍。你好，我让你见。陛下，那蓝玉已经审得差不多了，只不过蓝玉提出一个要求，想求见陛下。见朕？为何见朕？陛下，蓝玉说他有重要的事禀报陛下，关乎到大明的未来。那你把蓝玉带过来吧。是。问你妈！造反个鸡毛！你不知道，其实是父皇想把皇位传给本王。说吧，蓝玉，你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告诉朕？我愿意投效陛下，做陛下门下走狗，为大明开疆扩土。哈哈哈！朕以为你身为武将会表现得有骨气一些，没想到竟然是个软骨头。蓝玉，朕平日里真是高看你了。你谋逆前就应该想清楚，不成功便成仁，现在却说这种话，真让人笑掉大牙。我为什么谋逆？陛下心里一清二楚。我不光可以为陛下效力，还可以为朱偏殿下效力。哼，你觉得你的能力很强？蓝玉，朕告诉你，大明最不缺的就是人，杀了你一个武将，还会有无数的武将涌出来。我有没有作用，陛下心里最清楚。陛下，如果您想让肃王登基，我可以为他保驾护航，帮他完成所有事，扫清他登基路上的所有障碍。这蓝玉竟然主动投效朱偏，这朱偏身上有什么魅力，值得蓝玉去投效？如果他真的愿意支持朱偏，那么是否要放过蓝玉呢？对于一个谋逆的人，我不相信他说的任何话。陛下是担心肃王无法驾驭那些桀骜的将士们，可是我若是能辅佐肃王殿下，就没有将士敢瞧不起他。你不必再说了，朕不相信你。蓝玉，你敢率领部队私自闯关，敢不遵号令凌辱北元皇妃，你劣迹斑斑，已经严重威胁到大明的安危了。不除去你，朕寝食难安。我知道，但我有办法让陛下相信我。哦，你要怎么做？让末将亲自为陛下除去那些隐患。朕给你半天时间处理好那些事。如果你蓝玉做得不好，让朕不满意，你还是只有死路一条，明白吗？末将明白。朱偏为了不牵连无辜的人，我杀光了这些谋逆的武将，他们曾经是我的部下。你莫要让我失望，你就算对皇位没想法，我也要亲手把你扶上去。徐大人啊，本王这几日下了大功夫，每日去找父皇求情，可是父皇还是不肯放过那些人，你莫要怪本王啊。本王还有一计，就是贿赂父皇身边的内侍，看能不能偷偷潜入皇宫，把父皇的天子结账偷出来，然后把那些武将给放了。可是本王身上带的银子不够，需要徐大人借给我点，不多，借给本王5000两就行了。我来找殿下，是想让殿下收手的。啥意思？让我去救那些武将的是你们，让我收手的还是你们？你们把本王当猴耍是吧？那本王不白挨打了。不是这个意思。今日下午，刑部大牢突然被锦衣卫封锁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我猜想，陛下可能做出决定了。什么决定？不知道。问你妈！翌日，徐达接到诏令，急匆匆地赶往皇宫。拜见陛下。你先看看这样处置是否妥帖。陛下，为何要如此处置？蓝玉把他的义子杀光了，还有那些参与谋反的也全都被他杀了，他成了彻彻底底的孤家寡人。从此之后，没有人敢再依附他了。对于大明来说，他不再是个威胁。好家伙，这蓝玉怎么也是个老六？为了活命，把他收的儿子杀光了。不对啊，我印象中的蓝玉作战勇猛，狂妄自大，不是个背信弃义的人啊。他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依附朱偏。蓝玉可是蜀王朱春的岳父，就算要依附皇子，可为什么去依附朱偏呢？我想立朱偏为太子，你觉得如何？老臣不愿欺瞒陛下，说实话，肃王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选。他才来京城不久，没有足够的威望，也没有文臣武将认可。另外，老臣看肃王殿下的志向，似乎也志不在此。说的也是，不过朱偏也有优点，最起码不怕事罢了。朕为他找个老师吧，省得他一天到晚净惹事。陛下甚爱肃王殿下。什么玩意？吕青，你买的是不是假报纸？没错啊，蓝玉没有谋反，而是左参谋王成谋逆。王成谋逆？那王成分明是父皇的人，他敢谋逆，他怕不是头上长了40斤的反骨。
这报纸上写的清清楚楚。大王，这报纸上还说，王成谋逆后，率领着蓝玉的军队冲撞皇宫，所以蓝玉犯了失察之罪，贬为庶民，监禁3年。我这是在做梦。还有呢，关键时刻，肃王殿下临危不惧，一人一马一长剑，守在皇宫门口，劝导王成等人放下武器。王成听了肃王殿下的话后，幡然醒悟，痛哭流涕，表示愿意归顺大明。咦，大王，这报纸不会是你写的吧？放屁！本王怎么会自吹自擂？王成被抓后，经过审问，交代了谋逆的事实和参与的逆党。本来谋逆的武将太多，要全部处死的，可当今天子仁慈，又有肃王殿下跪在仁寿殿3天3夜求情，机遇吐血。陛下感念肃王殿下之情，于是只诛首恶和同犯，未参与者和不知情者略施惩戒。我啥时候跪3天3夜了？怎么听起来这么玄乎？那蓝玉可是犯了谋逆的重罪，最后竟然逃过一死。父皇是怎么想的？他可是瞎人不眨眼的朱元璋啊！到最后怎么还把功劳都算到我头上？想不通，真是想不通。父皇，你可满意了？多谢父皇没有屠戮那些无辜武将，不过让儿臣没想到的是，父皇竟然还放过了蓝玉。本来真是要杀光他们的。父皇何必呢？大明还需要这些人征战，保护大明的疆土。朱偏，伪君王者要时不时杀一批文臣武将，这样他们才会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敢谋逆，就让他们彻底消失。有这种想法的人，也要一块消失。这些官员只要没了敬畏之心，就会勾结在一起，欺压百姓，个个吃得油头满面。朕恨不能把他们一个个的扒皮虫草，挂在城门上曝尸。如果其中有无辜的受牵连者呢？也要杀。杀一个无辜的人，能震慑10个贪官，间接拯救了100个百姓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杀不杀？父皇，那您为什么放过蓝玉了？他想投效你，朕同意了，所以饶了他一条性命。蓝玉投效我？他没病吧？我有什么好的值得蓝玉投效？也好，大明战神级的人物投靠我，那我不得起飞？父皇，正好儿臣岭南那里还缺个将军。您不知道，现在岭南的太尉啊，大字不识一箩筐，本王早就想换下他了。还想让蓝玉去岭南？朕告诉你，如今蓝玉得罪了那些武将，要是他敢出门，一定会被那些武将给活撕了。为了他的安全，朕将他监禁起来了。还有，朕这几日为你择了一位老师，明日就去你府上授课。父皇，儿臣什么都懂，不需要老师。是吗？那你把春秋背一遍。忘完了。滚！为何蓝玉要投靠我？大哥朱标在世时，蓝玉安然无恙，是因为蓝玉是父皇留给朱标的武将。难道父皇心中真的想让我当皇帝？大王，您怎么了？吕青，你说如果我当了皇帝会怎么样？大王，您不会是听了蓝玉的话，心里也有了造反的念头吧？您可千万别听他瞎掰。我尼玛！造反个鸡毛！你不知道，其实是父皇想把皇位传给本王。大王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！不过陛下是怎么想的？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好事？那你说说，当皇帝有什么好的？当了皇帝就能号令天下，所有人都得听大王的命令，大王想干啥就干啥。以前大王只能看7、8个美人跳舞，当了皇帝后就能看7、800美人一起跳舞。对。不过呢，本王当了皇帝后，身边还缺了一个内侍，所以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吕青给阉了，当本王的内侍。吕青，你说你当太监，天天陪着朕如何？大王这个玩笑并不好笑。那你还在这逼逼赖赖？以后你会明白一句话，当皇帝或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爽，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苦。但请相信，岭南的藩王真的很爽，岭南总有一些漂亮的娘们，值得我们全力以赴。你剃度前的俗家名字叫什么？姚广孝。我操！黑衣宰相姚广孝。朕前些日子让各地推荐了一些有道高僧，朕听了他们的经本，颇有感慨，所以让你们这几个皇子自行挑选一位高僧，日后随你们一同返回藩地。父皇今日为我挑选的属官，不会是来监视我的吧？到时候我在肃王府说些胡话，恐怕没一会儿，锦衣卫就得找上门了。不行，得想办法推掉这事。父皇，儿臣可不可以不要属官？不行，你再多说一句，信不信朕给你80个和尚？18弟，其实这些得道高僧还是不错的。前几年我遇到过一位精通佛儒道，当时向父皇恳求当我的属官，不过父皇没同意。等你挑好了，我就把这位得道高僧挑出来。阿弥陀佛，是。
施主今日光临，老衲有失远迎。既然你来了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开始什么？你把一个个得道高僧叫出来，本王看一遍，看谁有资格以后跟着本王混。可是施主虽然贵为皇子，但是为了表示礼贤下士，应该亲自拜访。我不想礼贤下士啊！我要是一个个去找，那得多费时间。你要是不叫出来，我现在就回去禀告父皇，就说你们都不愿意跟着本王。行，施主稍等片刻，老衲现在就把那些高僧找来。这个太胖，这个太瘦，不妥不妥，给我叫下一个。展示下你的才艺吧。没有。哟呵，你挺嚣张的，你叫什么？小僧法号道衍。你剃度前的俗家名字叫什么？姚广孝。我操！黑衣宰相姚广孝，精通佛儒道三教，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，燕王朱棣的精神导师，擅长忽悠造反，这是个人才啊！不错不错，本王看你很不错，今后你就跟着本王混吧。肃王殿下说笑了，小僧习得忘气关人之术，肃王殿下与在下无缘。你不是和尚吗？忘气关人这玩意不是道家的吗？小僧精通佛儒道三教。巧了，本王对这三教也颇有研究，咱俩在一块可谓是珠联璧合啊。小僧曾和朱棣殿下有过约定，今后若有机会，小僧定当侍奉燕王殿下左右。朱偏殿下，小僧佛法不够精通，您要不再瞧瞧其他高僧？本王一眼就相中你了。要不你走开，我和道衍僧人说会儿贴心话。你看刚才你出场时，天上竟飞来五彩祥云，本王还很诧异，直到见到大师，所以大师和本王有缘啊。哼，就这点道行还想忽悠我道衍，简直太低级了。肃王殿下，莫要取笑小僧了。而且本王一看你的长相就知道你是个大才，今后必能成大事，只要跟着本王混，以后不愁没有荣华富贵。肃王殿下，您还年轻，听小僧一句劝，这所谓的看相算命，要从实际出发，才能狂得住别人。您这样胡掰，实在很难让小僧信服。那你第一次见我四哥，送给他一顶白帽子是什么意思？数年前，我出使燕王殿下，观他气运，今后乃是翻江倒海之人。于是我以白帽子为约定，有朝一日，燕王殿下向陛下请命，将我姚广孝作为燕王的属官。可如此机密的事，肃王殿下如何知道？当时乃大明皇后的忌日，小僧赠给燕王一顶白帽子，也是很合情合理的吧？你说的倒也对，另外本王还知道你从小家境贫寒，父母双双过世，只能早早出家当了和尚，而且你到了中年，你的各个好友相继惨死，对吗？难道眼前这个肃王殿下真的能知晓过去？就算是神棍，也不是这样的神法啊。哼，不对，或许肃王殿下之前调查过我呢。肃王殿下，小僧乃永昭寺的僧人，家世、早年经历都被记录在册。您事先调查小僧的履历，也是很合逻辑的。哟呵，本王知道你在念经期间曾有3条惊世骇俗的预言。一曰飞龙在天，太子巨王盗赴江山与陛下；二曰龙战于野，血色玄黄，主兄弟争于世，见血尽忠；三曰白龙于服9年，亢龙有悔，堕于地，又见血尽忠，仇杀无尽无期。这3条预言是我推演了无数遍才得到的结论，从未对外人提过。可是如今竟然被肃王殿下轻描淡写的讲了出来，特喵的，我是个半仙，面前的肃王殿下是真仙啊，太可怕了！今后愿听肃王殿下差遣。好极好极，今后有你帮助本王，大事可成矣。大事？大王可是要造反？这可不兴瞎说啊！确实，如今还没有等到机会。如今大王要学习当年的陛下，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，不可让旁人知道造反的消息，得慢慢来，都能急。以后说话注意点，别说这些话。晓得。父皇，儿臣已选好了属官。不错不错。这啥情况？当初我不是和姚广孝商量好的吗？为什么他选择了朱偏呢？18弟，恭喜恭喜，挑选到了合适的属官。朱偏这小子性格顽皮，不服管教，
今后你跟在他身边，要时常教导他向善。小人明白。还有，你以后要将朱骈的言行举止记录下来，时不时禀报给朕，要让朕知道他平日里做什么事，见什么人，记住了没？遵命。朕交代你的事情，不必告诉朱骈，你自己知道就行。小人理解，陛下甚是宠爱肃王殿下，一心期望他成才。父皇刚刚把你留下来，和你说了什么事？陛下让我时常监督大王，还要教大王经文。不过大王放心，只要大王不想听，在下不会多说一句经文。那就好。还有陛下让我禀报向他大王的一言一行，我怀疑陛下心中对大王起了疑心，大王这些日子需低调行事，等回到岭南后再做打算。没必要，本王对大明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。大王请放心，日后见了陛下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我心中有谱，保准让陛下摸不透大王的底细。这妖广孝行事怎么感觉有点叛逆啊？头上不会长了反骨吧？放心好了，你就算把本王的一言一行全部禀报给父皇，也没什么关系。在下乃大王之臣，非大明之臣。我等拜见肃王殿下。你们这是？我等入狱后，本以为死定了，毕竟胡惟庸一案就是前车之鉴，可没想到肃王殿下竟然救了我等，真不知道肃王殿下是怎么说通蓝狱的。其实本王当时去牢狱中让蓝狱哨诬陷一些人，具体在狱中发生了什么事，本王一概不知。大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那蓝狱下手可真狠啊，20多个义子全部被他杀光了，还要跟随他的老部下，也是一个不留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我等还以为是肃王殿下让他这样做的，然后肃王殿下出面保下他的性命。是蓝狱自己决定杀人的，他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，只有他亲手杀了亲近的人，父皇才不会搞株连，你们才能活命。本王希望你们心中不要记恨蓝狱。明白，殿下大恩不言谢，今后我老冯回晋阳老家了，您要是去了晋阳，尽管来找我老冯。你们这些武将现在身强力壮的，不想着为朝廷效力，为何要回老家呢？是这样的，肃王殿下，这次受蓝狱一案牵连，共有200多名武将被免职，这些武将无法在军中任职，只能回老家了。原来如此。大王，您前些日子不是说岭南正缺将领吗？这些将领可以为您所用。古人诚不欺我，确实很软。你们这些将士还年轻，现在回老家真是屈才了，要不去本王的藩地岭南吧？岭南？是啊，你有所不知，现在我岭南的太尉名叫世子良，人蠢笨的要死，本王早就想把他换下来了。你去岭南当太尉如何？让我当太尉？对啊，还有你们都别回老家了，都去岭南当太尉去。大王，岭南几个太尉啊？有几个人去岭南，那岭南就有几个太尉。这不太妥当吧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到了本王的岭南，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。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50州？本王早就想攻打南边的安南，奈何没有将领领兵，指望世子良那家伙这辈子也别想打下来安南了。如今有了众位将军相助，简直不要太简单啊！这什么这？如今正是你等建功立业的好机会，谁能像本王这么慷慨，许给你们太尉的职位？我们这条命是肃王殿下救的，为殿下效命也是应该的。好，岭南有了这群将领相助，简直要起飞啊！这谁制的舆图也太差劲了吧？是臣制的。画得好啊，道演，这舆图是哪个地方的？是岭南到京城的舆图。画这个干嘛？大王，您收拢了这些武将，岭南实力必定大增。接下来几年，您厉兵秣马，待天下局势有变，引一支偏师控制巴蜀，另一支偏师控制两广。然后呢？然后您亲自带着军队攻取荆州，顺着长江而下，直取应天城，届时大业可成。我尼玛！这姚广孝不是脑子长反骨，分明是反骨上长了个脑子啊！这人心里有点阴暗。本王告诉你啊，其实父皇有意扶持本王来着，想让本王接他的位子，知道吧？那大王为什么不答应下来呢？本王呢，志不在此，懂吧？过一段时间，本王就要回岭南了，到时候你们跟随本王一块回去，知道不？懂了，大丈夫在世，
不受嗟来之事，所以大王宁愿回到岭南，厉兵秣马，亲手去取这天下，也不愿意接受陛下的馈赠。大王竟与臣的志向不谋而合，真是可喜可贺。臣愿意协助大王在这天地间搅动风云。这姚广孝实在是中毒太深，无药可救了。等等，我徒弟叫做杨荣，今后兴邦安国的能臣。主官叫做姚广孝，出谋划策的谋士。还有岭南那一群不听朝廷号令的货，这配置不造个反还真可惜了。反正啊，关于造反的话，你别往外瞎说，咱们自己人关起门来怎么说都行。要是让外人知道了，那就坏事了。臣明白，此乃密谋之事，岂能乱传？拜见父皇。你来找朕有什么事吗？父皇，前些日子蓝玉谋反，有一大批武将受牵连，不是要被流放吗？巧了，岭南穷山恶水的，正是流放他们的好地方。怕不是我前脚流放，你后脚就要任命他们吧？父皇，岭南的百姓受苦受难，整天被土司欺负，所以儿臣想让父皇把那些犯罪的将领都流放到岭南。这小子恐怕是看这些武将眼红了吧？岭南有用的人才确实太少了，把这些将领都放到岭南吧。不过朕可告诉你，不准生事。真的，父皇，您还不知道儿臣的为人吗？儿臣用这些人只是为了保护岭南的百姓啊！哼，你岭南兵甲数万，只有你欺负别人的份，哪有别人欺负你的份？父皇，您看现在岭南武将有了，可是缺少治理一方的贤才啊！您不知道岭南如今的长史叫做张卫，60多岁了，年迈的走不动路了，儿臣真担心他有一天猝死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要不父皇随便找个理由处置一批有才能的文臣，把他们也流放到岭南。好家伙，这朱偏来一次京城是来批发文臣武将的吗？要不朕把朝廷搬到岭南吧？没必要，没必要。不过父皇，儿臣几时才能回岭南？你先在京城待一段时间，什么时候回岭南？等我想清楚了再做决定。是，父皇。按理来说，朱偏不应该缠着我要求回岭南吗？今日怎么回事？难不成他身边的属官起作用了？根据姚广孝所言，朱偏每日在苏王府用功学习，甚至主动请教大儒学问，学习大明的礼孝之道。难道这小子真学好了？你现在为什么绝口不提回岭南了？父皇，您不是说等儿臣和汤心定亲后再回岭南吗？所以儿臣现在等着和汤心定亲呢。滚！其他皇子都回藩地了，就本王还给父皇拴在这。吕青啊，明日本王去找父皇说说，看能不能回岭南。京城这破地方，本王是待不下去了。好的，张大人何氏子良那家伙，想必现在已经想大王了。过几日便回去。不过也好些日子没找我的娘子汤心了，想必她现在应该想死我了。心儿啊，我不想在京城待了，过些日子可能就回岭南了。你愿意去岭南吗？其实岭南并不像传闻的那样穷困，相反，岭南的百姓都很热情，岭南的官员也很听话。其实岭南什么样子都行，我不在乎，只要你不抛下我，我都跟着你不离不弃。要是你爹爹不同意呢？那我也去。心儿，你闭上眼。怎么了？古人诚不欺我，确实很软。怎么感觉你怀里有东西，硬硬的？那你挪一下。朱偏，老夫知道你在里面，你赶紧给老夫滚出来！你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再敢胡说八道，信不信老夫阉了你？不好了，我爹爹来了，你赶紧出去。无妨，交给你夫君我。朱偏，老夫数5个数，你要是不滚出来，信不信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？岳父大人，我和心儿正在谈心呢，您怎么坏我们好事呢？坏你好事，再谈心就该谈到床上去了。你看看你们刚刚说的是什么虎狼之词？你们俩还没定亲，离成亲还早着呢。你满脑袋就想那种事情，你还是个皇子吗？真是丢陛下的脸。岳父息怒，息怒。老夫息不了，给你10个眨眼的时间，立刻消失在老夫面前，要不然就永远。陛下，急报！急报！晋地军情传来急报。什么？朕的好三朱刚竟然暴毙了！朱刚年龄不过30余岁，他是怎么死的？
晋王朱刚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第3个儿子，深受朱元璋疼爱。朱刚的性格和后来的朱高煦有些相像，打仗勇猛，不过却残暴不仁。将徐达给朕叫来。晋王病逝了。前些日子进京，他身体还没一点事，谁能想到返回封地还不足2个月的时间，他竟然病逝了。陛下的意思是，朕怀疑其中有蹊跷，朕的儿子不是正常病逝，而是被奸人所害。朕赐你天子剑，你去了晋地，若是有人反对你，可先斩后奏。朕怀疑其中有蹊跷，我儿朱刚不是正常病逝，而是被奸人所害。陛下，前些日子从山西泽州传来消息，今年蒙古的攻势加紧，另外山西部分地区出现了灾情。灾情？前些日子朱刚曾向朕抱怨晋的穷困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又有蒙古作乱，朕也知道这情况，所以朕一早拨给了他赈灾粮饷，让他好生安顿境内的百姓。老臣与晋地好友有书信往来，他曾说朝廷拨付的粮饷只有40%到了百姓的手中。什么？难道晋地的官员都是贪赃枉法之徒，连朝廷的粮饷都敢贪？这件事极为恶劣，定要严查。陛下，此事没那么简单，此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要是让朕知道谁害了老三，朕定诛他9族。徐达，你身体如何？能经得住劳累吗？老臣年龄大了，精力不济，恐怕贸然赶往晋地会死在路上的。陛下，此事还是派年富力强的官员去吧。那你在京城好好休养，你觉得此事应该派谁去比较合适？这件事情的负责人需满足几个条件：一是年轻力壮，能够有精力面对晋地复杂的情况；二是机智聪慧，有谋略；三是必须指挥过战斗。晋地是大明的藩篱，不容有失，万一蒙古率军来袭，必须能够保得住晋地百姓安全。最后一个就是要有执政一方的经验，能够安抚百姓。你觉得应该谁去？其实燕王朱棣是一个极好的人选，燕王足智多谋，手下又有精兵悍将，若是晋地遇到危险，能够很快支援。不可，朱棣的封地在北京一带，而朱刚的封地在晋地太原一带，2块封地能够共同抵御塞外的蒙古，保卫大明的安全。假如让朱棣去了晋地，那么朱棣的影响力就会暴增，就能牢牢地控制着大明北部，那到时对于朝廷来说就是一个大患。那除了燕王朱棣，其实还有一人也适合前往晋地。你是说那逆子？报，朱骈殿下有事拜见陛下。儿臣拜见父皇。又有什么事吗？如今儿臣在京城已经没有其他要事，岭南诸多事务需要儿臣处理，所以恳求父皇择日让儿臣返回岭南。朱骈、朱刚病逝了。朱刚是谁？这名字听着好熟悉。朱刚是你的亲三哥，你这逆子竟然连这个都忘了。父皇您息怒，有话好好说。我怎么会不记得三哥呢？我小时候和三哥的关系最好了，可是三哥怎么突然病逝了，一点征兆也没有。朕也觉得有蹊跷。你三哥突然病逝，你心里是不是非常难受？对，难受极了，心痛的无法呼吸。你这也叫难受？刚才你说你不想在京城待了。其实儿臣也舍不得父皇，主要是岭南情况危急，儿臣听说那些土司不死心，妄想再度劫掠岭南，所以需要儿臣回去坐镇。你领兵能力如何？在岭南，儿臣敢说领兵能力第2，没人敢说第1。不错不错，朕很看好你，过几日你就可以离开京城了。就这么简单，这件事就这么妥了。父皇，那找个吉祥日子，给儿臣和汤亲定亲后，儿臣就回岭南吧。你三哥刚病逝，现在定亲不合适吧？再者，你这一身能力，要是回岭南那旮旯，岂不是要被埋没了？那父皇的意思是？朕打算把你派到晋地，担任巡抚大臣，调查你三哥死因一事，你觉得如何？我操！父皇，您莫不是在说笑吧？儿臣是岭南的藩王，让儿臣去晋地，这算怎么一回事？哼，莫不是你不敢？你从前不是天天叫嚣着有朝一日要和蒙古干一架吗？现在朕给你这个机会，你却要当缩头乌龟吗？父皇，儿臣年纪轻轻，就算是到了晋地，那晋地的文臣武将恐怕也不服我吧？要不还是让别人去吧。朕赐你天子剑，你去了晋地，若是有人反对你，可先斩后奏。有这把剑在，自己岂不是可以在晋地作威作福？其实老臣明白，肃王殿下看似顽劣，
实则忧国忧民。肃王殿下有勇力，在岭南时能够以5000兵马冲杀了安邦彦的2万人马。肃王殿下还有谋略，短短几年就将岭南治理的犹如世外桃源。不错不错，还有呢。如今晋地的情况与当年岭南何其相似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又有塞外蛮夷作乱，危难之际，唯有肃王殿下能担此大任啊！真是说到本王心坎里去了。好，父皇就让我去吧，用不了多少时日，儿臣就率领晋地士兵一举攻破蒙古大营。肃王殿下，此次让您去晋地，不是去打仗的，主要是查清楚晋王的死因，还有就是安抚晋地的百姓。本王知道三哥的死因一定和蒙古脱不了干系，所以儿臣要率军去干蒙古。只要把蒙古干趴下了，晋地的百姓自然就安生了。所以在儿臣看来，干翻蒙古才是大事。这玩意去了晋地，真不是去捣乱的。不过父皇，本王势单力薄，晋地又是边境之地，所以本王想向父皇讨一人。哼，蓝玉是吧？父皇果然聪明。不行，你本来就无法无天，要是再加上蓝玉助你，恐怕就不是去查明真相了，而是要率军和蒙古决战了。可本王手中没有顺手的将领啊，要是蒙古来袭，儿臣又该如何应对？这样吧，朕同意你征召岭南的将领入京，同你一起动身去晋地。可以可以，儿臣必定凯旋而归。大王，你怎么同意去晋地了呢？为了大明的百姓，本王也不得不去啊。那大王准备何时动身？先派人通知岭南吧。对了，把世子良那家伙叫到京城，到时候和咱们一块出发。世子良，他那个憨货能行吗？应该没问题吧？憨是憨了点，但是不打紧，好歹听话。大将军，咱们干到啥时候是个头啊？自从大王走后，长史大人让我们修路，天天就砍树，也不打仗，一点劲都没有。才干这么点活就受不了了。大王曾说过，当将士的不能怕苦怕累，主要是天天在山里砍树，兄弟们觉得不爽啊。别着急，等大王回来后，咱们就不用过这种苦日子了。太尉大人，您和大王的关系是不是最好的？那必须的，当年我当土匪的时候被大王一眼相中，然后就提拔我当了太尉。这么多年了，大王是最信任我的，就连大王身边的侍从吕青，别看他天天跟着大王，其实那家伙在大王心中根本没我重要。那大王去京城为啥不带着您呢？正因为我重要，所以大王才让我镇守岭南，防范那些土司作乱。至于吕青，那家伙能当太尉吗？他没这个能力，知道吧？太尉大人，从京城那来了一批人，听说和你有关，张大人让您回去商量事情。瞧见没有，岭南什么事都缺不了我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是大王派你们来的吗？是的。那你们来的时候，大王是怎么跟你们说的？许给了你们什么官职？大王曾许诺，说是让我们来岭南做太尉，负责统兵作战事宜。啥？你们做太尉？那我去干什么？对啊，大王说岭南的太尉又蠢又笨，大字不识一箩筐，所以打算多设几个太尉的职位，由我们这些武将担任。怎么可能？我最爱的大王竟然说我坏话，还多设几个太尉的职位，那太尉岂不是在岭南烂大街了？我不信大王会这样安排，大王一向深谋远虑，怎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？厉兵秣马，囤积粮草，待完全掌握境地。这姚广孝简直就是反骨成精。报长史大人，大王京城来信。去将太尉大人请来。哪个太尉大人？在咱们岭南还能有哪个太尉？当然是世子良那家伙。大王来信又有啥事？你看了便知。本王要北征蒙古，速速来应天成。好啊，我就说大王心里记着我呢，看到没有？大王喊我去京城呢。大王，我错怪您了啊！原来您让那些人当太尉，就是让我去京城找您。大王写这书信是让你一起去晋地，说不定还要和蒙古打仗。我自然看到了，本将军要跟随大王一起干的蒙古鞑子，建功立业了。不过像你这老胳膊老腿，恐怕不能一起去了，要不然就死在晋地了。我尼玛！
北征蒙古这种事，偏偏为什么让咱家大王去呢？按理说不应该呀。管他呢，过几日我便出发。一想到要见到大王，我内心狂喜，有着好事，大王第一个想的就是我。本将军才是大王的心腹。赶紧收拾好东西，明天就滚蛋。哟呵，我劝你对我放尊重点，等本将军凯旋归来，说不定就升职了。到时候你见了本将军，也是要行礼的。你以为老夫乐意干这张屎啊？要不是大王求我，我巴不得不干呢。弟兄们，咱们以前一直干土司，现在的换口味了，随大王干翻蒙古。干了，兄弟们！你们看这京城城墙还没有咱们岭南的城墙坚固，还有这百姓也远没有咱们岭南的好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从哪来？我乃岭南太尉世子良，特意来京城找肃王的。岭南太尉，看这愣头青的样子，一点也不像啊。那你们随我去肃王府。吕青是我，哈哈哈，我来找大王了。你是？我操！世子良，你是逃荒来了吗？你才离开了多长时间，就认不出本将军了？您好歹也是岭南太尉，怎么看起来如此寒酸？咱们岭南也没穷到这种地步吧？那荆州藩王朱柏真不是东西，不让咱们大军通过。最后我只带了几个士卒来，为了尽快赶过来，马都累死了。后来翻山越岭赶来的，苦了你了。大王可想死我了？你不在的这些天，我带着士卒天天修路，窝在山沟子里看猴子呲牙。你这是从岭南一路滚过来的，还是在路上遇到了盗贼，和盗贼干了一架？哼，盗贼也配和我干架？我可是做盗贼的祖宗，这不是太想大王了？我们日夜奔驰，好几天都没休息，这才赶了过来，辛苦了。大王，一想到要和你一同出征，我心里就热血沸腾。话说，大王遇到了这种好事，还能想着咱们，这说明大王心里一直记挂着咱们啊。子良啊，你不知道，你要是不跟着本王一块出征，战马都走不动路啊！啥意思？为什么战马走不动路？真够笨的。大王的意思是说，到时候去禁地，你给大王牵马。你多嘴什么？只要能和大王一块出征，别说是牵马了，就是给大王做牛当马都无所谓。不错不错，有这个觉悟就好。你先下去歇息一下吧。好的，大王。吕青，你说带这家伙去禁地，是不是太冒险了点？世子良这家伙虽然不太聪明，但是勇武啊，而且听说禁地民风彪悍，把他带着或许有奇效，也说不定。说的也是。你这人长得有些瘦弱啊，如果没有好武艺，怎么追随大王呢？怎么跟随大王作战呢？别这么无礼，姚先生是大王的属官，为大王出谋划策的，你对大王特别忠心。哼，你竟然敢质疑我的忠心！本将军告诉你，我与大王之间的关系，比我和自家婆娘的关系还要亲密。岭南的将士个个忠于大王。废话，这是个莽夫，说话不过脑子。姚先生别怪罪。怪罪什么啊？好啊，这样的岭南大有前途啊！广孝啊，此次去禁地可有什么计谋？大王此次去禁地，从此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，没有什么能够束缚大王的。说计谋，说计谋。据我所知，禁地民风彪悍，百姓穷苦。此次大王到了禁地，其实以安抚民心为主，暗中收拢禁得的兵力。另外，大王可以收服一批武将，以金钱示好，以武力驱使。本王身上还有任务呢，主要是调查三哥朱刚的死因，不是造反。此事一二，三皇子朱刚死后，禁地定然是一盘散沙。大王只要能镇压住这些武将，那朱刚的死因自然能查得一清二楚。说的也是。等查出朱刚的死因后，大王不必急着回京，要将一些得力的武将安插在禁地的队伍中，长此以往，禁地就牢牢控制在手中。行了行了，你不用多说了，这货真就是个反骨王啊，每时每刻都想着造反。朱偏啊，你要记住，禁地不像中原，那里民风彪悍，甚至家家户户都有兵器。你那个侍卫吕青必须寸步不离地保护你。明白。到了禁地，先摸清楚禁地的底细，哪些将领是心向大明的，哪些将领与蒙古有勾结，要把这些人的心思都猜透。知道了，父皇。如果有人忤逆你，一定要干净利落地杀了他。
你为人心善，常常给别人留活路，这种妇人之仁，迟早会害了自己。是父皇，儿臣都记住了。还有蒙古，你就算想攻打蒙古，也不要贸然决定。蒙古不同于土司，他们常年在马背上生活，来无影去无踪，比岭南的土司强大100倍，记住了没？儿臣记下了。整装待发后，朱骈和吕钦等人带领士卒出了京城，一路浩浩荡荡地向西赶去。大王，境地不同于京城，您在京城处处受到限制，而在境地内，所有官员都以您为尊。到时候，您可以利用您的身份做很多事情，例如呢？厉兵秣马，囤积粮草，待完全掌握境地。又来，行了行了，这特么的3句话不离老本行啊！这姚广孝简直就是反骨成精。本王去晋地主要是为了调查三哥朱刚死亡一事，其余的事情都往后稍稍。小的，大王，再往前走30余里路，就是怀来县城了。好，今天晚上就在怀来县城过夜。老丈，我们是从京城来的，想问问你些事情。见过大人。老丈年龄这么大了，怎么还出来种地？家里的儿女呢？怎么不帮帮老丈？今年蒙古入侵，官府四处抓壮丁，我儿子被抓走了，家里就剩下婆娘和我，婆娘又卧床生病，只剩下我这个没用的老头子耕田。那你们如此穷困，官府没有帮你们吗？官府今年加了租子，一家加了7成，有人气不过，跑到官府理论，却被官府的人打断了腿，我就剩这几亩薄田，勉强和家里的婆娘度日。朝廷前些日子特意为晋地百姓拨了2款，结果晋地百姓不仅没受益，反而还被涨了租子。广孝，你怎么看？大王，此事必有隐情。前面是什么地方？大王，咱们已经深入境地了，再有10余里就到了徐平县了。如果今天咱们赶快点，或许能过了徐平县，到昌乐县歇息。不着急，这几日咱们一直赶路，本王都累死了，正好一起到徐平县歇息歇息。懂了，这叫做扮猪吃老虎。大王聪明。本王乃是岭南肃王，已经来你们徐平县半个时辰了，你竟然迎接的这么慢，是不是不把本王放在眼里？臣不知道肃王殿下前来，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呀。瞧你这张头鼠目的样，本王走路走累了，打算在你这徐平县歇歇脚，你给本王招待好了，要是我不满意，本王就砍了你的脑袋，记住没？臣记下了。这王爷完全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啊，不知礼仪，仗着皇子的身份胡作非为，真不知道朝廷为什么会派他来晋地，真是昏了头了。周县令确实不错啊，竟然连被子都用香薰熏过了，挺好闻的。什么东西这么软？我操！你是何人？肃王殿下。姓周的，你给本王滚过来！肃王殿下，这是下官特意安排的，不知道您满意不满意？你就拿这个考验皇子，哪个皇子经不起你这样的考验？你把本王当成什么人了？竟然指使这样一个美人服侍本王，难道本王在你心中就是一个贪图美色的小人吗？难道肃王殿下不是吗？大王，发生啥事了？本王一掀开被窝，竟然发现里面躺着个美人，这美人还说什么胸中有沟壑，问我想不想看，还说什么芳草萋萋，幽谷溪流的，又问我要不要探一探。我操！大王脸皮实在是太厚了，说骚话的时候竟然脸不红心不跳。我又一问，这美人竟然是你这个县令安排的。好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想用这个美人诱惑本王？本王的德性端正，岂能经不住这样的诱惑？肃王殿下见谅了，下官不是这意思，主要是肃王殿下长途劳累，下官做此安排是想为肃王殿下解乏。解乏？一个美人就能解乏了？本王告诉你，你这样的安排，本王根本就看不上眼。难道大王喜欢男人？我现有数个模样清秀的男童，大王要是喜欢，明日我便将他们找来，保准服侍好大王。我尼玛！本王的意思是，一个美人又怎么能满足本王？本王要10个。明日这个时候，你要是找不来10个美人，信不信本王扒了你的皮，砍了你的脑袋？信，下官信了。大王虽然不讲道理，但是也不至于蛮横无理吧？难不成在京城的这些日子，跟你吕青走得近也学坏了？是子良，你这个蠢货！大王自然有他的想法，凭你这猪脑子，又怎么想得明白？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奴婢不好，今天县令大人给了我5两银子，让奴婢服侍肃王殿下，怪奴婢不懂事，惹恼了肃王殿下，还请肃王殿下恕罪。5两银子，吕青啊，你不是经常逛窑子吗？咱们京城的是什么价格？好一点姿色的50两，差一点的10两。哟呵，差距这么大，没想到在京城竟然有人哄抬物价。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都回去睡觉吧。今晚月光太亮，影响本王睡觉，你就站那帮我挡住点光。哪里？好的，肃王殿下。大王，您和周县令说什么话了？把他吓成那样。本王对他说，300锦衣卫途经此地，没吃的没喝的，给他1天的时间，要他准备300石粮食，2万两白银，还有丝绸、马车之类的，也都要给本王备上。大王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哼，这禁地穷困，可这县令并不穷困。咱们一路上问了多少百姓，都是说官府横征暴敛，鱼肉百姓。他要是真的能在1天之内准备好这么多东西，就说明此人是个贪官，本王要亲手砍了他。要是他准备不齐呢？刚才本王警告他，要是准备不齐，那就是对本王不敬，本王也要砍了他。好家伙，这周县令横竖都得嘎啊！禁地的情况很复杂，今年朝廷不光免了禁地的税粮，还对那些受灾的地方拨了粮款。可实际情况是，禁地朝廷竟然向百姓们征收税粮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要逼着百姓造反吗？这些官员竟然如此丧心病狂！吕青，今日你去跟踪那姓周的，要是他向百姓催粮，你就制止他；如果他轻而易举的拿出这些粮饷，你就砍了他；要是他什么都不做，任凭本王处置，本王就亲自登门道歉。大王千金之躯，怎么能向一个小县令道歉呢？只要他是个好官，向他道歉又有何妨？大王真是仁义之君，让人佩服不已。你也觉得我做的对是吧？吕青啊，本王记得你快30了吧？可曾有心仪的女子？没有，从前的妻子跟别人跑了，然后我便跟了大王，这些年来也没什么心思去找伴侣。说到底是本王耽误了你啊！实话实说，昨天我和那个美人聊了聊，感觉人挺好的，人也长得蛮好看，要不本王给你们撮合撮合。大王，我对女人不感兴趣。大王，那周县令离开后，径直去了府库，属下偷偷看了一眼，府库中确实有大量的粮饷。另外，大王吩咐的10个美人，他去了县里最大的青楼，那些青楼女子见到他后非常熟络，和他勾肩搭背。显然周县令经常去风尘之地，把他给本王带过来。大王，下官又怎么招惹您了？哼，本王一开始还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这个县的百姓这么穷困，原来粮饷都是进了你的兜里。吕青，把他拉出去砍了。肃王殿下，下官冤枉啊！冤枉！本王让你准备这么多粮草，结果你1天时间不到就准备齐全了，为什么这么快？还不是因为你平日里贪得多？不是啊，是知府大人让下官准备的，下官不敢不从啊。知府，你好好跟我汇报下徐平县的详细情况，地方官府的近期动态，以及最近发生的种种见闻。自从晋王朱刚去世后，朝廷的赈灾粮款就不翼而飞，其次就是大肆向民间征收粮款，甚至出现了灾民现象。而官府对于这些灾民，不是以安抚为主，而是用军队镇压他们，甚至还大肆抓捕这些灾民。至于这些灾民的下落和下场，下官职位太低，一无所知。如此来看，禁地的百姓们简直是生活在人间炼狱之中。大王，据我估计，禁地共有2成的百姓逃荒，这些逃荒的灾民又有大半被官府抓捕了。也就是说，整个禁地被官府抓捕的灾民有数万之多。抓灾民是为了什么？难道要把他们拉到前线打仗？不会，打仗这种事不是光靠人数就能行的，尤其是和蒙古作战。若是把这些未经训练的灾民拉到战场上，恐怕就成了蒙古人的活靶子。那是为了什么？朝廷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这些灾民也不知去了哪里，就这样凭空消失了。就算是知府横征暴敛，但你怎么就不敢和知府干一架呢？你为了讨好上级，不顾自己辖区内百姓的生死。还有，本王看你这衙门装修豪华，一定是贪财之人。下官冤枉啊！下官才上任不足1年，这衙门是上一任知县布置的。就算如此，可是看你长得满脑肥肠，贼眉鼠眼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本王最讨厌你这种长相的家伙。吕青，拉出去把他砍了。
是大王。大王冤枉啊！下官从小就长得胖，喝口凉水都发胖，这不是下官的错，是下官爹娘的错啊！还请大王饶命啊！哟呵，你们听见没有？这家伙竟然怪罪自己的父母！咱们大明以孝治国，此等不孝之人还留着他干什么？大王，此人还有些作用。什么用？你是徐平县的县令，想必能见到顺平府的知府吧？下官确实拜见过几次知府大人，不过和知府大人不是很熟。既然如此，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做。如今我等要秘密潜入顺平府，不希望别人知道此事，所以你要为我们这些人准备通行录音，知道了吗？啊，这是何意？大王不是觉得其中有猫腻吗？若是大张旗鼓的到了顺平府，那些官员有了防范，恐怕就会戒备大王。哦，懂了，这叫做扮猪吃老虎。大王聪明。肃王殿下，下官都听您的，明天一早，下官就准备好录影，定然让殿下见到知府大人。好，那本王就先饶你一命。此乃父皇御赐的天子剑，持此剑者可先斩后奏。大王，属下的计划是先将咱们的车马粮饷藏于山洞，大王乔装打扮，悄悄进入到顺平府，士卒分成数批，再混入府内。妙啊！还有，本王担心靖州的那家伙会耍什么花招，所以广孝啊，你就在徐平县坐镇，你派人把外面那些灾民接济到县里，要是靖州的不愿意，你就将他宰了。小人记下了。此时知府李宽正在为他老母亲举办70大寿宴。哼，这老小子竟然在给他老娘举办70大寿！好家伙，晋地的百姓都快饿死了，他竟然还有这种闲心！还有本王的府邸都没这顺平府豪华啊，一看就是贪了不少粮饷。大王，这来的客人大多都是官员，其余的是附近的地主豪绅，莫非是官商勾结？可别让我带到了，不然你们可就遭老罪了。诸位，最近朝廷有消息传来，说是岭南肃王要来咱们晋地担任巡抚大臣，负责咱们晋地的一切事宜。李大人尽管放心，咱们晋地是铁板一块，任谁到了咱们晋地也查不出任何事情，更何况是肃王。吕青他们竟敢小瞧本王！大王息怒，咱们是悄摸摸进来的，不能让别人发现您的身份。话虽如此，可是咱们如此铺张浪费，要是传到了这位肃王耳朵里，那就不好办了。李大人多虑了，据在下所知，肃王殿下一向嚣张跋扈，甚至私下还敢宰杀耕牛，咱们与之相比，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啊。吕青，你听见没有？他们诽谤本王！再忍耐一下，大王。是啊，李大人，肃王不仅嚣张跋扈，而且蛮横无理。我听京城里的同袍说，肃王竟然敢殴打黄子成，气封方孝孺。诸位试想一下，此等不仁不义的藩王，不过是一个莽夫罢了。就算来到咱们晋地，又有什么好怕的？吕青，我受不了了，他竟然敢骂本王，父皇都不敢这么骂本王。操！有种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这人谁啊？如此大胆，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？肃王殿下。肃王，我操！拜见肃王殿下，这门卫怎么回事？肃王驾到，就不知道禀报一声吗？锦衣卫何在？给本王把这里府围了。是，大王，我这就出去让弟兄们动手。下官顺平府知府李宽拜见肃王殿下，得知肃王殿下前来，下官没有及时招待大人，实在是罪过深重。你们身为官员，心中还有没有百姓？最重要的是，竟然敢在背后骂本王，有种你们当面骂本王啊！本王活了这么久，向来只有本王骂别人的份，还从没有别人来骂本王的。还请肃王殿下恕罪，我等不是这个意思，肃王殿下误会了。误会？本王听得一清二楚，有什么可误会的？肃王殿下在我心中一向是英明神武，肃王殿下14岁就敢去岭南就藩，此等大智大勇之人，着实令下官敬佩。你以为给本王说几句好听话，本王就能饶了你吗？禀肃王殿下，下官等人一向本分，从没有贪墨饮料，这些吃食都是下官的正常俸禄，要是殿下不信，可以去查。将这些人全部押下去，查清楚他们的底细，要是有贪图粮饷的事，定要严惩不贷。下官乃是知府，要是大王觉得我有错，需要上报朝廷，待朝廷做出决定后，才能处置下官。哟呵，此乃父皇御赐的天子剑，持此剑者可先斩后奏。李宽，你也不想现在就下地狱吧？肃王殿下，您随便问，下官一定老实交代。
本王这次来晋地，主要是调查三哥朱刚死因一事。朝廷认为我三哥的死有蹊跷，你觉得呢？殿下，三殿下是正常去世啊，下官也有耳闻，貌似是因为三殿下久经沙场，落了一身旧疾，因为旧疾复发，所以才去世了。你意思是没有蹊跷？你看着我的剑，再说一遍，有没有蹊跷？有蹊跷，肃王殿下说有蹊跷，那就有蹊跷。那你倒是说说是什么蹊跷？别搞啦！本王问你什么，你就答什么。本王向来脾气不好，要是你有所隐瞒，本王手里的剑可不长眼。下官明白。本王这次来晋地是为了调查三哥死因一事，可是本王发现晋地的粮食不够吃，但晋地的灾情也不严重啊，朝廷还下发了赈灾粮饷，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？甚至还有些地方出现了灾民，晋地的官府不想着接济灾民，还到处拦截抓捕灾民，这是为什么？确实有这种事，不过下官也不清楚详情，是太原那边的命令，说是粮饷不足，又担心灾民到处惹是生非，要是传到朝廷那里，晋地官府怕被朝廷责备，所以就让各级衙门抓捕灾民。那这些灾民被抓后送到了何处？全部送到了太原府，长史大人会统一安排，等灾情结束后，会按照灾民的籍贯将他们全部遣返回去。你觉得本王好糊弄吗？如今晋地如此混乱，三哥刚刚去世，那长史哪有什么时间忙活灾民的事情？本王看你这家伙根本就不老实，满口喷粪。下官一切按照长史大人的命令行事，并不知道其中详情。那三哥死后，晋地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？只听说今年的蒙古入侵比往年严重许多，因为蒙古在与大明的战争中皆是落败，所以他们频繁调动兵力，打算找回场子。你竟然还敢欺瞒本王！蒙古要是调动兵力，朝廷那边岂能不知道？可是据本王所知，蒙古没打算和大明决战。下官真的不敢欺瞒殿下。晋地的情况实在是太过诡异，官府截留了赈灾粮饷，还把灾民全部收拢到一块，又有蒙古作乱的消息，并且这些事情还全部瞒着朝廷。难道晋地有人杀了藩王，想要谋逆造反不成？你们这是要造反？殿下，不可能有人造反谋逆的，晋地的长史太尉没这个胆子，更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能力。再说，如今是属于屯兵制，所有军镇全是忠于朝廷的，军镇里的将领也大多是朝廷调来的，要是仅凭一些灾民，又哪里有造反的能力？那倒也是。根据下官猜测，或许是因为蒙古入侵，再加上晋王殿下去世，所以长史和太尉忙得焦头烂额。那截留钱粮、抓捕灾民，此等大事，为何不上报朝廷？恐怕是担心朝廷的责罚，所以才四处抓捕灾民，也是为了收拢灾民，用以巩固北疆的防御，填补人力不足。这件事情虽然瞒着朝廷，但也是为了边防大计。好一个边防大计！这所谓的边防大计，就是不顾灾民的生命安危，把他们驱赶打骂，而你们这些官员在这里花天酒地，给你老母过70岁的大寿，全部给我压下去！大王，那您打算如何处置这些官员？吕青啊，本王才来晋地10几日，就发现这里官员肆意妄为，欺压百姓，另外还有蒙古作乱。你说晋地怎么这么乱呢？父皇也真够昏庸的，竟然派三哥当晋王，要是本王来当，现在或许都把蒙古全灭了。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大王心系晋地百姓，只要好好作为，一定能让晋地百姓富裕起来的。只要查出来这些人贪污腐败，那就按照大明律法严肃处理，该砍头的砍头，该流放的流放。大王，这晋地想必涉案官员极多，您又是刚到晋地，若是这样立威，恐怕会让其他官员心生警惕。你是说法不责众？对，毕竟大王此次来晋地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查清楚晋王的死因。至于惩治贪官之类的事情，大王可以禀报朝廷，让朝廷做出处罚。父皇能把那些贪官杀得人头滚滚，本王也能。这些贪官一日不除，晋地百姓将永无宁日。大王如果真要那么做，我为大王之命是从。我懂啊，咱们这个造反，咱们这个突围是这样干的。大胆知府李宽勾结商贾，通过各种手段积累财富，兼并土地。吕青给我把人带过来砍了。大王，您可以放了这些人一马。他们触犯了律法，欺压百姓，我岂能饶了他们？大王，他们虽有错，但是在晋地盘根错节，关系极大。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您要是处置了他们，就要得罪晋地的官员班子了。其他官员心中畏惧您，就会暗地里给您使绊子。还有，
就算把他们全杀了，那短时间内又要去哪寻找替代他们的官员？若是找不到替代人选，那官府的政事就不能正常运转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卑职认为，您可以杀鸡儆猴，止诛首恶。对于那些涉案不深的官员，轻轻放过他们，甚至让他们戴罪立功。如此一来，您就能收服他们，您在境地的影响力也会大大增加。哼，你知道他们犯了多大的事吗？卑职自然知道，不过境地情况复杂。复杂又能如何？你以为本王来禁地就是来扩张势力的？你去城外看看，多少百姓流离失所，多少孩子没了父母，多少老人没了子女。不杀了他们，难消本王心头之恨。吕京，先从李宽开始，将他一剑斩了，还有他的宗族，凡是欺压百姓者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是。你们在害怕什么？咱们早晚能出去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肃王虽然莽撞，但是他并不傻。要是真的杀了我等，那禁地所有官员人人自危，到时候就是他的末日了。可是肃王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牢狱中？这都想不清楚。肃王刚来禁地，对禁地情况不熟悉，又遇见我等犯事，所以想要敲打一番，这才将我等关到了牢狱里。那何时会把咱们放了？用不了多久。肃王不笨，他更懂得利用咱们。咱们是代表禁地官场的，要是他真杀了咱们，那就代表着和禁地官场的决裂，所以他绝对不会得罪我等的。我猜想肃王这样做，或许是想收服我等。一会儿若是见了他，我们一直哭着认罪，愿意臣服肃王殿下，知道吗？还请您告诉肃王殿下，我等已经知罪了。要是肃王殿下肯饶恕我等，我等愿意为肃王殿下马首是瞻。哼，大王说了，不接受你的道歉。什么意思？大王令，凡犯法者，皆处以重刑。吕京，这身衣服我穿起来像吗？大王，我想不明白，您为什么非要自己扮成流民呢？这也太掉身份了。不是还有世子良那家伙，我看他当流民就挺合适的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以防太原府的官员有了防范，所以本王打算亲自扮成流民，打探一下太原聚拢了这么多流民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世子良那家伙笨手笨脚的，指定会露馅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本王觉得这样就像扮猪吃老虎一样，被人欺负碾压，然后突然爆发，反杀敌人，来一波王者归来。大王，没想到您还有这样的癖好。大王，外面有人拜访您，说是顺平府的民宿长老。让他进来吧。殿下啊，您处罚贪官污吏，还顺平府一个朗朗乾坤，顺平府百姓感恩戴德，特意嘱托老夫来感谢殿下。不用谢，这都是本王应该做的。如今本王许给你官职，希望你能当个好官。是。对了，肃王殿下，您说的那个番薯真的能种吗？番薯这种作物不仅耐寒耐旱，容易耕种，并且产量也极高。禁地的土地贫瘠，又经常发生天灾，所以种植番薯是最好的选择。不瞒老丈，只要番薯在禁地传播开，用不了几年，禁地的百姓都能吃饱肚子。那就太感谢殿下了。要是真有此物，禁地的百姓可就有活路了。殿下，前面就到流民居住的地方了。你现在是管理流民的差役，本王是流民，你这么恭敬干什么？殿下，您往这里一站，哪像什么流民啊，分明就是威武的藩王。说的不错，不过虽然本王英明神武，气度不凡，可如今本王的身份是流民，所以你还是得端起架子，记住没？小人记下了。怎么是你马权？又是顺平府送来的流民？我记得你们前几日才送来一批，怎么又来一批？原来是李班头，这不是又抓了一批人吗？所以就送了过来。往日大多是妇孺老幼，今日怎么都是精壮汉子？妇孺老幼还没走到太原府的时候，就差不多死光了，就剩下这些精壮汉的。不过咱们就负责押送他们，操这么多闲心干什么？说的也是。哟呵，我看此人相貌英俊，面容白净，一会儿把他送到程大人府上，程大人就喜欢这样年轻有活力的小伙子。我操！还有你，我怎么了？马权，你看此人相貌堂堂，气质威风凛凛，我记得冯大人也好这一口，而且冯大人脾气有点怪，喜欢被动，一会儿把此人送过去，让他当搅屎棍。大王别冲动。好家伙，让肃王殿下事前
这主意恐怕不是一般人想出来的。以肃王殿下那性子，敢把冯大人的命根子给剁成8节。咱们只不过是差役，负责押送流民就完事了，没必要惹那么多是非。通融一下，理班头。行，那就把他们全送到营地吧。大王，如果在岭南，百姓们养的猪住的地方都比这里干净，这要是生了瘟疫，这些人岂不是都逃不掉？人不如猪。大王，您万金之躯，小心脏。百姓们又是怎么不怕脏的？你们来了很长时间了？来了有1个月了。一开始官府每日提供3餐，后来减少至2餐，现在就只管1顿饭了。那他们对你们有什么安排吗？没有。你们还没吃饱吧？我这里正好有些吃的。你有吃的，为什么不藏起来？怎么要分给我们？这些我都吃腻了。看您这气度，以前恐怕也是大户人家出身吧？按理说您身份这么高贵，怎么也当上了流民？没办法，得罪了朝中的高官，所以被抓进来了。那您身份高贵，知道把我们这些流民抓起来是要做什么吗？我虽然不知道，但是外面有传闻说咱们这些流民是要上战场打蒙古鞑子的。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流民要上战场和蒙古鞑子干架，确定不是送人头的。真的，今年蒙古一直骚扰边防，晋地的藩王又去世了，那些边镇的骄兵悍将没人指挥得动，没办法，只能让咱们这些流民上了。可是咱们这些人哪有本事和蒙古鞑子打仗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其实朝廷下发了赈灾粮饷，可是都被晋地官员贪了，甚至还把咱们这些流民抓起来，关在这个破地方。那我们要不冲出去？哼，一个人冲出去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抓回来。如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联络这里所有灾民，大家一块冲出去。可是我们不懂怎么做啊。我懂啊，咱们这个造反，咱们这个突围是这样干的，你们去联系这些灾民，等天黑之后，所有人一起行动，先控制住官差，然后放火引发混乱，紧接着就让人穿着官差衣服骗开太原城的城门，迅速进城后控制住所有官员。朝廷哪里是大人的对手？大人只要攻下晋地，然后和蒙古合作，不愁没有立足之地。大王，您为什么要造反啊？这叫做造反吗？分明叫做替天行道。您要是对太原府的官员不满，直接表明您的身份不就行了？那些官员难不成还敢冒犯您？你以为他们不敢冒犯本王？别忘了晋王朱刚怎么死的。本王要是贸然进了太原城，别看我身边有锦衣卫保护，可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。本王不傻。再者说，要是本王索要兵权，你觉得太原城的长史会乖乖交出来吗？他如果不交出来，那本王又该怎么办？您可以禀报朝廷啊。禀报朝廷有个鸡毛用，来回一趟需要1个多月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再说太原城那么多官员，难道本王要和他们扯皮？所以您就出此下策。那是自然，时间不等人，现在晋地的情况片刻都耽误不得，本王懒得和他们玩阴谋，干脆直接造反得了，收拾一顿这些官员，他们自然就老实了。要是朝廷知道您造反，恐怕会责罚您吧。自家的事能叫造反吗？这叫做拨乱反正，懂吗？那行吧。你们联络好同村人后，听从号令，一同行事。到时候你们不要混乱，要统一听指挥，有负责打探消息的，有负责制造混乱的，最重要的是最快拿下太原府。大王这脑袋简直天生就是为造反准备的，搅乱局面，煽动民怨，揭竿而起这类事，居然熟练到这种程度。第5队迅速向西集结，不允许有官差逃离，避免向太原城通风报信。第4队迅速跟上，相互策应。还有第1队、第2队向太原城进发，务必在天亮前攻下太原城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干了，兄弟们！吕青啊，你看本王有没有当反王的潜质？反王哪能比得上您啊？大王，您要是收着点，就更像反王了。长史大人，不好了，那些流民造反了。流民造反有什么好怕的？派士卒镇压不就行了？这点小事还用来禀报？不是啊，大人，那些流民攻势甚猛，现在已经攻下了太原城门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什么时候流民变得这么猛了？小人也不知，反正现在全城乱成了一锅粥，打得乱七八糟的，外面就只有喊杀声，
这些流民绝对不是普通的流民，他们特别懂战法。刚才我率领一队士卒，新人被他们打得七零八落。对，城中小巷子特别多，我感觉这些流民比我们还熟悉城中状况，他们相互策应，相互突击，咱们太原城已经沦落大半了。我操！才几个时辰，太原城就沦落大半了。对面到底是谁？怎么如此精通兵法？这年头连流民都会用计策了，还是这种高明的计策？长史大人，这流民背后绝对有高人指点。首先，这人能在很短时间内收服这些流民，而且还为攻占太原城做好了准备。我刚才亲自上阵搏杀过，每一群流民中就有几个身手不错的人，所以卑职认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谋反。真的？是的，如今太原城的守军并不多，只有3、4千人。大人，还请您向边关调兵遣将，迅速扑灭这伙叛贼。难道仅靠城中的士卒镇压不了这些流民吗？定然不行。兄弟们，那些大明官员欺负我等，羞辱我等，甚至还要让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流民去送死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反了！对，咱们反了他娘的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凭什么我们这些人就该住狗窝吃猪食？这一次我命由我不由天，要让这天再也遮不住眼，要让这地再也埋不住这心。完蛋了，大王入戏太深，真把自己当成流民了。大王，咱们是来尽地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造反的。您说这话要是传到了朝廷，可就不好了。是啊，差点演戏演过头了。算了，先不管了，先把王府攻占下来再说。吕京去将晋地的长史找来，本王满肚子疑惑，倒想向他问个清楚。若是他不说呢？那就砍了他。是。一夜时间，太原城竟然完全被叛军攻下来了，怎么这么快？我还没来得及逃走呢。你就是晋地长史祝通，我家大王找你有事商议，速去。饶命啊！下官虽然是大明官员，但是也一直抱有造反的心思。要是你们不嫌弃，下官可以加入你们。带走。你就是晋地的长史祝通。请大人饶命啊！下官虽然是晋地长史，可并没有什么实权。没有实权？没有实权就把晋地搞得乌烟瘴气。要是你有了实权，那还不得翻了天？可这与下官无关啊！要是大人不嫌弃，下官愿意归降义军，将晋地的布防、户籍册全部献上，只求大王饶了我一条性命。哼，我为什么要放过你啊？因为大人有本事，又是仁义之君。下官虽然愚钝，但是好歹在晋地待了数十年，对晋地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。要是有下官帮助大人，大人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哟呵，难道你就不怕我造反失败，到时候你陪我一同去死？大人说的哪类话？朝廷哪里是大人的对手？大人只要攻下晋地，然后和蒙古合作，不愁没有立足之地。再说，当今陛下岁数大了，不知道还能活几天。到时候大人只要好好经营晋地，说不定这天下都是大人您的。你能夸本王，本王很高兴。可你骂父皇，本王很生气。虽然父皇经常想揍本王，但是本王大人有大量，不记仇。父皇，我操！你是肃王殿下。好啊，祝通，你这个奸贼，身为晋地长史，不想着好好为大明效力，出了问题，竟然第一个叛变投敌。本王今天非要种出了你这个叛徒。饶命啊，肃王殿下！下官不知道您来了，所以下官冒犯了您。可下官怎么也不会想到您要造反啊！哼，本王这不是造反啊！今日本王要知道晋地的全部实情，本王三哥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朝廷赈灾的粮饷去哪了？还有你们抓这么多流民，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不想说，还是不敢说？这项计划干涉重大，要是真的被爆出来，恐怕整个晋地的官员都要被诛九族。看来是不敢说了。能让你长史不敢说的话，看来三哥的死必然是有隐情了。本王非常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隐情，能让大明藩王死于非命？殿下，还请您查，靖王殿下是旧疾发作，导致突然暴毙，并没有什么隐情。哼，你觉得本王会信吗？我猜想三哥是发现了什么，要禀报朝廷，你们想要瞒下去，迫不得已才杀了三哥，对吗？
下官冤枉啊！就算给下官是个胆子，也不敢对大明藩王动手啊！晋王殿下的死没有任何隐情。呵呵，你觉得本王好骗吗？朝廷的赈灾粮饷也不翼而飞，不知道落到了什么地方。这个事情你又作何解释呢？朝廷虽然拨给了晋地一些赈灾粮饷，但是并不多，而且不光晋地各级官府需要粮饷周转，还有其他地方也需要赈灾粮饷，所以赈灾粮饷发的慢了一些。慢一些？本王一路走来，所见所闻，发现所谓的赈灾粮饷根本没有下发。这可能是效率慢了一些，而且晋地的边防形势相当不乐观，蒙古攻势愈加猛烈。为了大明的安危大局，所以我等先将赈灾粮饷交到了边防部队手中。呵呵，祝大人还真是忧国忧民啊！既然边防形势严峻，为什么不及时禀报朝廷，却将这件事隐瞒下来？因为晋王刚刚去世，晋地边防局势不稳，我们这些官员担心朝廷派下来的将领瞎指挥，所以不敢将晋地事情告诉朝廷。好，祝大人真是大公无私，看来本王冤枉祝大人了。本王三哥去世后，你们为了大局为重，所以将赈灾粮饷拨给了边防。若是朝廷怪罪下来，你们甘心领罪？好啊，没想到晋地的官员这么懂事，功在千秋，罪在自己。本王要是个皇帝，非得每人赠送给你们一块牌匾，上面写着4个大字：是什么？放你娘的狗屁！本王看你们把我当傻子糊弄。你们晋地衙门一直到处抓捕逃荒流民，抓捕的流民已经有数万之多，你们抓这些流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还有，本王猜想那些赈灾粮饷一定是被你们这些狗官员给贪了。哼！本王手持天子剑，想诛几族就诛几族，你再多逼逼一句，信不信诛你20族？杀！殿下冤枉！别以为本王不知道，你们这些官员勾结蒙古，偷偷贩卖粮饷，结果被我三哥朱刚知道了。三哥向来性子急躁，想要拿下你们这些人问罪，你们怕被处死，所以就反杀了三哥，对不对？哎呦啊！这肃王竟如此敏锐，难道真的瞒不住了吗？殿下，下官哪有那个胆子，敢谋害晋王殿下呢？在足够大的利益面前，你们就敢冒着谋反的危险，扫平一切障碍。本王虽然是皇子，但是手持天子剑，祝通，你要是再不招，信不信本王当着你的面诛了你10族？咱们大明朝立国20余年，哪有诛10族的律法？哼！本王手持天子剑，想诛几族就诛几族，你再多逼逼一句，信不信诛你20族？我操！既然祝大人不想说话，那你们就找点趁手的刑罚，让他爽一下。大王，事前没有准备，卑职只带了一些竹签，所以就只能用插针之刑了。把这些竹签一根一根的插进长史的指甲里，正所谓10指连心，这种刑罚绝对让人疼得死去活来。别用刑，我招，我全招啊！将你知道的事全说出来，一丝一毫不能隐瞒。前些年，随着蒙古落败，蒙古愈发穷困，在两国交界处，蒙古人时常拿着牛羊来换取瓷器等物品，有些人心生歹意，就和蒙古勾结，后来就有官员也参与其中，慢慢的，参与的官员越来越多，很多东西都从晋地流到了蒙古。晋王朱刚发现了此事，本想处置这批官员，谁料晋地的大半官员都参与其中，因为害怕被朝廷责罚，所以这些人就联合起来，一同谋害了晋王。晋王死后，为了隐藏真相，便编出了晋王暴毙的消息。可是就在今年春天，蒙古再度冒犯边境，甚至叫嚣着要将晋地官员资敌的消息散布出去，我们这些官员就慌了，为了保住身家性命，只能答应蒙古的要求，将朝廷的赈灾粮饷尽数送给了他们。那抓捕流民又是为了什么？杀良冒功。什么？你们是要杀掉这些流民，用来充作蒙古人？晋地的官员还真是够丧心病狂的。殿下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蒙古部落中出现了一位首领，名叫鬼力赤，他作战勇猛，带着自己的将士，仅仅用了大半年时间，就吞并了数多个部落。如今鬼力赤已经有精兵7万余人，而且还有大明的火器，兵强马壮，下一个目标就是进攻大明朝的晋地。鬼力赤，根据历史记载，鬼力赤后来大权在握，杀了蒙古可汗，自己当上了可汗。不过他仅仅继任6年后，便被阿鲁台率军斩杀。还请殿下明鉴啊！我等为了晋地安危，不得不向蒙古求和啊！
你这是求和吗？你这是卖国！你们身为晋的官员，深受朝廷信任，肩负着边防的重担，可你们却将赈灾粮饷全部送给蒙古，跪在地上祈求敌人饶你们一命。下官虽然是长史，可是并没有兵权。晋王遇刺后，下官只能委曲求全，同意了他们的计划。那这个计划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哪些人参与？这个计划主要是太尉李肃制定的，除了李肃之外，还有负责边防的一些将领。除此之外，就没有其他人参与。那就好，要是晋地的官员大多参与其中，那就麻烦了，等于说整个晋的都是反贼，比岭南的反贼都多。不过，太尉李肃身边有个参谋，名叫董昌。我等晋地官员与蒙古联络，皆是由此人负责。此人颇有才干，李肃可谓对他言听计从。甚至有人说，晋地真正的主事人是董昌。殿下，下官知道的就这么多了，您就饶我一命吧。将此人带下去。吕青，本王真没想到晋地的情况如此复杂，这些官员竟然打算牺牲数万百姓讨好蒙古，本王真想把这些畜生千刀万剐了。如今大王拿下太原城，太原府的官员如今还惶惶不安，以为大王是反王呢。还有那些造反的流民，大王又该如何安置？无妨，本王向来会收拾这种乱摊子，你就瞧好了。大王不是向来讨厌收拾乱摊子的吗？在岭南，无论政事大小，一律扔给长史张卫的。对了，你去把姚广孝叫来。广孝啊，本王平日里对你如何？平日里肃王对我是不错，不过我提的意见总是不听。我跟随朱偏殿下，真的跟对了吗？大王对我还是不错的。正所谓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如今晋地流民四起，政事不通，本王心里着实难受。殿下是想问如何整顿晋地政务？对，本王就是这个意思。大王，如今晋地的官员贪污受贿现象极为严重，若是以重刑惩罚，怕是没有官员可以用了。可以抓几个典型，施以重刑，其他轻微犯事的官员，让他们戴罪立功。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做。另外，如今境地混乱，有趁乱做贼、作奸、偷摸的，大王如今应该颁布法令，整顿吏治。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做。大王做了这么多善事，应该在境地传播大王的名声，这样境地的百姓就知道大王的仁慈，日后他们就会感激大王，追随大王。等到大王什么时候造反，这就是一股强大的助力。好，就按照你。除了这最后一条，都按照你说的做。广孝啊，你说的很好，但是咱们现在缺人手，本王现在最信任你，你有能力又有手段，要不这些事情全交给你吧。定然不负大王所托。这些事情太多太杂，你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吗？要不本王再派给你几个人手。大王如此信任我，卑职就算是累死、困死，也要保证圆满完成任务。好，广孝啊，你不知道岭南长史张卫这个老家伙，平日里就知道摸鱼，还要本王天天哄着捧着，才肯出一点力。论亲近，还是咱俩亲近啊！你好好干，等有机会回到岭南，本王让你当长史如何？多谢大王厚爱。大王，这就是您说的收拾乱摊子的好主意。是啊，有问题吗？我还以为您要亲力亲为呢。你不懂，作为藩王，凡事不必都要管，要将事务交给熟悉的官员，知人善用，才是上位者该做的事。不然，就算本王是诸葛亮在世，也会被累死的。那不说白了，大王把人家姚先生当最强工具人了吗？放屁！本王自然有更重要的事。本王打算亲自去一趟边境，去视察大明的军队。要是军阵将士也腐败的话，那大明可真的危险了。大王，您可千万不要冲动，边防情况复杂严峻。您要不先写一道奏章交给朝廷，由朝廷来决定如何做。不，那太迟了，本王必须亲自走一趟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本王也会将这里的事情详细的禀报父皇，请他定夺。父皇，晋地常年有蒙古大军作乱，他们强大又凶残，儿臣打算亲自上前线指挥战争，为保证战争的胜利和保卫大明的安危，还请父皇暂时将蓝玉放出来，由自己统一指挥。大王，您这样写，陛下能放了蓝玉元帅吗？不好说。不过就算不放出来蓝玉，父皇也会给本王一些好处。广孝，你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！
才几天时间就把太原城的政务处理好了。不过还有一件事也要做好。大王请吩咐。要整合官兵民商等各个阶级统一立场，都得听本王的命令。放心吧，大王，卑职一定办成此事，让整个境地都听大王的。行了，本王要亲自去一趟边境，这太原城就交给你了。是，大王。等会儿抓住对方主将，扒了他的裤子，本王弹他300下荔枝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残忍。风姐，扯呼！说的什么玩意？你还当自己是土匪呢？警戒，警戒！大家不必慌张，对方骑兵阵型混乱，衣着狼狈，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。本王一人就能把他们打的抱头鼠窜。大王，要不您还是暂避锋芒，让属下等人去迎敌吧。不过是小小蒙古鞑子，本王就要逃，太瞧不起本王了。等会儿抓住对方主将，你们按住他，扒了他的裤子，本王弹他300下荔枝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残忍。看到没有？本王只需虎躯一震，敌军将领便跪下叩首，这就是本王的威力，恐怖如斯。大王，我看着对面怎么像汉人呢？朱偏殿下，卑职是都指挥使程守德，曾跟随蓝玉将军，如今得知大王来了禁地，所以特来迎接大王。没想到在禁地还有人来投效我，快请起，程指挥使辛苦了。不错，你这支部队军容整齐，散发着一股精悍之气，看来程指挥使治军也有一套啊。大王，这支部队只是末将的偏军，上不得台面。仅一支偏军就有如此气势，若是正军到来，岂不是更加威武？看来程指挥使有大才啊！等以后有机会去了岭南，本王定然拜程指挥使为太尉。大王，他当太尉，那我干什么？你做右太尉，程指挥使当左太尉，这不就行了吗？想必程指挥使就是因为本王的担当与勇气，所以来投效的吧？这倒不是，主要是因为末将跟随蓝将军，蓝将军谋反后，是因为殿下出手搭救，才侥幸活命。为此，我特意来迎接殿下。不错，原来是一位忠勇之士。那程指挥使如今边防形势如何？根据情报，蒙古的鬼力赤部已经收服了土默部、谢布部，现在鬼力赤部共有精兵数万。这些蒙古鞑子知道蓝将军被扣押在京城，所以他们胆子更大了，对晋的蠢蠢欲动。末将觉得，不久后边界一定会发生一次大的战事，蒙古肯定趁着蓝将军不在，大举进犯晋地的。那晋地边防做得怎么样？殿下，咱们大明采用的屯兵制，各个军镇与卫所已是戒备森严，只不过这些军镇统领的态度就不知道如何了。那你可有什么好办法？殿下，您能不能让蓝玉将军回来？只有他回来后，才能压得住这些骄兵悍将。而且蒙古诸族对蓝玉将军也非常忌惮，将军当年可是一举歼灭7万蒙古精兵，如此边防战事也能迎来转机。这件事就别想了，蓝玉应该是回不来了，以父皇的性子，绝对不会交给他一兵一卒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禁地边防一事就难办了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不是还有本王啊？他蓝玉能击退蒙古，本王就能全歼蒙古。殿下威武。不过末将对蒙古那些情况也稍有了解，如今这些部落以鬼力赤部为首，黄金家族虽然是蒙古正统，但是压不住鬼力赤部。不过虽然鬼力赤部这几年称霸了漠西一带，但毕竟时间尚短，不可能让蒙古诸族臣服，大王可以利用这一点。对，只要咱们能打赢一次胜仗，就能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，促成对方内斗。不过挑拨离间这种事，本王不擅长啊。末将也不是很擅长。没事，本王的属官僚广校，擅长做这种脏活。等他忙完太原城的事情，就把他调到这里，负责蒙古一事。他这人啊，闲不住。如此甚好。不过当下最要紧的就是如何能打赢这场战事。我们先休整一晚再说。殿下，前方似乎有一支人马。大王真乃天人啊！才刚到边境处，这投效的部队一个接一个，照这样下去，恐怕再有2日，大王身边就能凑齐数万大军了。到时候咱们都可以反攻蒙古了。程指挥使，怎么又出现一支部队？难道是特意迎接本王的？你可知道对方的来历？不应该啊，
只有末将一人前来，其他将军要么有事务脱不开身，要么就是不想迎接殿下。大王，这群人马的服饰与我等汉族不同。我操，是蒙古人。什么蒙古人？本太尉在岭南干了好几年的土司，今天终于可以换换口味，能干蒙古鞑子了。不可小看蒙古人，他们非常凶残。你们没和蒙古作战过，所以小心为主。殿下，要不咱们撤吧？撤什么撤？看我去砍了他们！程指挥使，本王瞧这支敌军有上千人，这么多敌人到来，难道边阵就没人能反应过来吗？不可能，蒙古人想要到这里，就必须要经过定边线。可是定边线有几处边阵部队驻扎，这么大的阵仗，不可能没有任何消息。哼，看来有人不想让本王去定边线。肃王殿下，蒙古人有上千之多，咱们人少，而且连日赶路，早已疲乏。要不安排一支兵队断后，您暂避锋芒为好。对，大王，我愿率一支部队为您殿后。本王需要逃吗？不过区小蒙古鞑子，怕个鸡毛！列阵准备迎敌。殿下不可力敌啊！这里空旷无野，就算逃，又能逃到哪去？而且蒙古擅长奔袭，咱们这些人若是转身逃走，定然被他们逐一击破。你以为本王在第1层，其实本王在第5层，懂了吗？干了，兄弟们！咱们是吃肉长大的蒙古人，而他们只不过是吃草长大的大明人。抽了，杀穿他们，重塑我们蒙古一族的荣耀，我辈义不容辞。我操！这大明国的战将怎么比我们蒙古人还凶残？先撤！喂，你咋这么怂？怎么就不敢跟我干一架呢？程指挥使，还需多长时间到定边线，或者附近有什么防御的地方？殿下，现在敌军已经被赶走，我等只需要继续前进就行了。这里悄无声息出现一支蒙古骑兵，那定然就会出现第2支。本王或许已经被人盯上了，万事要小心，不能冒进。要不末将带一支偏军前去定边线求援吧？绝对不行！这支蒙古鞑子穿过了定边线，来到了腹地，并且还知道本王的路线。本王觉得这支蒙古鞑子就是来袭击本王的。我怀疑我们中出了个叛徒。若真是如此，就必然是晋地的某些官员暗中勾结了蒙古人，竟敢胆大包天的袭击大明藩王。看来我们得更改路线了，你也不必前往边阵求援，万一来的不是援军，而是敌军，那就麻烦大了。我等还是先找一个地方休养。程指挥使，附近可有什么地方供大军休养吗？距这里向西10余里外有个土坡，易守难攻，可以暂时躲避蒙古鞑子的进攻。行，那就去那个土坡。所有将士听令，随我反攻蒙古鞑子，成败在此一举，不成功便成仁。冲啊！这土坡易守难攻，作为一场小规模的攻坚战，足够了。将士们，这里是大明疆土，敌军不过是小小蒙古鞑子，咱们只要在这坚守2日，援军就能到来。本王身为皇子，在这里郑重承诺，只要大家奋勇杀敌，杀1名蒙古鞑子，奖励50两银子，记2等功；杀5名蒙古鞑子，奖500两银子，记1等功；杀10名蒙古鞑子，升爵。大王，升爵这个事需要陛下说了算吧？本王手持天子剑，天子剑在，就代表着父皇在。刚才本王说的话，也就代表着是父皇的意思。那些懦弱的汉人没追来吧？首领，您逃跑得太快，那些汉人追不上，已经放弃追击了。放屁！本首领这是战略性转移。本首领刚才是诱敌深入，早就埋伏了1000人马。要是他们真的敢贸然追击，就从他们身后杀出1000人，到时候两面夹击，送这个肃王去见神灵。谁料那队伍的将领太猛，对本首领穷追不舍，扰乱了我的计划，真是卑鄙的大明人。无妨，首领，咱们可以等到天黑，袭杀大明肃王。不错，就这么办。丁首领，那些汉人并没有离开，而是找了个小山坡驻扎起来，看样子是要以逸待劳，诱导我军攻击。卑鄙的大明人竟然敢搞防御战，有种把将士们拉出来，堂堂正正的打一仗。不急，容我想想策略。首领，你想到策略了吗？本王的策略就是强攻。你想了那么长时间，就想出这样一个馊主意，你要不要晃晃脑袋，看能不能听到大海的声音？可他们占据了地理优势，咱们这样强攻，伤亡会不会太大？
只要能杀了那个肃王，付出什么代价都行。此战关乎着咱们蒙古部落的前途，不容许有任何闪失。是，首领。卑鄙的大明人！首领，这些大明人就是在故意激怒你。这土山易守难攻，不能冲动，咱们应该佯攻一路，然后主攻一路，或许能尽快攻下土山。我自然知晓，但是时间紧迫，要是2天内杀不掉那个肃王，咱们就只能提头去见大首领了。蒙古勇士们，先祖的英灵正在注视着你们，大首领正在等待你们获胜消息，只进不退。上！这些蒙古鞑子好像暴走了，没想到蒙古鞑子这么顽强，竟然冒着丧命数百人的风险冲上山顶。派遣一位保护好大王，其人同我一起进攻。不用，本王要亲自带人冲杀。大王，您万金之躯。哼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本王的武艺一向不错，只要这次能击退蒙古鞑子的进攻，咱们就大获全胜。本王只要参战，就能鼓舞士气，增加胜算。所有将士听令，随我反攻蒙古鞑子，成败在此一举，不成功便成仁。冲啊！我就是大明肃王朱偏，你不是要杀我吗？尊贵的大明人，你别冲动，这大明的将士啥时候这么勇了？这个肃王朱偏也太不要命了吧，竟敢亲自上阵！本王问你，你是如何得到本王的消息？又是谁向你透露的？是不是大明将领有人勾结蒙古，谋害本王？不说是吧，那就把你的命留下吧。尊贵的肃王殿下，我也不知道那人是谁，不过那人是个汉人，去了蒙古大营，请求鬼力赤大帅派兵诛杀你营。鬼力赤大帅思量后，认为此事利大于弊，于是便答应了下来。鬼力赤殿下，这可是一场大胜啊！咱们不仅是以少胜多，而且还杀了1000多蒙古鞑子，这要是禀报到朝廷，定然会得到朝廷嘉奖。这一次战事实在是太惨烈了，虽然咱们胜了，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伤亡。是啊，多亏了殿下指挥战事，甚至带头冲锋冲杀敌阵。等休整好了，明日再度上路吧。殿下，现在定边县的将领对您颇为防备，您亲自前去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卑职建议您要不回朝廷一趟，调来重兵，再将这些卖国的将领一网打尽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本王乃是皇子，又有御赐的天子剑在手，他们能怎么样？大王，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危。无所谓，我会出手，不过是一些虫蚁罢了，本王能应付得来。殿下，凡事要小心，这些将领手里有兵，或许不会把您的身份放在眼里。本王知道。禀报太尉大人，大明肃王前来。没想到这朱偏受到了蒙古鞑子的袭击，竟然还能活命。蒙古鞑子往日的狠劲哪去了？怎么连区区肃王都杀不掉？大人不必慌张，肃王身边只有数百士卒，就算进了城，又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你说他不会发现是咱们袭击他的吧？发现又能如何？他要是老老实实的，那咱们就把他供起来当个吉祥物；要是他非要作死，那咱们就如他所愿，让他像晋王朱刚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。一连杀2个皇子，这罪名会不会太大了？大人不必担心，咱们只要手里握着兵力，大明就不敢拿咱们怎么样。还有蒙古人那边，不是也在和咱们做交易吗？大人，您现在要去迎接肃王殿下，记住要镇定。肃王就算是一条龙，到了定边县也得盘起来。好吧。你们听好了，本王按照父皇的命令前来禁地调查三哥朱刚死因一事，想必你们都知道吧？末将知道，不过定边县战事较多，平日里也比较危险，所以末将担心殿下的安危。哼，谁说不是呢？本王在来的路上竟然遭到一群蒙古鞑子袭击，而且人数还不少，足足有2000多人。那大王是如何逃出来的？逃？你是在侮辱本王吗？要知道蓝玉曾向本王请教过兵法，本王岳父是信国公，你们都知道吧？他经常和本王切磋武艺，本王让他一只手，他都打不过本王。区区2000多蒙古鞑子，在本王眼中就像是一群小鸡仔。肃王竟然如此勇猛！本王率领着士卒在敌阵中杀个7进7出。世子良告诉他们，本王一个人杀了多少蒙古鞑子？大王一个人就杀了263个蒙古鞑子，从早上一直砍到晚上，刀都砍减刃了。
还亲手俘获了蒙古首领多列吧？不过本王就想不明白，蒙古鞑子要想袭击本王，就必须经过定边县，可是定边县为何没传来消息？殿下，近些时日，蒙古鞑子经常侵略边境，定边县的士卒不多，所以对蒙古鞑子的防范疏忽了，才让蒙古鞑子有了可乘之机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不过太尉啊，你可长点心吧。幸亏本王武艺好，要是这些蒙古鞑子进了定边县，趁你熟睡时偷偷把你给嘎了，那怎么办？多谢殿下关心。本王对定边县的将士都不认识，要不太尉给本王介绍一下吧？是这位名叫高征，是卫所指挥使；这位名叫董昌，是墨江手下的参谋。哟呵，你就是董昌，是太尉的参谋？是的，大人。不错不错，长得真不错，白白净净的，比一般的女子还漂亮。本王一路上奔波，没遇到过漂亮的女子。大人，请自重。太尉啊，本王瞧你这个幕僚甚是美丽，聪慧，要不你把她让给本王？放心好了，本王一定会好好对她的。殿下，董昌跟了墨江很长时间，墨江也不好割爱。那就太可惜了。行了，本王干蒙古鞑子干累了，你们赶紧带本王进城，好好招待一下吧。本王乃大明藩王，你们要是敢动本王一根汗毛，必诛光你们九族。你们说，肃王已经来了，咱们该如何处置？哼，今日一见，发现肃王朱偏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。大人，咱们只要略施小计，就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咱们合伙杀了晋王朱刚，朝廷已经起义了，咱们好不容易才遮掩下去。如果肃王朱偏再死在禁地，恐怕咱们那位皇帝陛下就要暴走了。到时候，咱们这些禁地武将搞不好全军覆没。那就尽快想办法把这件事遮掩过去。肃王朱偏应该是好色之人，要不咱们搞来几个禁地美人送给他，让他沉迷温柔乡。如果他不接受呢？那就让他查。再过些日子，蒙古鞑子就要入侵禁地了。一旦有了战事，他这个肃王说不定也要上战场。到了战场上，如果被蒙古鞑子杀了，那就和咱们没什么关系了。这样做会不会不妥？大人尽管放心，像他这种皇子，咱们又不是没见过。晋王朱刚又能如何？不也是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吗？发现咱们向蒙古贩卖物资又如何？当时还要亲自砍了咱们，最后还不是被咱们设计杀害了？但肃王和晋王不同，都一样，都是莽夫罢了。大人不必担心，肃王虽有蛮力，但不足畏惧。目前还有更重要的事。你是说那个计划？对，鬼励志这家伙不好糊弄，不给他足够的物资，咱们就要大祸临头。这个时候，咱们必须团结一心，唯有如此才可以度过这次劫难。早知如此，当年就不应该起了贪念之心，我就应该好好当个穷太尉，也没这么多破事。大人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现如今您必须坚定决心，最好能逼迫肃王就范，这样咱们才有活路。你倒说的简单。本王只需要用目光一瞧，就知道李肃身边那个参谋不是什么好人，说不定就是他勾结蒙古鞑子谋害本王。等有机会抓到他，本王要把他活剐了。大王果然厉害，一眼就看出了董昌心怀不轨。大王，您先温上酒，等末将去砍了他的头颅，然后咱们再一块畅饮。人家可是受重视的参谋，你就这样冲过去，能杀了人家吗？不过是个参谋罢了，我可是太尉，和那李肃平起平坐的太尉，不对李肃也比不上我。别着急，现在去砍他就是在打草惊蛇，先让那个董昌苟活几日，等咱们做好万全准备后再去嘎了他。大王，董昌不过是个参谋，小人物罢了，不值得您大动干戈。不，必须要干掉董昌。为何？那董昌长得贼眉鼠眼，一看就是个宵小之徒，而那太尉李肃看起来老实巴交的，他一定是受那董昌的蛊惑，所以先干掉董昌。您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本王从小就学过算命啊，这东西也能算出来吗？其实现在为什么不动那李肃，主要是因为关系着禁地的安稳。咱们不仅要解决这件事情，还得稳定禁地的局势，让禁地的边防和政务正常运转。有大王在，禁地的小人掀不起什么风浪。所以要尽快掌握定边县的局势。程指挥使，你在禁地多年，率领信任的士卒，尽快查清董昌的底细。要是查到他或者族人通敌的罪证，不必心软，直接拿下。还有，等吃了晚饭后，召集所有文武官员，就说本王宴请他们。是，殿下。
吕青，到时候看我眼色行事。放心吧，大王。诸位放开了吃，这顿我请。太尉啊，本王也知道这禁地甚是辛苦，风吹日晒的。是啊，禁地贫瘠，苦了你了。不过本王的岭南还不如禁地呢。但是本王勤勤恳恳，日夜操劳，亲自处理藩地内的大小事务，就这样过了3年。现在岭南百姓的日子不是也越过越好吗？禁地贫瘠，但是只要你好好去做，定然也能繁荣起来。啊，对。再说那蒙古鞑子也没啥了不起的，本王前几日不是一个人杀了500多个蒙古鞑子吗？肃王殿下，岭南和禁地情况不同。有何不同？岭南南边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土司，可那些土司就像是一群野人，不成什么气候；而禁地北方的蒙古鞑子如狼似虎，一个不慎就会遭遇惨败。呵呵，本王一个人就杀了500多个蒙古鞑子。肃王殿下，您说这话又有谁信呢？要不您干脆说一个人全灭了蒙古鞑子，岂不是更好？今后咱们大明也不用出兵了，您一个人出征就行了。哟呵，你是在嘲笑本王吗？卑职不敢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个小小参谋罢了，也有资格和本王说话。肃王殿下，这里是禁地。本王不知道这里是禁地，本王只知道这里是大明国土，而你们这些将领是大明之臣。我操！吕青，我叫你看眼色行事，是要你制服董昌，再用董昌威胁禁地的武将。好家伙，你直接就将董昌给宰了。本王来禁地只有3件事，第一是抗击蒙古鞑子，第二是抗击蒙古鞑子，第三还是他娘的抗击蒙古鞑子。此人通敌卖国，罪无可赦，本王杀了他也是应该的。你们要是对本王不满，全部一起上吧，我肃王朱骈又有何惧？肃王殿下，这不合情理吧？哼，本王就是情理，所以本王干什么事都符合情理。本王从京城而来，一路上见到了很多诡异的事情，百姓们饥寒辘辘，成了流民，还有地方官员胡作非为，抓捕流民。在太原城中，本王已经查清真相，本想着来定边县一趟，谁料遭到了蒙古鞑子的袭击。各位想必也知道此事吧？本王通过盘查发现，此事是董昌在幕后指使，此人勾结蒙古，谋害本王，出卖朝廷，实在是罪大恶极。所以本王今日就是要铲除这个毒瘤，懂了吗？肃王殿下，您认为董昌勾结蒙古，甚至还要谋害你，可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啊，证据被本王弄丢了。本王身为皇子，说的话一言九鼎，难道本王还能诓骗你吗？木将认为肃王殿下此举不妥。董昌身为太尉大人的参谋，这么多年劳苦功高，如果肃王殿下没有证据，就不应该随意断定他卖国，更不应该报喜杀人。本王就杀了，又能如何？听你的意思，如果本王没有证据，就不能针对董昌了。木将只是认为肃王殿下应该更谨慎一些，不能冤枉一个好人。冤枉好人？本王做事向来有理有据，董昌此人敢多次对本王不敬，本王就算宰了他，又能如何？高征，掂量一下你的身份。肃王殿下，如今正是敏感时期，董昌这些年对禁地尽心尽力，许多将士都看在眼里。您如今突然杀了董昌，必然会引发混乱，说不定还会发生兵变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又该怎么办呢？哟呵，那你觉得本王应该怎么办？肃王殿下，您应该当着全体将士的面，说明自己的错误。如今蒙古鞑子入侵再起，边防局势危急，这也是为了稳定大局。好一个稳定大局！你所谓的稳定大局，就是让本王妥协。本王现在告诉你，不可能。我尼玛！我只是想控制住高征，这世子良跳出来干什么？这么也一刀把人给砍了。不管了，只能将错就错了。此人定然是那董昌的同谋。本王之前还疑惑，为什么禁地的边防薄弱，时不时被蒙古侵袭。现在懂了，就是因为有这种垃圾将领。大王英明，末将就是这样想的，所以末将先将他砍了。做得很不错。肃王殿下过于暴力，若是今天的事就这么算了，恐怕今后的日子就难过了。本王乃大明藩王，你们要是敢动本王一根汗毛，必诛光你们9族。你们现在心中或许想偷偷把本王给暗杀了，就像三哥朱刚一样，但是本王告诉你们，本王有后手，只要本王一死，就有锦衣卫前往京城，将此地的情况全部禀报父皇。你们或许也有准备，比如说当个卖国贼，投靠蒙古。
但是你们想多了，只要本王一死，父皇绝对会不顾一切的启用蓝玉打仗的威力，想必你们都清楚吧？反正只要动了本王，你们无论是逃到天涯海角，都免不了一死。没想到素王朱骈竟然如此狠辣。但是本王也不是什么嗜杀之人，现在本王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，那就是听本王的命令，你们谁赞成谁反对？李太尉，你觉得呢？卑职等愿意追随素王殿下，一切任凭素王殿下吩咐。本王会率领你们一同向蒙古鞑子报仇雪恨，一雪前耻。不错，李太尉能知错就改，本王甚是高兴。如果今后李太尉能屡立战功，本王会向朝廷请求放李太尉一马。多谢殿下。你们呢？你们若是戴罪立功，本王也向你们保证会酌情减轻你们的罪罚。素王殿下，饶命啊！卑职一向是对大明忠心耿耿。对，都是董昌的事。末将当初听到靖王身死的消息，也很震惊。可是董昌称靖王旧疾复发，末将也没有想太多，所以才酿下大错。好，既然你们都相信本王，本王也不拿你们当外人。本王有2件事交给你们去办。殿下尽管吩咐，卑职等人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第一，董昌谋反，干涉禁地事宜，本王要诛杀他的所有爪牙，抓捕他的宗族。第2件事就是明日召集定边县的全体将士，本王要巡营。是，殿下。行了，本王也累了，各位，本王先回去休息了。大王，您刚才说话的模样真霸气，您刚才是没看到，有的人都吓得尿裤子了。你还好意思说吕青砍人也就算了，你为什么也去砍人？砍的还是都指挥使高征。大王，那高征敢反驳您，末将实在是看不下去，就一刀把他宰了。再说，大王您不是有后手吗？这些将领不敢对您怎么样的。后手个屁，本王忽悠他们的。本王今晚设宴，本来是想和他们聊聊，加深下感情，谁知道你们2个卧龙凤雏，直接下手砍人。幸亏本王机智，说了一番话唬住他们，要不然咱们3个今天就得去见阎王爷了。大王，您不是让我们看你眼色行事吗？本王刚才的眼色是让你吓唬他，没让你真砍了他。大人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做？还能怎么做？自然是听素王殿下的了。可咱们都是境地有头有脸的将领，难道要听那个毛头小子的？哼，要不然呢？人家虽然年轻，但是贵为皇子，又有你我的把柄在手，还能怎么办？你别想着动什么歪脑筋。素王不是晋王，晋王暴力，没有头脑，只知道以暴制暴。素王不同，素王看似鲁莽，实则心细如发，城府极深。今晚突然暴起发难，打了我们所有人措手不及，甚至还安排了后手，让我等不敢轻举妄动。素王此人深不可测。禀报太尉，由于都指挥使高征被杀，他的5000兵足见不到主将，在营地内开始渐渐躁动起来。神们，要是这些士卒知道他们的指挥使被素王砍了，肯定会造反，快把这件事禀报素王殿下。是。大王，营地中发生兵变了，高征手下的5000将士此时在和咱们的士卒对峙，李肃处理不了，特来请您前去处理。不过是一群叛贼罢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本王亲自去一趟，一会儿你们俩看我眼色行事。什么眼色？一会儿本王要是眨2下眼，你们就出手；眨1下眼，你们就吓唬他们，懂了没？明白。石荣，我刚才看了一眼，其他的指挥使都回来了，就咱们的指挥使没回来，而且咱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我认为高大人已经遭了毒手，咱们目前只有2条出路。什么出路？第一条就是举手投降，第2条出路就是冲出重围。石荣，亏你脑瓜子灵光了，就想出来这个破主意，还不如我带着士卒直接冲出去。呵呵，你就算冲出重围又能如何？咱们又没有粮饷，能坚持多久？再说，你又能去什么地方？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大不了咱们带着士卒投靠蒙古，蒙古肯定把咱们奉为座上宾，说不定还能捞个蒙古王爷当当。你敢？俺平生最恨蒙古鞑子，与蒙古鞑子势不两立。你要是敢投靠蒙古鞑子，俺先砍了你的脑袋。你个憨货，空有一身力气，却不知道动脑子。如今这个世界，有奶便是娘，只要咱们手里攥着兵力，何愁不受到重视？都别吵了，如今这个局势不能贸然行事，先静观其变。3位监护大人，素王殿下来了，说有事情要向咱们宣布。
本王乃大明肃王朱偏，按照朝廷的意思，禁地的一切事宜皆由本王负责。你们这里谁是管事的？还不赶紧来拜见本王！拜见肃王殿下。肃王殿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其他卫指挥使都回了大营，唯独我们高大人没有回应？在本王回答之前，想问你们个问题。还请肃王殿下询问。在场的所有将士中，你们恨这蒙古鞑子吗？当然恨啊！我小时候亲眼看到蒙古鞑子杀了我全家，这辈子没其他的愿望，就想着有朝一日多砍几个蒙古鞑子。对，干他丫的！要让蒙古鞑子血债血偿。本王知道你们都对大明忠心耿耿，凭什么咱们禁地的百姓就要遭人凌辱？本王也不瞒你们，本王身为皇子，深知家国大事，如今蒙古鞑子如狼似虎，欺我禁的百姓老无力，本王实在不能忍受，打算与蒙古鞑子拼个你死我活。可是本王发现，就在这定边县内，有人暗中勾结蒙古鞑子，他们出卖朝廷，为蒙古鞑子提供粮饷军备，他们这些行为就是在鼓励蒙古鞑子欺杀你们的家人。你们说本王该不该答应？大明人绝不妥协。很好，对待仇人，咱们就得时刻提醒自己，不要忘记复仇。如今蒙古鞑子欺负大明百姓，本王与他们不共戴天。上次本王碰到5000多蒙古鞑子，本王一个人杀了他们800多人，从头杀到尾。大王这忽悠水平是越来越厉害了，2000多蒙古鞑子说成了5000，杀了他们8个，结果变成了800个。殿下杀得好，殿下是谁勾结了蒙古鞑子？简直是猪狗不如！我要杀了那个畜生！勾结蒙古的罪人乃是参谋董昌，此人狼子野心，私通蒙古，将咱们将士的粮饷卖给蒙古，简直是罪大恶极。本王已经将董昌这个贼人砍了。另外，顺藤摸瓜，还找出了几个和董昌有联系的将领。谁和董昌有关联，谁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。董昌一个小小参谋，自然没这么大的本事，在将领中还有侧应，就是你们的指挥使高征。合着我们在这嗷嗷叫着要复仇，要找蒙古鞑子拼命，结果指挥使竟然是最大的内奸。肃王殿下，您说的这些事情可有什么证据？本王做事向来讲究有理有据，这件事你们可以亲自询问你们的太尉李肃。李肃要是向你们解释不清楚，本王愿把李肃的脑袋砍了。想必你也是个千户吧？你参军入伍也是为了报效国家。本王问你，你投入到高征的麾下后，高征有没有积极抗击蒙古？我跟着高征数年，高征也不能说不抵抗，可是每次高征都是想保存实力，抵抗蒙古时，每次感觉像是在做样子。敢问肃王殿下，高指挥使现在如何了？高征勾结蒙古，罪不容恕，如今已经被本王斩首了。本王知道高征的罪行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，不关大家的事，所以你们也不受高征的连累。大家都是大明最英勇的将士，从此以后你们将归属于本王的麾下，成为本王的亲卫，不仅照发粮饷，而且还追加5成。之后本王会率领你们一同向蒙古鞑子报仇雪恨，一雪前耻。你们觉得如何？愿不愿为朝廷效力？妈的！众将士别听这肃王瞎胡扯，他杀了我们的指挥使，和我等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咱们只要挟持肃王，必能有一条好的出路。哟呵，你确定不投效本王？你他娘的算是个什么？我操！您是哪位？一言不合就砍人，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暴躁吗？